夕阳散发着最后的热烈，透过窗户斜打在散落了一地的凌乱衣物上，光线明亮处能看清空气中飞扬的细小灰尘颗粒，与房间其他处的阴暗形成鲜明的对比。雕花木床上虽然拉着床幔，但稀松的布料在夕阳光线的映射下，隐约能看到床上两人纠缠在一起的身影，一只细白的手臂伸出帘外，紧紧抓住了垂下的布幔。床幔上的流苏因着床上人的剧烈动作来回晃动。咔！真岛盯着镜头喊道。盛唐赶紧从女演员身上下来，助理立马上前给她披上外套。两人拍戏时大部分身体都用被子遮着，其实根本没露太多，很快就收拾好了衣服。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盛唐双手合十弯腰，跟已经穿好衣服的女演员礼貌的道歉。名叫贾静薇的女演员一笑道：盛影帝可别这样，这戏跟谁说，人家都得觉得是我占您便宜。您那后宫几千万佳丽知道我和您拍床戏，不知道有多羡慕嫉妒呢。没有，没有。盛唐客气了一句，没再多说，朝导演甄红走去。甄导又看了一遍监视器，确定没问题后起身道：翡翠杀青了，今晚7点聚福楼杀青宴。剧组里的人都欢呼起来，这戏拍了一个夏天，终于杀青了。怎么样？盛唐看着录像问甄导。甄导拍着他的肩膀调侃道：盛影帝，行啊，现在拍床戏都这么顺了。哪里，都是甄导您戏讲得好。盛唐笑着接道。甄红导演人长得看着就凶，拍起戏来更是严苛，再加上是一线大导，许多演员就是下了戏也跟他亲近不起来，也就和他合作多年的盛影帝敢跟他闹着玩。行了，你们两个就别互吹了。盛唐的经纪人郭曼过来，笑着跟甄导打招呼：甄导，我们先走了。甄红一摆手道：行，你们先走吧。盛唐，晚上的杀青宴别忘了呀。不会。姐，咱们也走吧。跟在贾静薇身边的小助理看着盯着盛影帝和甄导方向的贾静薇，小心翼翼的问道：走吧。贾静薇收回目光。盛唐到化妆室卸完妆，上了保姆车，跟助理善乐要过来，手机开始玩开心笑笑乐游戏。回去吃完午饭好好睡一觉，杀青宴别喝太多了，晚上10点还有个你出道10周年的直播，明天上午工作室成立发布会。郭曼给他念着接下来的安排。盛唐玩着手机漫不经心道：少爷别玩了，看看这几个剧本。郭曼把手机从盛唐手里抽出来，把几本剧本扔给他。唉，当老板真不容易，连手机都没空玩了。我看我还是应该找个豪门嫁了。盛唐闭着眼瘫坐着，似真似假道：行了，别装死，你打算开工作室的时候，不就有累死的心理准备了吗？郭曼笑着拿起盛唐身上的一个剧本，拍他头。盛唐忧愁无比，我今年过完生日就29了，什么时候才能找个好男人把自己给嫁出去啊？郭曼淡定道：咱才芳龄28，男人41枝花，不急不急。自家艺人恨嫁多年，他早就习惯了。盛唐悲愤：28和28能一样吗？曼姐，你28的时候，闺女都3、4岁了，我这对象都没影呢。在前面开车的丹乐回头笑嘻嘻道：盛哥，您可是男粉最多的男明星，您要是真想嫁还用愁吗？跟了盛唐4年的助理善乐也早就从影帝男神是 gay 且整天想嫁入豪门的幻灭中走出来了。明明盛哥自己就算是个小豪门了，也不知道为啥有嫁入豪门的执念，只当这是盛唐说惯了的一个梗。男粉多有什么用，我又不槽粉。盛唐认命的翻开剧本，罗浩和潘子墨的电视剧都快拍完了，正好借着发布会公布他们签约了咱们工作室，给他们炒炒热度。郭曼又道：我给你的剧本你好好看看，挑一个带他俩。盛唐今年和老东家新康娱乐的合约到期后没再续约，而是自己开了工作室，只是还没有正式公布。盛唐18岁出道，在娱乐圈摸爬滚打了10年，影帝拿了好几个，去年更是获得了米国的奥斯奥小金人奖，在电影圈的地位
可以说是无人能撼动的。但盛唐却很清楚，以他的性相，以后万一被爆出来，后果不堪设想。他现在虽然站得高，但高处不胜寒，在娱乐圈像他这样没有强硬背景的，往往站得越高越容易被人拉下来，跌得粉身碎骨。而且娱乐圈是吃青春饭的，这话不光说的是颜值，演员这个职业也很伤身体。他这10年来因为饮食不规律，胃早就折腾坏了，更不要说拍打戏的时候弄得各种大伤小伤了。就算他现在早就是公认的实力派了，也不得不早做打算。所以他才要开自己的工作室，等慢慢的把新人带出来，他就退居幕后，什么时候有想拍的戏了，再拍上1-2部。盛唐把他的事业规划得很好，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谈个恋爱。本来同性恋想找个真正合适的人就难，何况他又在娱乐圈。我看这个还不错。盛唐挑出剑心给郭曼看。郭曼看了看道，这个算是双男主，是松风影视自己投资的，第二男主和女主是他们自己的人。你要是出演男主的话，他们同意给咱们一个男3和女2的戏份。盛唐点点头道，就是这是本修真剧，后期能跟上吗？要是后期是5毛钱特效，还不如不拍。这个不用担心，剑心的投资商是松风影视所属的群悦集团，资金肯定够，而且松风虽然成立的晚，但所出作品质量都不错。郭曼解释道。盛唐道，那就行，就接这个吧。郭曼又问，那男3让谁来？让罗浩和潘子墨都去试镜，人家相中哪个让哪个上，省得到时候再嫌我不公平。郭曼点点头，罗浩和潘子墨戏路相似，这样安排再好不过了。女2我看陶雪挺合适。郭曼道。盛唐想了想问道，女2陶雪行吗？能撑起来吗？虽然工作室该聘请的人都有，可这刚开始他也少不了操心。郭曼道，没事，这部剧里大多是男人的戏，就连女主都没太多戏份，女2戏份更少，但胜在角色讨喜，我看陶雪没问题。那就行。盛唐不再多说，曼姐办事他还是很放心的，转而问道，曼姐咱们中午吃什么？郭曼道，你想吃什么？我给你做好了再回家，今天月月那丫头在家，我就不和你一起吃饭了。盛唐赶紧道，别了，月月上了高中2星期才回家一次，你就好好陪陪她吧，让小乐给我买点饭就行。那行吧，小乐你在路边停停，我打车回去。郭曼临下车前又对单乐叮嘱道，小乐你看着他点，他胃不好，别给他买些乱七八糟的东西。郭曼从盛唐来新康就一直带着他，这么多年都把盛唐当儿子养了，什么事都替他惦记着。这回盛唐要自己开工作室，他也和新康解了约，跟着过来了。知道了曼姐。单乐答应着。车子再次行驶，盛唐开始不老实，凑到前面道，小乐想不想吃炸鸡？不想，而且盛哥你也不能吃。单乐面无表情道。盛唐重新坐回去，往后一躺叹道，你这孩子越来越不可爱了。你说当初你刚来时逗着多好玩啊。单乐，我已经不是曾经那个我了。当初那个单纯的他，又激动又忐忑的来到男神手底下，结果发现自己的高冷男神其实是个逗逼，每天都要适应着影帝实际生活和对外营造的形象的各种强烈反差，他已经练就了一颗钢铁般强健的心脏。回到家一打开门，盛唐就被傻黑田激动的扑上来，摇着尾巴的围着转。盛唐怕踩到他，赶紧给抱起来。傻黑田是盛唐养的一只黑色柴犬，是盛唐拍一部戏时，剧里男主要送给女主一个小狗，剧组从流浪狗中心找来的一只小狗仔。狗的妈妈死了，小狗不容易养活，就算还回去也会被安乐死，盛唐不忍心，就给留下自己养了。可能是从小盛唐就照顾他的原因，傻黑田不同于其他柴犬的野性，反倒特别粘人。因为总是一副笑模样，而且见人就跟人家特别亲近，也不管认不认识，所以盛唐给他起名叫傻黑田。儿子想不想爸爸？盛唐撸着傻黑田柔软的毛毛，亲了一口狗头。你怎么那么可爱啊？
看着他家傻儿子伸着舌头笑，小模样简直甜到心窝里。给傻黑甜倒好狗粮，盛唐去洗了个澡，吃完午饭就去睡觉了。可能是这一阵子拍戏太累了，一放松下来，一觉睡到了下午6点都没醒，还是过来接他的善乐给喊醒的。收拾了一番，就被善乐拉着去聚福楼，觉得有点饿。出门前，盛唐顺手从冰箱里拿了个凉苹果，路上给啃了。聚福楼名字听着俗气，实际上是帝都有名的酒店，许多大人物吃饭谈生意都在这儿。真岛能在这办杀青宴，也是大方了一回。这不，盛唐的车刚停下，就看见门口几个西装革履老板模样的人簇拥着不知怎样的一个大人物进去了。被侍者领进真岛订的房间，盛唐扫了一眼，见人都到了。盛影帝来了，最后到的是不是得自罚一杯？见盛唐进来，立刻有人喊道：“自罚一杯！”其他人也跟着起哄。盛唐指着手腕上的手表笑道：“你们别想灌我酒，咱们说好的7点，这才6点50，我可没迟到。”虽是这么说，可这样场合不喝酒肯定过不去。盛唐坐下后，还是倒了一杯酒干了。一群人又热热闹闹聊起来，盛唐赶紧趁机吃了点东西垫垫。我跟你们说啊，盛唐啊，演技就是好，他拍的第一部电影就是我导的，那时候演技就是这个。甄红翘起大拇指比划着，影帝的料。说着还拍了拍盛唐的肩膀。想当初这真岛平时话不多，但一喝多就会变成爱忆往昔的话痨。盛唐吃着菜，时不时应真岛2声。说起来，真岛确实是带着盛唐入的电影圈。那时候盛唐才18，机缘巧合拍了部叫《看星星的灰姑娘》的玛丽苏偶像剧。剧里3个富家少爷喜欢上同一个草根女主，盛唐演的是个让女观众心疼的男二。这部剧当年火遍了大江南北，盛唐自然就跟着火了。那个时候真岛已经是国内1线大导了，就是选角任性，从不看名气，只要他觉得合适，哪怕是个农民，他也能拉来演主角。所以当真岛等飞机时，在机场大厅看到播放的《看星星的灰姑娘》的时候，觉得这个小孩行，眼里有戏，当即拍板让盛唐演他要拍的电影《母亲》里的儿子。剧里的母亲身患绝症，而那时盛唐的母亲刚刚因为癌症去世。本来盛唐就属于老天爷赏饭吃，天生演技就好的人，再加上感同身受，盛唐在那部剧里简直就是本色出演，真情流露，将剧里一个母亲去世的孩子的痛苦演绎得入木3分。那部电影让盛唐拿到了最佳新人奖，也开启了盛唐高起点的演员之路。小盛，为了咱们这么多年的情谊干杯！真岛忆完了往昔，最后总结发言还是喝。盛唐不好再推辞，只能干了。刚喝完，胃里就一阵翻涌，强烈的呕吐感袭来。怎么今天才喝了2杯酒，就这样了？盛唐想起来，怕是出门时吃的那个苹果惹的祸。刚从冰箱里拿出来的苹果太凉，一喝酒再一吃热菜，胃受刺激太大了。不好意思，我先上个厕所。盛唐推开其他人还想再劝的酒杯。没事吧？甄红看清盛唐脸色的确不大好，问道：“没事，胃病犯了，有点犯恶心。你再问下去，我吐你一身就有事了。”盛唐强忍着呕吐感，出了包间，盛唐快步朝洗手间走去，因为脚步太过匆忙，进门时还撞到了一个刚从洗手间出来的人的肩膀。不好意思。盛唐匆匆给人道着歉，还扯出一抹微笑，然后脚步不停地进了洗手间。盛唐心想他的职业素养真过硬，这时候还记得保持微笑，下一他秒就吐进最近的便池里，把胃里这点东西都吐了出来。盛唐顿时好受多了。到洗手台接水漱了漱口，把手烘干，看了看表8点半了，想到晚上还有直播，得借着胃疼先逃。盛唐掏出手机让善乐上来接自己，挂了电话，盛唐才朝外走去，却发现他刚刚撞到的那个人还在门口站着。要碰瓷？盛唐第一反应就是这人不是要碰瓷吧，但随即就被自己推翻了。面前这男人虽然身着看似普通的黑色西服，可内行的人一看就知价格不菲。
肯定不会是为了一点小钱碰瓷的人。男人长得很英俊，温文儒雅的样子，面容倒是和善，脸上挂着浅淡的笑意，但浑身上位者的不凡气度让盛唐知道这人不是能随便招惹的。盛唐见那人也在打量他，而且堵在门口，他也出不去，便试探着问道：你是我的粉丝？男人顿了顿道：是。声音低沉又有磁性。这人声音还挺好听，盛唐心想，这让盛唐对这人观感好了不少。见那人还是站着不动，盛唐又道：你是想要签名吗？可是我现在没带笔。这时不远处的电梯打开，单乐从里面出来，一出电梯就看他家影帝被人堵在洗手间门口。单乐想都没想就冲了过去，将那男人挤开，把盛唐拉出来。盛哥，您没事吧？单乐将盛唐从头到脚看了一遍，见衣着整齐，好像没什么事儿，但还是神色不善的盯着那个男人。虽然不知道对方想干嘛，但还是不要得罪的好。盛唐把像要冲上去斗架的小公鸡般的单乐拉回来，道：这是我的一个粉丝，你带纸笔没有？我给他签个名。虽然觉得有些不对，但单乐还是赶紧从兜里掏出随身携带的纸笔给盛唐。盛唐刷刷两下签完名字，撕下来递给男人道：今晚10点有我的直播，有空可以看看。男人接过来认真看着，似乎想认出到底写了个什么玩意儿。盛唐趁机赶紧拉着单乐朝真岛他们包间走去，心想以后还是随身带着保镖吧，万一再遇上这样奇奇怪怪的人。跟真岛他们道了别，出来的时候那人已经不在了，盛唐松了一口气。单乐耿直的问道：盛哥，刚刚那个人真是您粉丝？我看他好像不认识您啊。盛唐心里也没底，但面上却是嘴角一扬，笑道：也不看看你盛哥是谁，就你盛哥这魅力，分分钟让他跪倒在你盛哥西装裤下。不是盛唐吹，单看盛唐那张帅气逼人的脸，确实有骄傲的资本。早年有好多黑粉曾用演好攻击盛唐，说他全是靠脸吸引颜粉，根本没演技，然后被盛唐用一尊影帝狠狠打脸，但足以证明盛唐的盛世美颜连黑粉都没得黑。单乐不得不承认，就算他跟在盛唐身边好几年了，还是会时不时被影帝的帅脸秒倒，都有点发愁他以后怎么找媳妇了。你说看惯了这么好看的人，以后长相普通的人再入不了眼咋办？盛唐随后又道：明天让保镖就位。单乐听了痴痴笑：盛哥你就吹吧，其实刚刚那人根本就不是您的粉丝吧？要不您能让保镖跟着？盛唐不喜欢招摇这点单乐是清楚的，最重要的是他家影帝特别抠门，没事不会花钱请保镖的。盛唐照着单乐脑袋呼了一巴掌：就你知道的多。刚刚那人怎么也不想追星的粉丝？单乐揉揉被打的脑袋，正色道：刚刚那人看着不是一般人，而且好像不认识您的样子，这有点奇怪。不是他们自大，按理说就他们盛哥在华国的这个知名度，就算那人不关心娱乐圈也能知道吧。这也是盛唐奇怪的地方，看那人眼里半点没有见到明星的惊喜。如果说是因为是大人物见识多，那盯着他不放又是为何？盛唐想不通，但感觉那人似乎并没有敌意，所以刚刚他才装作淡定的给人签名。算了，不想了，大不了以后出门小心点。杀青宴上吃的东西都吐了个干净，胃里倒是不难受了。路上盛唐又让单乐买了吃的，回家匆匆吃了饭，盛唐换了身居家的衣服，让单乐给他化好妆，就到了定好直播的时间。盛唐开了直播，刚开始因为观看的人太多，一度系统瘫痪。因为盛唐以前被公司塑造的形象是高冷男神，所以很少和粉丝互动，这还是第一次开直播，粉丝们都特别激动，评论礼物刷得飞快。第一次开直播，盛唐还有点紧张，这和面对镜头的感觉还不一样。因为看见好多人说卡了，盛唐清了清嗓子道：大家好，我是盛唐，你们能看见吗？大理寺卿啊呀，陛下这么一本正经的自我介绍，好可爱。贤妃娘娘驾到，莫名萌。皇后千岁，
臣妾恭迎陛下。户部侍郎，陛下声音还是这么好听。兵部尚书，能看见，男神好帅。舔屏。因为盛唐早年演过《一代天骄》里一个雄韬伟略的君主的青年时期，所以盛唐的粉丝纷纷自称臣，或是嫔妾的称盛唐为陛下。娱乐圈怕是没有比盛唐的粉丝再霸气的了。盛唐道：你们能看见就好，其实我有点紧张，第一次开直播，咦，好多礼物啊！你们刷礼物不是要花钱的吗？盛唐看到好多人送礼物，他没看过直播，只是知道好像送礼物是要花钱的。看到有弹幕说要花钱，盛唐看着刷刷的礼物，一边感叹自己粉丝真有钱，一边为他的粉丝能这么为他花钱而感动。不同于一些明星偶像，就是把自己的粉丝当成挣钱的工具，盛唐把演员当成自己的职业，认真演好戏是他该尽的本分。粉丝对他的喜爱，他也从不认为是理所应当。他们爱护他，他会还以同样的尊重爱护。盛唐微笑着道：礼物要花钱的，你们自己有收入的想送就送吧，没有收入的就不要破费了，我给你们白嫖。盛唐一说完，评论更炸了。郑美人呀，白嫖。微臣前来救驾，不敢相信这是我陛下说出的话。好可爱啊！江东节度使啊呀，陛下你高冷的人设崩了。大内总管，不是应该说你们都不要送礼物了吗？陛下果然是陛下，不走寻常路。御前一品带刀侍卫，陛下威武霸气，挣的钱都给你。德妃，原来你是这样的陛下。今天翻牌了吗？有钱的给钱，没钱的白嫖，陛下真乃娱乐圈的一股清流。太傅80岁，一向抠门的陛下让白嫖，对我们一定是真爱。金兆尹前来护驾，绝对真爱。我还记得陛下有一件穿了6年的外套。江州司马说陛下抠的放学别走，陛下给贫困山区捐款500万还叫抠。御史中丞，放学别走那个的是新粉吧？我们知道陛下其实是节俭，只是开玩笑。评论一路歪楼，盛唐看着评论道：我看到你们都说我高冷，其实我只高不冷啊，热乎着呢，你们怎么会认为我高冷？右丞相，热乎着呢。哈哈，我相信男神只高不冷了。左散骑常侍，刚刚摸了一把，热乎，鉴定完毕。人家是淑妃，刚刚舔了一口，热乎，鉴定完毕。左谏议大夫，感觉评论都被陛下带污了。看城门的，哈哈，原来陛下这么逗。左师仪，感觉这里需要一包去污粉。宰相在此，陛下微博只发工作，还不高冷。小糖球，陛下以后要是常发微博，我就信你只高不冷。王太医，陛下拍个电视剧吧，电影根本不够看啊。其实微博以前都是经纪人曼姐打理，她严禁我发微博，因为我曾经转发过一个999块钱的抽奖微博。不过以后我就是老板了，可以想什么时候发微博就什么时候发了。盛唐自黑，顺便甩锅。看直播的人太多，评论刷个不停。盛唐说一句话的功夫，就看见他们发出一大堆。突然送礼物的被一排排的宇宙飞船刷屏了，看得盛唐和许多观众都愣了。宇宙飞船是礼物里最贵的，有这么刷的吗？这个叫我是你的粉丝的也太好了吧。盛唐赶紧道：礼物就是个心意，你们量力而行，不用一直刷。盛唐说完，那一排排的宇宙飞船才不刷了。盛唐想起刚刚弹幕里提到的问题，道：不会退圈的，要成立自己的工作室了，接下来工作重心会转移到电视剧上。我是你的粉丝，我有钱。盛唐说着，瞥见这条弹幕飞快刷过，心道：土豪交个朋友。随即又是一排排的宇宙飞船。1个小时前，正在家抠着脚看电视的袁氏集团第一秘书被他家董事长兼总裁一个电话叫过去，还以为有什么决定集团未来发展或是分分钟上千万大案子要谈的秘书匆匆赶到，结果
是让他去查一个写的龙飞凤舞的签名到底是哪个明星的，而且还问他怎么看直播，然后掌握了送礼物技能后，宛若脑残粉一样给人狂刷礼物。秘书有点怀疑人生，盛唐确实不是很擅长这样直播，你们等一下，我给你们看看我儿子。盛唐起身去抱他家在狗窝里啃着玩具骨头玩的狗儿子救场时，滚滚的评论空白了片刻，而后炸了锅。刚刚那个刷宇宙飞船的土豪都停了，粉丝们处于震惊状态，还没来得及伤心，就见他们陛下抱着一只咧着嘴伸着粉色舌头笑得灿烂的黑色柴犬出现在视频里。护国大将军，这就是小皇子。盛唐让傻黑田后腿站在他腿上，人立而起，抓着他的一只前爪跟观众打招呼：大家好呀。虚惊一场的粉丝们被堪比微笑天使萨摩耶的傻黑田萌得干颤，纷纷呼道好可爱好萌。让傻黑田两只前爪搭在前面的桌子上，盛唐撸着狗头道：这是我儿子傻黑田。傻黑田趴了一会儿，觉得没意思，收回前爪，扭着身子往盛唐怀里蹭，他在盛唐胸前伸着头要舔盛唐的脸。盛唐把他按下去，低头给他顺着毛道：不许舔了，爸爸直播呢，好多漂亮小姐姐都在看着你，要注意形象。傻黑田哪里听得懂盛唐说什么，老实了一会儿，又窜上去舔他。盛唐觉得他儿子不是来救场，而是来捣乱的，这样下去没法好好直播了。儿子乖，跟你单叔叔玩。盛唐说着，将傻黑田交给旁边的助理。小县令，人不如狗，我也想舔陛下的脸啊。皇后千岁，傻黑田这个小妖精，勾人的本事倒是不小。评论纷纷跟着刷小妖精。盛唐友看着评论顺着聊了一会，看时间也不短了，道：这次开直播最主要的就是想感谢大家，10年了，谢谢大家的喜欢与支持，谢谢从我出道就一直陪伴着我的你们，谢谢你们10年如一日的陪伴。盛唐双手合十，低头真诚的感谢粉丝。许多喜欢盛唐多年的老粉都忍不住感动的哭了出来，原来一晃已经10年了，当初他们喜欢的那个青涩少年如今已经长大了，而他们也长大成熟。好多人开始回想起盛唐曾演过的电影，回想起曾陪他们看过电影的那些人，那些逝去的青春。不知是谁起的头，评论纷纷刷起了盛唐我爱你。不是陛下，不是他所饰演过的任何一个角色，是盛唐我们爱你。盛唐是个挺感性的人，被他们弄得都有点想哭了，带着点鼻音道：谢谢，谢谢你们，我也爱你们，希望下一个10年我们还能一起度过。时间不早了，大家早点睡吧，再见。盛唐怕自己绷不住在这么多粉丝面前丢脸的哭出来，说完就抬手关掉了直播。泪点低他能怎么办？一场直播下来，第二天一早微博热搜就被盛唐占领了。排在第一位的就是盛影帝白嫖，一些没有看直播的网友还以为一向被媒体说成洁身自好的盛唐被爆出什么大料了呢，纷纷好奇地点进去，结果一看都笑了。还有不少人因为盛唐这句话路转粉了呢。其他的热搜还有什么盛唐儿子10年之约段子手盛影帝，甚至因为傻黑田的入境，微博上日渐示威的汪星人收复大片了被喵星人占领的失地，双方重回势均力敌的局面。网友们纷纷感叹盛影帝真的是只高不冷，原来影帝也是深藏不露的段子手，今后除了云养猫还要云养狗了。也有一些发酸的说什么当明星就是好，养个狗都能上热搜，对父母都没有对狗好吧。这些人都被粉丝骂了回去。不光是因为盛唐父母双亡，他们心疼维护偶像，本来这种没事就拿重主父母说事的人就该骂。或许真有人那样，但也不能见到养宠物的就无脑骂啊。盛唐第二天一见到郭曼就美滋滋的跟郭曼道：曼姐曼姐，我直播挣了好多钱。郭曼翻白眼，就没见过这么没出息的影帝。盛唐自动屏蔽曼姐发射过来的白眼，继续兴致勃勃的念叨：早知道开直播这么挣钱，我早开了。你不知道，昨天一个土豪给我刷了好多礼物，
让我有一种被包养的快感，嘿嘿嘿。盛影帝厚颜无耻道。郭曼当然也看了直播，不过这事儿他没往心里去，这年头有钱又疯狂追星的不少见，而且以盛唐的咖位，没人会往盛影帝直播圈钱上想，所以不会招黑子喷，不用担心。虽然盛大影帝好像确实干了这么个事儿。郭曼想起盛唐的直播内容，笑道：你真好意思说你转发过抽奖。当初盛唐刚开通微博还不是很会玩，看见那个抽奖觉得钱还挺多，小1000呢，就给随手转发了。还好曼姐第一时间发现给秒删了。曼姐怒吼：你要高冷，高冷，知道吗？盛唐小声嘟囔：光转发了，一个字都没写，还不够高冷吗？曼姐听见气炸，当初只觉得糟心，这是个什么熊孩子，现在想起了，曼姐忍不住笑起来。直播过后，粉丝纷纷说男神其实一点都不高冷，其实有点害羞，特别逗，还很暖。这正是盛唐的公关团队想要的结果。现在是网络时代，明星和粉丝在微博上互动必不可少，而且明星流行的是暖男和逗逼的亲民风。虽说盛唐这种靠作品说话的人并不会太注重这些，但以后要帮新人做宣传，少不了和粉丝互动。盛唐本身就是个欢脱的性格，与其以后崩人设，还不如让观众早点适应盛唐的真实画风。所以盛唐的团队才借着盛唐出道10周年让他开直播。袁氏集团总裁办公室，身材修长的男人正站在巨大的落地窗前打着电话。男人望向窗外的高楼大厦，目光悠远。今天晚上8点，哥几个在金店给你办接风宴，别说你忙啊。电话里一男生道。男人笑了一下，启唇道：谢了，一定到。都是兄弟，别整那些虚头巴脑的，说什么谢不谢啊？男生爽朗道。袁泽家挂了电话，迈着长腿走回办公桌后坐下，刚翻开一本文件，就听见敲门声。一位女秘书进来道：袁总，这是您让我统计即将到期的代言合约。秘书说着，把手里的一叠资料放到办公桌上，推到袁泽家面前，然后站到一旁等候吩咐。袁泽家拿过来翻看了一下，挑出一份高端男装品牌的广告合约道：这个通知下去，联系盛唐经纪人，问他有没有要代言的意向。盛唐是影帝盛唐吗？女秘书压着内心的惊喜确认道：盛唐可是他的本命啊。还有几个盛唐吗？袁泽家想了想，从手机相册里翻出一张图片给秘书看，就是他。秘书弯腰凑近看清了，的确是他家陛下。虽然内心无比激动，总裁手机里居然有男神的照片，但还是犹豫道：袁总，这怎么了？雅阁品牌男装，我们一直都是用的国外的大牌明星。袁泽家问道：盛唐不够大牌吗？他刚回国，不太清楚国内娱乐圈的情况，不过就他让秘书韩瑞查的资料来看，盛唐在国内应该是超一线明星吧？不是，女秘书忙道：盛唐在国内是一线巨星，只是我们这个品牌一直用的是国外明星，突然换成国内的。袁泽家道：以前是因为我不是总裁，我们华国的产品为何非要外国人代言？语气温和，但却不容置疑，说话的内容更是霸气四溢。女秘书内心狂喊：总裁霸气！好的，袁总。女秘书收拾起桌上资料，抱着走出去。出了门立刻握拳道 ：Yes。新任总裁真是霸气，简直有一种谈笑间指点江山挥斥方遒的气魄。他们家盛唐男神就更厉害了，拿下这么个代言不说，居然能让总裁把照片存手机里。他好像发现了什么不得了的东西呢。女秘书黄婉柔渐渐露出腐女的蜜汁微笑，几秒钟后瞬间恢复高端白领风貌，伸手捋了一把头发，踩着高跟鞋，挺着胸脯，姿态优雅的走了。当天盛唐因为召开工作室成立发布会而再次登上热搜。载着袁泽家去金店的司机从后视镜里看到，老板路上都拿着电脑在工作，新到大老板也不是那么好当的。被司机认为加班工作的袁泽家其实正认真看着盛唐工作室成立发布会的视频。
视频里穿着合身蓝色西服的盛唐微笑和来宾站在一起剪彩，而后接受媒体采访。拿着话筒的记者一个个伸着话筒，伴着咔嚓咔嚓的拍照声，犀利发问：能说一下为什么和老东家新康解约吗？您直播里提到工作室成立后，您接下来的工作重心会转移到电视剧上，能透露一下要拍什么剧吗？一位女记者还算温和的提问道。网上有人说您一拿奥斯奥金像奖就和老东家解约是白眼狼，对此您有什么要说的吗？让一下。有一个记者拼命挤开其他人，把话筒对着站在盛唐旁边高大帅气不输明星的纪明俊。季总，您能回答一个问题吗？盛唐和新康解约，您作为新康影视总裁，为何还会出席本次剪彩活动？见有人把话筒移向相对来说不太拥挤的纪明俊处，其他人也纷纷发问：您和盛影帝关系很好吗？如果关系很好，那盛影帝为何又要自立门户？袁泽佳看着视频里那些记者一个个恨不得把话筒戳到盛唐脸上，原本虚握的右手渐渐收紧。发布会上，盛唐不疾不徐道：解约是合约到期了，接下来的工作重心会向电视剧倾斜，至于新戏到时候会告诉大家。许多记者显然不满意这么轻飘飘的一句合约到期，试图从盛唐和老东家不和才自立门户上做文章。这时纪明俊伸手挡住一个记者差点戳到盛唐鼻子话筒，道：工作上新康和盛唐是很好的合作关系，在私下里我和盛唐是很好的兄弟。有心急的记者抢道：既然如此，那盛影帝为何与新康解约？纪明俊装作不满训斥道：你这个记者业务不行啊，你得让我说完再问啊，你这样问我还怎么说？你们都别说话，让我说完。此话一出，许多记者都笑了起来，被他训了一顿的记者也不好意思的摸了摸鼻子。纪明俊这才道：正是因为我们是好兄弟，更不能让人一直给我打工了。你看你们问的哪有这么多仇怨举于好生的？盛唐这么多年给新康挣了这么多钱，怎么就白眼狼了？你们思想的阳光健康一些，多些正能量，知道吗？纪明俊最后还专门看着刚刚训过一遍的记者问，那记者忙不迭的点头。纪明俊把盛唐维护了个彻底，说得一本正经，还很接地气，不打官腔，一点不像一个实力雄厚的娱乐公司的执行总裁。这段视频一放到网上便被热议起来，特别是纪明俊因为实力维护盛唐，让盛唐的好多粉丝被他圈粉了，还有一小撮粉丝暗搓搓圈地自萌，站明堂 CP， 说什么霸道总裁实力护妻。有网友重新剪辑了那段视频放到 P 站，在视频里纪明俊说道：你们都别说话，让我说完时配字，行，你说，话筒都给你。纪明俊训斥那个记者的时候，盛唐也被那些哄笑的记者带笑了。发表者配字：陛下笑得真甜，被宠成一个小公举。网友纷纷评论道：谁还不是个小公举？陛下以前组的 CP 不是清冷瘦就是高冷宫，这次的人设应该是什么？温润瘦。季总真是史上最接地气总裁。我们都不说话，话筒、音响、灯光都给你。我又相信友情了，没错，就是友情。哈哈，为我们的友谊干杯！纪明俊在视频的各种表情更是被网友制作成了表情包，最火的是一抬下巴问记者的那句知道吗时的表情，在网友们的聊天记录里广为传播。更有盛唐的资深粉丝挖出盛唐拍的第一部电视剧《看星星的灰姑娘》，指出里面顶着紫色头发、造型杀马特的男主就是纪明俊。没想到堂堂季总也曾演过偶像剧，原来季总和陛下这么早就认识了。那时候陛下还没在新康呢，10年挚友啊。发布会结束后，纪明俊揽着盛唐的肩膀对盛唐道：怎么样？今天多亏有我吧，够不够兄弟？盛唐捶了他肩膀一拳，笑着道：走，请你去吃饭。纪明俊道：请我吃饭就免了，我一会儿回去还有个会要开，不过你晚上得来我家吃饭啊，我妈想你了，总念叨着让我喊你回家吃饭。行，我下午过去，
好久没尝干妈的手艺了。袁泽家看完视频，把电脑放到一边，仰靠在汽车靠背上，侧头看着车窗外飞驰而过的街景，面上一如既往的挂着笑，整个人表面上看起来温和儒雅，却又像波澜壮阔的大海，海面上看似蔚蓝平静，引人向往，实则惊涛骇浪隐匿其间。6年了，一切好像都没怎么变，又好像一切都不一样了。金店是地势低调又奢华的一处消费场所，不是有钱就能进的。袁泽家被侍者引着到楼上，刚上了2楼，袁泽家就看到一人在楼梯口等着。泽家。站在楼梯口的男人个子不高，穿着白衬衫，头发梳得一丝不苟，给人一种很是精致的感觉。不过这人由内至外散发出一股傲慢的气息。但前一秒还一副目中无人样子的男人看到袁泽家的那一刻，眼神顿时亮了起来，脸上挂着兴奋的神色，跟袁泽家打招呼。袁泽家一愣，没想到他也会来，很快笑着回应：石青啊，过来接我的。谢石青道：是啊，你6年没回来了，这不是怕你不记得路了吗？声音里带着一丝若有若无的埋怨。袁泽家不着痕迹地避开谢石青想搭在他身上的手臂，推开包厢的门，被隔音门板阻隔的音乐顿时穿入耳中，房间内这明暗的灯光混杂。坐得靠门的傅亚硕首先发现门开了，起身去迎：泽家来了。傅亚硕带着副眼睛，整个人显得沉稳优雅，即便在这种嘈杂的环境下，语速也是不疾不徐。屋里其他人也发现袁泽家的到来，音乐暂停下来，纷纷扭头看向他。表哥你可回来了。正左搂右抱和美人们打得火热的冯文斌将怀里的美女推开，抬手按了2下身后的灯光按钮，把灯光调正常，2步到袁泽家跟前。都说外甥萧旧，冯文斌的父亲冯林志正是袁泽家的亲舅舅，因而冯文斌和袁泽家长得有2分相像，但冯文斌风流不羁的性情却和袁泽家的温和内敛的气质截然不同，因而掩盖了那2分相像。2人都是天生微微上扬的嘴角，袁泽家笑起来容易让人放松戒备，误以为这人很随和无害，从而忽视了潜藏的危机。而冯文斌则是优雅中带着股邪气在里面，一副雅痞样，和文质彬彬搭不上一点关系。包厢里除了傅亚硕、谢时晴、冯文斌这几个和袁泽家从小一起长大的世家兄弟，还有几个家世比不上他们，经常和冯文斌出来玩的兄弟。袁泽家和他们关系一般，双方客气了几句，几杯酒下肚又玩开了。冯文斌拉着袁泽家和他坐一起。袁泽家看了一眼腻在冯文斌另一边衣着暴露的小姐，道：你还没收心呢。冯文斌笑着给袁泽家倒酒，一副混不吝的模样，人不轻狂枉少年，趁着我爹还能打得动我的时候好好玩几年，等到老头什么时候把家业都交给我的时候，想玩都没时间了。袁泽家端着酒杯喝了一口，知道他这个表弟能力是绝对的有，看事情也通透，但就是懒得管事，整天游走花丛吊儿郎当，惹他舅舅骂。袁泽家刚刚被冯文斌拉着坐下，左边是傅亚硕，右边是冯文斌，傅亚硕旁边没有空了，想和袁泽家搭话的谢时清只好让粘着冯文斌的嫩模上一边去，自己坐到冯文斌身边。那嫩模见冯文斌只顾着和袁泽家说话，没有再搭理他的意思，识趣的向另几个唱歌的少爷那边走去。冯文斌感觉到身边的温香软玉离开，看了一眼坐过来的谢时清，扭过头继续和袁泽家说话。表哥你在国外待了这么几年，思想怎么还是这么不开放啊？国外的妹子那么热情开放，表哥你就没开过荤？说着还眉毛一挑，眼神从袁泽家的腿根部划过。谢时清听到冯文斌问这话，眼睛更是紧盯着袁泽家。袁泽家道：不是思想开不开放的问题，你知道我有情感洁癖的。谢时清紧捏着酒杯的手指放松了一些，仰头喝干酒后开口嘲讽冯文斌：你以为谁都跟你这个种马样？冯文斌不搭理谢时清的阴阳怪气，满脸促狭的对袁泽家道：所以说哥你今年都30了，还是个老处男。袁泽家晃动酒杯的手一顿，把酒杯放到桌上，照着冯文斌的脑袋呼了一巴掌。冯文斌抱着脑袋装模作样的惨叫，傅亚硕在旁边坐着看他笑话。袁泽家也笑，仿佛又回到了几年前
他们一起去酒吧，他只喝酒看他们玩贴身热舞。冯文斌开玩笑说他不行，被他暴打一顿，也是和现在差不多的场景，竟像是他从未离开过一般。几人又聊了一会儿，傅亚硕接了个电话要走，说是要回家哄女儿睡觉。冯文斌笑道：是真哄女儿睡觉，还是老婆查岗啊？这小舅子在这监督着，还不放心啊？傅亚硕娶了谢时清的姐姐谢韵，冯文斌才说有小舅子监督。傅亚硕神色不明的朝谢时清看了一眼，没接那茬，道：小丫头比她姐姐小时候能闹腾多了，每天晚上非得我给她讲睡前故事才睡觉，他妈治不了她，我真得走了，不好意思了，下次我请。傅亚硕走了后，冯文斌跟袁泽家念叨：你是不知道，这家伙自从结了婚，那真成了个老婆奴女儿奴了，整天他老婆怎么了，他大闺女小闺女又怎么了，我一个孤家寡人都不爱和他一块玩。袁泽家自然知道，他没出国的时候傅亚硕就结婚了，婚后整天劝他们这些兄弟也早点结婚，就怕别人不知道他多幸福似的。想想当初傅亚硕和谢韵的婚事，还经历了不少波折呢。又喝了会儿酒，袁泽家也说要走，冯文斌勾着嘴角道：哥，你又没有性生活，回去这么早干嘛？养生吗？谢时清见袁泽家要走，起身拿起外套道：泽家，我和你一起走，我来的时候车子坏了送去修了，你送我一路吧。冯文斌见状忙道：你们都走啊，那我也走，表哥我今晚住你家跟你睡啊，咱们兄弟这么长时间没见了，你不知道我有多想你。刚子，你们玩着，我们先走了。冯文斌又朝唱歌的青年喊了一声，打定主意跟袁泽家走。谢时清脸色不太好看的看了冯文斌一眼，冯文斌厚着脸皮只当没看见。袁泽家笑着答应，这小子1个月前去法国，还是他给他接的机呢，还好久不见。一路上有冯文斌叨叨叨说个不停，把谢时清烦得不行，根本没说一句话。送完谢时清，冯文斌语气有些讥讽道：表哥，你说这姓谢的这么多年对你痴心不改，都没打动你半分，你是不是打算孤独终老了？因为谢家做生意有些门路很是不地道，没少赚黑心钱，谢时清也不是什么好鸟，冯文斌一向对谢家人连表面上的客气都懒得装。袁泽家知道冯文斌是看不惯他，明知道谢时清对他有意思，他还一副吊着他的样子，无奈道：出国前他给我表过白，我也明确拒绝过他，没想到这么多年了，他居然还没忘了我。现在这个局势，我不好树敌太多。袁泽家像是在想什么，最后轻声道：再等一阵子就好了。冯文斌拍拍他的肩膀转问道：我姑身体怎么样了？袁泽家道：好的差不多了，过段时间回国。在哪放你下来？冯文斌本来是打算着恶心完谢时清，守护好他表哥的清白之身，就重返他的温柔乡，被袁泽家一说，反倒装傻道：我下去干嘛？说好了跟你睡的。半个小时后，冯文斌坐在袁泽家的沙发上，一脸不可置信的看着他表哥家里装修的家庭影院，而他表哥本人正专注的看着电影。那个哥啊，你什么时候有了看电影的爱好了？半晌，冯文斌实在好奇问道。要知道，因为他姑姑也就是袁泽家母亲的原因，他表哥以前几乎不看电视剧电影的。最近，袁泽家言简意赅。冯文斌心里的好奇一丝没少，反而多了。他表哥最近经历了什么吗？仔细看了看电影，冯文斌发现这个电影他看过，是陪女朋友去的，是好几年前的了。电影的男主角是个大明星，他那个女朋友迷他迷得不行，当时他很是不屑，打算睡过去的。结果电影意外的好看，特别是那个叫盛唐的男主，演技甩现在一些小鲜肉别说几条街了，绝对好几里。他以后再有女朋友想去看电影，他第一个就看有没有盛唐的电影上映。冯文斌看袁泽家看得认真，摸着下巴琢磨了半天，问道：表哥，你是不是有喜欢的人了？看电影培养共同爱好，或者那个人是盛唐的粉丝？冯文斌等了半天也没见袁泽家回他，也跟着一起看起电影来。等电影结束的时候，袁泽家关上电视才说：是。被电影情节感染的冯文斌早忘了自己说过的话，一愣，是什么？等反应过来，
袁泽家已经进浴室洗澡去了。冯文斌激动的恨不得挠浴室的门，好不容易等袁泽家出来了，立马凑上去问：表哥，你刚刚是不是说你有喜欢的人了？谁啊？有照片没？我看看我嫂子是何方神圣，能让你这个性冷淡动心。因为袁泽家有情感洁癖，从没和人上过床，冯文斌常打趣说他是性冷淡。袁泽家不跟他计较，笑着道：你见过了，客房有毛巾睡衣，我去睡了。我见过。冯文斌想了半天也没想出个符合的人来，喊道：表哥，你这样可不地道了，诚心不让我睡了是吧？存心报复他说他性冷淡是吧？盛唐半下午就去了季家，一开始季妈妈还埋怨盛唐不来看他，念叨着儿子大了一个个都不着家了。带着老花镜看报纸的季爸爸听了撇撇嘴道：小唐，你别听你干妈唠叨，过来陪我下象棋。盛唐笑嘻嘻道：那可不行，我干妈不高兴了，谁给我做饭吃啊？我是专门来看我干妈的，不跟你下棋。几句话把委屈的老太太哄得喜笑颜开，和季爸爸呛声：听见没？人家堂堂是专门来看我的，才不陪你个臭棋篓子呢。盛唐心里好笑，这俩老头老太太年龄越大越跟个小孩似的，整天要吵两句。干妈记得你最爱吃我做的麻辣鱼了，今天专门让柳妈买的鲜鱼，还在水盆里养着呢。季妈妈老家是四川那边的，做的一手好川菜，盛唐一想到那种辣香气就忍不住要流口水了。季妈妈进了厨房，小声跟盛唐道：你在厨房又帮不上忙，就陪那个老头下下棋吧，要不他又不高兴了。盛唐笑着去找季爸爸，心里特别羡慕季爸爸和季妈妈能这样一辈子相濡以沫，相扶相持。唉，真的想谈恋爱了呀。菜做的差不多了，纪明俊刚好回来。你怎么回来这要巧？菜刚做好。盛唐道：明俊就是有吃福。季妈妈在厨房洗着手，听见外面他们说话，也插了一句。纪明俊一乐道：做的什么好吃的呀？我一进门就闻到香味了。对了妈，大哥给我打电话说他晚上有个临时紧急会议，让咱们吃饭不用等他了。盛唐眉头微皱，他怎么觉得季家大哥跟故意躲着他似的？他来季家10次得有8次见不着他。季妈妈不怎么高兴道：什么会这么紧急啊？堂堂好不容易有空来一趟，那咱们吃不给他留。这人啊，年纪越大越是不在意钱物，只想让儿女多陪着吃顿饭。纪明俊道：大哥是个工作狂，妈你又不是不知道。你哥整天忙工作，今年都33了，也不说结婚，你们还能让我等上抱孙子吗？堂堂你也是，开什么工作室啊？多累啊！这块的鱼肉刺烧最好吃，你多吃点，我看你比上回过来瘦了不少。季妈妈念叨着给盛唐加了1筷子鱼肉。季爸爸虎着脸对季妈妈道：你懂什么？年轻人有上进心是好事儿。季妈妈瞪了季爸爸一眼道：就你懂得多，你昨天还不是念叨着想抱孙子了？妈，你偏不偏心啊？我那天说想吃剁椒鱼头，你直接说懒得做，让我去外面吃，敷衍都不带敷衍我的。盛唐来了，你不光下厨，还给他夹菜。纪明俊怕他妈一会儿催婚催到他头上，忙岔开话题道。季妈妈一撇嘴：别跟我撒娇，你都28了，撒娇也不嫌丢人，给你夹菜还用我喂你吗？有本事你娶个媳妇，让你媳妇给你夹菜。得，还是给扯到结婚上去了。纪明俊看向盛唐道：盛唐你看看，你一来我妈都把我嫌弃成什么样了。吃完饭，盛唐和纪明俊闲聊时，盛唐突然想起了什么，拿出手机悄咪咪往纪明俊那边凑：给你看个好东西。见盛唐一副鬼鬼祟祟跟街头麦片的如出一辙的表情，纪明俊还真以为是什么不可描述的东西，凑过头去，结果看到了一堆他自己的表情包。现在网上不光是发布会上的表情包了，纪明俊当初在看星星的灰姑娘里的一些夸张表情也被万能的网友挖出来制作成了表情包，各式各样。纪明俊简直要荣升新一任表情帝了。见纪明俊露出苦笑不得的表情，盛唐笑得身子直发颤，
手机都要拿不住了，干脆扔到纪明俊身上。那些表情包他虽然看过一遍了，但再看一遍还是忍不住想笑，网友们太厉害了。纪明俊真是不知该作何表情了，没想到这么多年的黑历史都能被挖出来，怪不得今天在公司的时候，公司里的人看他的神色都怪怪的，一个个要笑不笑的。他现在是红了吧？他一个影视公司的总裁，现在怕是比他们公司的艺人都要火了。纪明俊抬起一只手扶额，黑历史啊，黑历史！你说我当初为什么要想不开去拍玛丽苏偶像剧？纪明俊悔不当初。你要是不演这部剧，我们还不能认识呢。是啊，我和你认识这都多少年了？10年了吧，过得可真快，感觉还没过多久呢。现在你都是大影帝了，我却成了表情包。纪明俊想起他和盛唐刚相识的时候，有那么一丝丝小感慨。盛唐一笑，他一个毫无背景的人，这么些年在娱乐圈里顺风顺水，除了靠他自己摸爬滚打，还要多谢纪明俊这个贵人。盛唐出生在一个很普通的家庭，父亲在他很小的时候因车祸去世，在他18岁那年，母亲被查出肝癌。盛唐逃学去酒吧打工挣钱，被星探相中。星探给他说当明星挣钱多，为了挣钱给母亲治病，盛唐瞒着母亲和一个小公司签了约。盛唐那个时候是个没接触过社会的单纯小孩，虽然父亲早逝，但母亲对他的爱将他保护得太好，让他不知人心险恶。挣钱心切，再加上被巧舌如簧的星探诱哄，盛唐大体看了看合同，就在下面签上了自己名字。签完约后才知道，新人前期没作品，公司是不会给你钱的。盛唐想走，却被告知那是违约，要赔一大笔违约费，那是他根本想不到的一个数字。年幼的盛唐没有想过竟然会有这么无耻的人，他又悔恨又愤怒，但也只能留下接受他们的培训学习。而那个时候的纪明俊是个家境富裕，父亲是娱乐公司大老板的无忧无虑中2-7少年，还谈了个小女朋友，小女朋友迷恋偶像剧花美男。中2-7少年纪明俊吃醋了，回家就跟他爸说他要演电视剧，演男主角，当大明星。被他爸拿鸡毛掸子撵着一顿抽，最后居然是他大哥纪明德把继父说通了。在让自家弟弟当男主角，又要保证电视剧不被弟弟毁了的情况下，纪明德让纪明俊出演了《看星星的灰姑娘》。电视剧里4个校园男神喜欢上同一个草根女孩，就算他弟弟真不行，还有其他3个撑着，左右出不了大错。而因为纪明俊年纪不大，为了不显突兀，其他3个演员都得选和他年纪相当的。18、19岁的年纪，除了童星出身的演技好的演员很是难找，而且童星光芒太盛也不合适。这时新人盛唐抓住了这次难得的机会，成功让导演把他留了下来。后来纪明俊才明白，他老谋深算的大哥是早就打算以后把家里的娱乐产业交给他管，怕他年纪小的时候越是不让他接触娱乐圈，他越反弹，以后再养成什么玩小明星的不良嗜好。倒不如真的让他体验一下娱乐圈的真实情况，让他知道明星也没多了不起，拍戏一样很辛苦。而且还是他大哥故意交代导演，对他该打打该骂骂，不用客气的。在纪家大哥英明决策下，从小到大没吃过苦的纪明俊咬牙坚持着，拍完那部剧再也没动过当大明星的念头。虽是纪家少爷，但因为纪明德的交代，纪明俊在剧组的日子并不好过，因为根本没学过演戏方面的任何专业知识，戏又是暑假拍的。刚开始时，纪明俊经常在大太阳底下被导演骂得狗血喷头。剧组里除了导演和制作方，没几个人知道纪明俊的少爷身份，也不会刻意巴结他。见他被导演骂，还以为导演不喜欢这个孩子，也不敢和他多说话。一天，纪明俊被导演骂得实在太惨，吃饭的时候，盛唐见纪明俊拿着筷子可怜兮兮的戳饭，一时有些同情，忍不住和他搭了2句话，告诉纪明俊他摸索出的一些演戏窍门。还好纪明俊虽然有些中二，但家教还是很好的，并没有误会盛唐是在指手画脚，故意可怜羞辱他，反倒真的很感激盛唐和他分享自己的心得，虚心的问盛唐问题。2人一来二去成了好朋友，纪明俊也不会经常 NG 了。因为不再被导演骂，
季明俊渐渐和剧组里其他人关系也好了很多，除了另一个叫曾毅的男生，他是知道季明俊的身份的，但因着少年人莫名的自尊与傲气，不愿与季明俊搭腔。看到盛唐找季明俊说话，认为盛唐也是知道季明俊的身份，是在刻意巴结他，因而对两人嗤之以鼻。那两人也年少气盛，一直到戏拍完，双方也是一见面就拿鼻孔冲着对方的状态。拍完那部戏，虽然季明俊再也没拍过戏，但一直和盛唐保持着联系。不久后，盛唐出演《一代天骄》里的少年天子，博得了一众中老年观众的喜爱。季妈妈也很喜欢盛唐扮演的那个角色，季明俊在旁边提了一句那是他好朋友，季妈妈便让季明俊带盛唐到家了来玩。那时候盛唐的母亲已经去世了，季妈妈知道后觉得这孩子可怜，就认了盛唐当干儿子。随后季明俊让季家大哥付了违约费，把盛唐从那个没什么前途的小公司挖到新康娱乐，从此盛唐在娱乐圈才真正开始扶摇直上。砰！烟灰缸被人大力扔在地上，落地的一刻，玻璃碎片溅了满地。袁家客厅里，袁立辉怒吼：凭什么？凭什么他一回来，那个老不死的就把董事长的位置给他了？我袁立辉就不姓袁，不是他袁振国的孙子吗？说着去踹茶几发泄怒气，结果踢了两脚没把沉重的茶几踢，反倒把自己脚趾头踢得生疼。袁立辉嗷嗷叫着，抱着脚一屁股坐在沙发上。杜依林看着脾气暴躁的儿子摇摇头，他杜依林怎么就生出这么个不争气的儿子来？杜依林这些年一直注重保养，因而即便已经40多岁了，仍风韵犹存，带着股柔弱无依的纤弱气质。杜依林年轻的时候是个小明星，凭着一副楚楚可怜的外表和满腹心计，将袁庆良哄得团团转，成功小三上位进了袁家，成了阔太太。结果日子没他想的那么舒心，家里大权老爷子把持着，丈夫心性难改，整天在外面花天酒地。老爷子思想传统正派，虽然袁庆良将他们娘俩接回袁家，但袁老爷子一直不承认他们。外面那些真正的豪门阔太太也瞧不起他，根本不屑于和他走一起。想想他能依靠的只有这么一个儿子，杜依林心里一边叹着自己命不好，一边上前劝解：你说你发这么大脾气干嘛？老爷子的心是偏的，你又不是第一天知道，你那个爹又是不争气的，越是这个时候，咱们现在得冷静下来，靠自己。靠自己？袁立辉冷笑一声，靠在老不死的面前装孙子吗？我听你的话，在他面前装乖卖巧这么多年，那老不死的从让我在公司当着的经理，我看他就是一直等着袁泽家回来接他的班呢。杜依林道：说什么呢？你本来就是他孙子，以后别随便喊他老不死的，万一被你爸回来听见。袁立辉哼了2声，没再说什么。杜依林又道：儿子听话，等你爸回家，你好好跟他撒个娇，让他在老爷子面前再给你说说话。这周末别忘了去看老爷子，给他说2句好话，有什么脾气咱们先忍着。袁泽家回来了，老头子还能看得见我吗？忍，你都忍了20多年了，忍出什么了？袁立辉甩手愤愤地上了楼。杜依林怔怔地坐在沙发上，交叠的双手握紧，喃喃道：忍出什么了？至少咱们娘俩进了这个家了。声音低如蚊呐，倒像是自己劝自己。片刻后，杜依林挺胸抬头，端出当家主母的架子喊道：王妈，把地上的玻璃清理干净。郭曼替盛唐接下了雅阁男装的广告代言，正好剧《剑心》拍摄还有一段时间，本来这段时间是打算让盛唐好好休息几天的，可雅阁的品牌诱惑力不小，郭曼没舍得放弃。这么一来，盛唐又没法好好休息了。盛唐倒是不介意，反倒安慰起有些不好意思的郭曼：没事，我忙惯了，一闲下来还真不适应。再说，要是真休养，怎么也得1年半载，几天能养出什么来？拍广告怎么也比拍戏轻松些，而且他们给的代言费还这么高，你要是不答应我还不愿意呢。盛唐半开玩笑道：我看你是钻钱眼里拔不出来了，人家都是经纪人，拼命让艺人工作挣钱，我倒好，还得拉着你休息，防着你挣钱。郭曼也笑了：
有我这么有上进心的艺人，你就偷着乐去吧。郭曼道：不和你瞎扯了，听说袁氏集团，也就是雅阁隶属的公司，前几天当家人换人了。老董事长把位置传给了回国的孙子袁泽家。盛唐感叹，又是一个有皇位要继承的。郭曼摇摇头道：这个可不是富二代，人家在国外有自己的公司，发展的很好，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前几年突然出国自己创业，现在又回来继承家业了。郭曼作为经纪人，也需要和那些大老板打好关系，所以知道一些商圈的事。盛唐对这些情况不了解，随口道：说不定是去拓展海外市场了。应该不是，袁氏集团是家族企业，但海外的嘉瑞科技是袁泽家自己名下的公司。车子到了拍摄场地，两人停下闲聊下车。盛老师您好。您好。品牌负责人迎上来和盛唐握手。您好，客气了一番，盛唐进化妆室化妆换衣服。这次拍摄的服装分两种类型，一种是正装，一种是休闲装。这两种又分了两种风格，一种成熟稳重男人风格，一种是青年的活力阳光，糅合着一丝成熟的过渡型风格。首先拍摄的是成熟正装，染着浅金色头发，脑后扎着个短辫的男化妆师边给盛唐化妆边赞叹道：盛老师您皮肤真好，有什么保养的好方法吗？虽然明星在镜头下看着都光鲜亮丽，但大多是化妆、灯光再加上后期处理的效果，像盛唐这样不怕近距离素颜观看的真没几个。皮肤好吗？我没怎么保养吧，我的护肤品都是经纪人给买的，我也没在意过这些。盛唐也不是第一次被别人问这种问题了，其实他真的没大在意过这些，他平时很懒的，要不是郭曼盯着，能过多糙就有多糙。您这么说可真能拉仇恨。化妆师着迷的看着自己手底下这张俊颜，有些人是猛的一看惊为天人，但细看就不行了，有的人则是初见不显，但越看越耐看到。而盛唐是初见入眼，越细看越入心，让人更觉被吸引。什么叫天生丽质？您这就是不行了，太帅了，再看下去我得弯。化妆师表情略显夸张的转身放下眉笔。做好造型化完妆，盛唐走进摄影棚，正调整着摄像头的摄影师戴维从镜头里看到了过来的盛唐，调焦的手一顿，放下相机抬起头来。西装革履，优雅金贵，头发被梳向脑后，露出光洁的额头。盛唐化妆过后更加深刻立体的五官，陪着深邃的眼神，透露出成熟冷静，正是他们要展现的高端成功男士的格调。真正出色的演员是可以用演技展现出不同的气场的。盛唐显然能很好的做到这一点，一出化妆间，盛唐就演技全开，整个人的气场都随之一变，由原本的随意散漫变成了古堡里走出的贵族般优雅金贵。最让雅阁御用摄影师戴维欣喜的是盛唐完美的身材比例。盛唐身高1.82米，腰高腿长，虽然并非肌肉型男，但匀称的骨骼肌肉穿上西装更能显出一种得体的优雅来。本来更欣赏外国人健美身材的戴维，看到盛唐穿出的完美效果时，心里那点不满早就烟消云散了，让人站到合适的位置，当即咔咔开拍。盛唐适时的配合更是激发了戴维的无限创作热情，或随意的单手插兜靠窗站立，或优雅又放松的靠坐在真皮沙发上，又或是闭目清秀一杯红酒，看着拍下来的一张张堪称完美的图片。身为摄影师的戴维激动不已，太棒了，太棒了！盛老师能马上拍下一组吗？因为双方的默契配合，这一组照片拍得很快，戴维甚至不想休息，直接进行下一组的拍摄。可以。盛唐还并不累，也乐得早点拍完，而且能找到合拍的摄影师，确实是令人愉快的事。盛唐当即去换了衣服，重新化妆，开始下一组的拍摄。袁总，您来了。负责人一转身，看见他们家大 boss 正站在他身后，看袁总盯着正拍摄的盛唐看，联想到袁总特地指定了盛唐做雅阁的代言，现在还亲自过来，负责人摸不准总裁是对这个艺人很关注，还是对这次的广告拍摄太重视。负责人心里快速揣摩了一下，问道：袁总，
要不要让他们先停下来？不用，我就是来看看。袁泽嘉依旧看着盛唐的方向回道。盛唐正穿着一身休闲西装，神色悠然地端坐在茶案前，抬手斟茶，散发着氤氲热气的茶水从紫色砂壶中倾泻而出，落入面前杯中。放下茶壶，端起茶杯，吹散热气，轻坠一口，闭目细品。顷刻后勾起微笑，缓缓睁眼望向窗外的绿地，西装茶艺，中西文化的完美碰撞融合。这一组拍完也到了午饭时间，盛唐一转身就看到了向他走来的袁泽嘉，身体一顿。这时很有眼色的负责人上前给两人做介绍：袁总，这是我们雅阁这次合作的对象盛唐盛先生。盛先生，这是我们袁总。你好。袁泽嘉率先伸出右手，盛唐伸出手和他握了一下。你好。原来他那天遇到的奇怪的人就是今天曼姐跟他提过的袁氏集团的董事长，眼前这个袁总。盛唐想起郭曼说这人这几年都在国外，那这么说来，这人那天的确是不知道他是谁。刚刚郭曼出去了，这时刚好领了盒饭回来，见盛唐和袁泽嘉握手，问道：这位是？负责人道：这是我们袁总。哎呦，袁总，久仰久仰，我是盛唐的经纪人郭曼。郭曼把盒饭放到一边，和袁泽嘉寒暄道：郭小姐好。袁泽嘉很客气的回应。盛唐赶紧借机道：不好意思，我先去卸妆了。工作了一上午，又累又饿，胃里已经开始有些不舒服。卸完妆出来，盛唐见袁泽嘉已经不在了，还以为他也是去吃饭了，没想到刚坐下，还没等打开盒饭，就见那人手中拿着2份盒饭朝他走过来。袁总这是？盛唐起身，原以为是路过，没想到袁总真在他面前停下了。不知道袁某有没有荣幸和偶像一起吃顿饭？袁泽嘉将手里的盒饭放到桌上拆开。上次盛唐问他是不是他的粉丝，这回刚好用来当借口了。盛唐被袁泽嘉的话搞得一愣，偶像？明明上次见面你都不认识我吧？难道是对我一见钟情，真的成了我的粉丝？一打开盒盖饭菜的香气便飘散了出来，盛唐便什么也顾不得想了，闻着味道不用看就知道，肯定比他们统一订的盒饭好吃得多。正饿了的盛唐馋虫一下子就被勾了上来，往旁边挪了挪，腾出一半位置给袁泽嘉，袁总坐。说完还主动把自己跟前刚刚要吃的盒饭推到了对面的郭曼身边。曼姐，你看有谁的盒饭不够吃的，分给需要的人。见盛唐这样，袁泽嘉脸上的笑意加深许多。说是一起吃饭，其实也是两人各吃各的盒饭，饭盒是长方形硬质塑料盒，有着几道间隔，分别放着糖醋小排、土豆鸡块、清炒小油菜，最大的一格是白米饭，荤素搭配，颜色亮丽，看着就让人有食欲，更不要说还有肆意的香气了。关键是连饭盒的质量都很好，根本不像是外卖用的一次性的。盛唐心里特别想问曼姐，是不是人家有钱人用的一次性饭盒都和我们用的不一样？完全忘了自己其实也很有钱的。袁总，您这饭菜是买的哪家的？盛唐把几样菜挨个吃过一遍后问袁泽嘉。袁泽嘉停下筷子，侧头看他，怎么了吗？盛唐道：太好吃了，我以后也要去他家。这么好吃的饭店，他怎么没早点遇到？袁泽嘉看见盛唐脸颊上沾了一点排骨上的酱汁，抽了一张纸巾想给他擦掉。盛唐见袁泽嘉伸过来手，反射性的身子就往后仰。袁泽嘉也意识到自己的行为有些冒犯，把纸巾递给盛唐，指了指自己脸的相同位置，这里有酱汁，擦一擦。啊！盛唐接过纸巾，赶紧擦了擦，一时觉得有些不好意思，埋头吃饭，竟也忘了再问是哪家餐厅的饭了。袁泽嘉是个奉行食不言寝不语的人，也不再说话，只是会偶尔看盛唐一眼，见那人吃得开心，自己心里也很是愉悦。饭后盛唐很快又开始工作，换好一款适合青年人穿修身的小西服，发型变成3-7分的蓬松刘海，妆也换成了清爽明朗型的，弯唇一笑，谁家少年？不远处
看到盛唐灿烂一笑的袁泽家神色恍然，看向盛唐的目光依旧专注，但变得有些飘散。负责人看着盛唐上午下午一人展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气质风格，还个个完美无缺，内心不由得感叹：总裁看人真是准。本来这两种风格是要找不同的明星代言的，但袁总只让他找了盛唐。他提出过这个问题，但被袁总驳回了，说盛唐一个人就够了。当时他还有些不满，没想到竟真的如此合适，怕是换个人也不能比盛唐拍得更好。袁总，负责人还想趁机拍个马屁，一回头却发现身边没了人，袁泽家不知什么时候走了。盛唐镜头感很足，戴维的摄影技术也是业界顶级的，在拍摄双方的默契配合下，原定2天的拍摄计划近1天就完成了。盛唐工作了1天回到家，刚碰到门，家里的傻黑田就听到了动静，蹲到门口汪汪直叫，叫声有些尖锐。盛唐觉得有些不大对劲，平时傻黑田很少叫唤的，刚开始把他带回家的时候一直没见他叫唤过，他还以为是个小哑巴，直到有一天带他遛弯，遇上一家人放鞭炮，小家伙吓得汪汪汪对着人家叫，盛唐才知道他是会叫的。没有多想，盛唐赶紧把门打开，一开门，傻黑田就后腿一蹬地，窜进盛唐怀里，盛唐接住他，被不小的冲击力冲得往后退了一步才站稳，翻着傻黑田的皮毛检查了一遍，发现没什么外伤，盛唐稍稍放下心。怀里沉甸甸的，盛唐对着傻黑田漆黑的大眼睛：你是不是又肥了？汪汪！呜！傻黑田还是汪汪汪的朝盛唐叫唤，叫声里还夹杂着哼唧呜咽声。宝贝怎么了？是不是饿了呀？乖，亲一个。盛唐有些吃力的抱着还把自己当小宝宝的大甜心，在毛脑袋上亲了一口，朝他的狗粮盆走去，却发现狗粮碗里还有一半的狗粮。更不对劲了，因为工作原因，傻黑田有时没人照顾，盛唐觉得既然决定要养他了，那就一定要好好照顾他，所以盛唐拍戏时经常会带着他，实在不方便时才会送到宠物店，有时也会发生今天这种一整天不在家的情况。盛唐专门买了定时宠物喂食器，定时定量投喂，保证傻黑田自己在家不会饿到，但也不会吃撑。像今天这种剩了好多狗粮的情况明显不正常。不吃饭，不会是生病了吧？盛唐有些担心，突然觉得手感不对。怀里的傻黑田小肚溜圆，一点不像没吃饭的样，怪不得感觉又沉了呢。又摸了一把傻黑田滚圆的肚子，盛唐更奇怪了，如果吃饱了，那盆里怎么还剩这么多狗粮？喂食器坏了，还是狗狗肚子里长什么东西了？结合着狗狗不正常的哼叫，盛唐思路朝着他家小宝贝可能得了绝症的路上一路狂奔，把自己吓得脸色发白。这时怀里的傻黑田后腿一蹬，身姿矫健的从盛唐怀里蹦到地上，小步颠颠的朝盛唐的卧室跑去。盛唐突然觉得自己想多了，这哪里像是个得了绝症的狗？傻黑田跑了2步停下来回头看盛唐，好像是要他跟上。盛唐跟着他过去，看看这小家伙今天到底要干什么。傻黑田见盛唐跟着过来了，又跑了起来。卧室的门是虚掩着的，傻黑田拱拱门挤进去，又灵活的窜到盛唐床上，一屁股蹲坐到枕头上，摇着小尾巴，仰着狗脸看盛唐。盛唐没有斥责傻黑田蹲他枕头上，因为他进来后直接傻掉了。床上他起床后随便一堆的被子，现在跟豆腐块似的整整齐齐放在他床尾。卧室里原本摆放有些凌乱的其他东西，如今也被规制的整整齐齐。盛唐环视了一遍卧室，低头看向傻黑田，震惊道：你不是成精了吧？变成田螺姑娘，把家里收拾的这么干净，不对你是个公狗，也不是田螺。盛唐想象了一下傻黑田在他不在的时候摇身变成一个浑身赤裸的男人，把家里收拾成这样，然后等他回来的时候又变成狗了。盛唐蹲下来与傻黑田平视，你说是不是你干的？真是你干的就汪一声，不是就摇摇头。盛唐紧紧盯着傻黑田，唯恐错过见证奇迹的时刻。傻黑田漆黑水润的大眼和盛唐对视了一会儿，摇着尾巴跑了出去，既没汪汪叫也没摇头。
盛唐觉得是自己想男人想疯了，傻黑田怎么可能会变成人？他以后还是少在晋江看猫变人狗变人的耽美小说吧。傻黑田跑开后，盛唐才发现刚刚他屁股坐的地方有2根黄色带着弯曲的长头发。盛唐皱眉，这分明是女人染烫过的头发，他家一般只有善乐和曼姐会来，而曼姐是黑色齐耳短发，过来的人也不会是家政，家政不会把头发弄到他枕头上。盛唐心里一突，拨通了郭曼的电话。喂，曼姐，你今天有让人收拾我家里吗？没有，怎么了？善乐和你在一起吗？你问问他有没有让人过来。刚刚送完盛唐回家，善乐现在正开着车和郭曼在回去路上。片刻后，郭曼道：我问过了，他没让人去过。家里出什么事了吗？盛唐把家里的情况跟郭曼说了，郭曼赶紧让善乐掉头回去。凭着多年经纪人职业的敏感性，郭曼知道事情肯定不简单。盛唐在家里也是忐忑不安，想想家里不知被什么人进来过，又做过什么，很有可能这人还在他床上睡了一觉，他就浑身冒鸡皮疙瘩。把傻黑田抱在怀里，盛唐稍稍安心一点，摸着傻黑田溜圆的肚子，想起小时候的事。你还有点智商，没把自己撑死。你爷爷就是你爸爸我的爸爸，给我讲过他小时候抱回家一只小狗，特别可爱。盛唐给他家狗儿子讲过去的故事。不过肯定没你可爱，你爷爷觉得啊，这个小狗好可爱啊，怎么一直叫呢？是不是饿了呀？就喂了它好多好吃的，小狗吃完又叫，你爷爷又给它放了许多吃的，狗狗又吃完了。叮咚叮咚，门铃响起来，打断了声情并茂讲故事的盛唐。盛唐起身，一只手勉强拖抱住傻黑田，一只手指着傻黑田的脑门，边走边告诫道：然后那个狗狗就撑死了，你要以你为戒，知不知道？傻黑田歪着脑袋咧着嘴卖萌，一副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的样子，还仰头舔了盛唐的手指一口。蠢死你完了！盛唐一脸嫌弃的将手指在他毛毛上蹭了2下，蹭干净口水，打开门。怎么样？没事吧？郭曼一进门就问。盛唐把傻黑田放地上道：我没什么事，就是家里被人动过了，你看看。郭曼和善乐进来把家里看了一遍，发现家里除了被整理得干干净净外，阳台上还晾着洗净的衣物，厨房锅里保温着小米粥。应该是私生饭，我去调监控。盛唐你收拾收拾，先搬到我家去住。郭曼有条不紊地做出安排。找物业把监控调出来，发现早上他们出门后不久，一个戴着黑色棒球帽的女人出现在盛唐家门口。女人在门口来回走动，手几次做出要敲门的动作，但都犹豫不决，没有敲下去，嘴部一张一合，似乎还在自言自语。女人徘徊了好久，最终敲了门，见没人开门，又敲了好久，看唇形似乎在喊盛唐，我爱你。最后好像确认了盛唐不在家，女人站在门口不知在干什么，门口被女人的身子挡住了，监控拍不到她，但不一会儿门居然被打开了，女人走进屋里。郭曼把监控快进，看到女人中午才从家里出去，但下午又过来敲门，再次确定盛唐不在后，又进入室内，直到下午5点才出来。视频时间往前调，发现这个女人在小区附近徘徊了几天了。你们保安是干什么的？这么可疑的人都不敢走吗？郭曼看完监控视频，怒斥物业。物业辩解，这个姑娘是在我们小区租的房子的，虽然行为怪异了点，但我们也不能把她赶走啊。再说她也没什么恶意啊，不是还帮你们收拾了房子吗？物业丝毫不承认自己的过失，反而在知道事情原委后推卸责任。随随便便让陌生人进入业主家里，你们还有理了？行，多说无益，出了这种事，根据物业合同，你们赔偿吧，否则就等着法院传票吧。郭曼气结，也懒得再争辩什么。这样的管理水平，房子肯定不能再住下去了。确认了是私生饭后，郭曼果断的将盛唐打包带走。盛唐心里也膈应的慌，想想有个陌生人随便出入你家，还在家里做各种事，你晚上睡觉的床被一个陌生人躺过，虽然私生饭做的事在他自己看来或许是为喜欢的人做的好事，
但这种毫不理智、带着过激情感、擅自侵入私人领地的人，不管是做什么，都会让人反感。上了车，郭曼数落盛唐道：“让你换房子，你哭着喊着你不，现在出事了吧？你先在我那住2天，我给你找房子，买房搬家。”盛唐现在住的房子是他几年前买的，地段一般，治安放到一般居民楼来说算好的，但显然不适合盛唐这种大明星居住。郭曼几次劝他搬家，盛唐嫌房价太贵，一直没买。也许是没人能想到盛大影帝居然住在这种地方，反倒一直没有狗仔粉丝发现住处。郭曼一二也不是很强求盛唐搬家，没想到今天就出事了。这次盛唐自知理亏，也不闹腾了，乖乖点头。他也是有些怕的，还好这次的私生饭没有做出太过分的事情。估计是直播的时候暴露了建筑特点，被人注意到你的住处了。还有以后密码不能再用你的生日了，不要用你记不住别的密码当借口。郭曼想起视频里私生饭轻轻松松进了家门就生气，更多的是气自己，这些年来实在是对盛唐太过纵然了。盛唐说不想搬家，他由着；说密码用生日好记，他说了他几次也由着他去了。他带着盛唐多年，两人感情深厚，他把盛唐当自己孩子照顾，生活中这样的小事他大多纵着盛唐，才会出现今天的这事儿。郭曼自责不已。曼姐，我错了。盛唐也意识到的确是自己太过任性，而他的职业身份容不得他有一丁点的任性，就算他已经尽量让自己表现得完美，可还是行了，没事，以后注意就行了。郭曼见盛唐这副样子，本来想硬起来让盛唐长长记性的心又软了。这些年盛唐在娱乐圈里克制着自己的本性，努力表现出观众所期盼的样子，从不乱发脾气，除了吝于花钱外，也就偶尔有些小脾气，从没真正做过什么出格的事，总是乖乖的，让人心疼。他这么多年都看在眼里，这心啊，就是对他硬不起来。知道盛唐的性取向后，郭曼一边怕盛唐冲动出柜，一边又希望他能早日遇到一个真是疼惜他的人。第二天，郭曼就帮盛唐选好了房子，是一处建成不久、治安很好的高级住宅区，住在那里的人不是大明星，就是很有钱的人家。房主因为工作变动要出国久居，这房子买了都还没住就要转手卖出，又是紧急用钱，价格比一手购房便宜不少，也是郭曼知道的及时，这个价位晚一天怕是就被人买走了。盛颖得开开心心买了下来，房子是装修好的，盛唐当天就搬了过去。你一边去，别在这儿碍事。郭曼帮盛唐整理着衣帽间，把想帮忙实际上却碍手碍脚的盛唐撵了出去。哦，盛唐有点口渴，出去转了一圈，发现家里什么喝的都没有。曼姐，家里没喝的吗？还没来得及买呢，冰箱里什么也没有。你渴了吗？楼下有个超市，你下去买吧。超市在小区里，因为有保安严格控制小区进出人员，所以对明星来说很方便安全。郭曼也放心盛唐自己去买。盛唐刚打开门，就见袁泽家从门口的电梯里出来。盛唐很是意外，不是因为袁泽家也住这儿，而是此刻袁泽家手里正拎一个布袋子，里面装的是蔬菜，因为有一小捆芹菜半截露在外面。这造型要是放在中年妇女或者大爷大妈身上绝对很正常，但变成西装革履穿的板正的袁总就怎么看怎么违和了。原来这个总裁这么接地气，很有生活气息啊。头一回见总裁亲自买菜的盛唐忍不住有些想笑，于是便挂着笑意和袁泽家打招呼：袁总好巧啊，又遇见您了，您也住这儿？袁泽家丝毫没有被盛唐看到自己这副样子的窘迫状，好像这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倒是脸上隐隐带着粉丝见到偶像的惊喜。盛唐，你是住这儿吗？袁泽家指了指盛唐身后半关的门，想起来这人还是自己的粉丝，这种精英大老板居然也是自己的粉丝，这让盛唐感觉怪怪的，像是原来这么厉害的人都喜欢我的虚荣感，又好像还有其他的感觉在里面。盛唐笑得更深了，对，今天刚搬过来的，您住这儿？盛唐和袁泽家一样，指了指他的身后。盛唐问完才想起来，这栋楼好像一层就2户，既然袁泽家在这层电梯出来，那肯定就是住对面了。果然袁泽家道：我也是刚来这没几天，那我们以后就是邻居了，还请多关照啊。
盛唐道：像我这种菜都不会买的人，怕是得袁总关照我了。盛唐话说出口，又怕对方觉得他是调侃他一个大男人居然会买菜，赶紧又道：袁总中午都买菜回家吃饭，看来嫂子做菜一定很好吃。袁泽家一愣，随即明白过来盛唐的意思，笑道：我没结婚呢，也没恋人，家里就我自己。啊！盛唐这回是真意外了，谁家的总裁中午还回家自己买菜做饭呢？怎么这么吃惊的样子？我自己做饭很奇怪吗？盛唐的吃惊不加掩饰的展现出来，让袁泽家觉得有几分可爱。虽然男人用可爱这个词形容好像不太合适，但袁泽家确实是这么觉得。不是，没有奇怪，我就是有点意外，没想到您还会做饭，自己一个人做饭吃不会觉得麻烦吗？盛唐觉得要是他就算会做饭一个人的话，也懒得专门弄，而看人家袁总这买菜的专业配置，怕是个经常自己做饭的人。还好吧，没有很麻烦，我习惯自己做饭吃。你真厉害，还会做饭，我就不行。盛唐突然觉得袁总这人还挺有意思，说着话言语间随意不少，也不再用敬称。那你要不要上我家来吃饭？我自认为我做饭的水平还是可以的，而且上次你也说过好吃的。袁泽家道：我说过好吃？那天是你自己做的。盛唐想起拍单儿广告那天袁泽家拿给他的盒饭，竟是他亲手做的。对，那天我没有告诉你吗？这么说，上次你是专门去给我探班的？不是视察工作偶遇，而是有计划有预谋的。我知道你那天会去拍广告，特地做了饭带过去的。那广告，盛唐想说是不是找他拍广告也是出于私人原因，而不是看中他的实力，还是这位袁总对他有别的心思，但又觉得这样问未免有些不识好歹。袁泽家好像看出来盛唐心中所想，忙道：你别多想，雅阁的广告代言确实是我亲自定下，首先从一个商人的角度选择你能带来巨大的商业利润，其次你是我的偶像，我出于私心也是想让你代言的呀。袁泽家说的坦然，倒让盛唐觉得自己小人之心了。袁总看着也是个磊落的人，不过在娱乐圈里混了这么多年，盛唐也绝不是单纯的傻白甜，别人说什么都信，心里对袁泽家还是有一定的防备。所以偶像要不要给我个献殷勤的机会？袁泽家提了提手里装着蔬菜的布袋问。盛唐这2天一直想再吃一次那家的饭菜，但当时没有问到是哪家餐厅，没想到竟然是这人自己做的。回想起诱人的饭菜香味，盛唐很是想答应下来，但又觉得贸然上人家家里吃饭不太好，忍痛客气道：会不会太麻烦了，还是算了吧。袁泽家一脸真诚道：怎么会麻烦，我可是你的粉丝，能做饭给你吃我很高兴。盛唐差点经不住美食的诱惑就答应了，想到郭曼还在家里呢，我经纪人也在我家呢，今天还是不叨扰了。袁泽家道：那好吧。盛唐见他有些失落，再加上自己嘴馋，怕这次拒绝了人家，以后就不再提请他吃饭的事了，赶紧又道：今天不方便，但以后有空我可是要去袁总家蹭饭的，袁总可不能不答应。袁泽家又笑起来道：求之不得。那我们可说好了，不能不来。袁总做饭那么好吃，我可是回味无穷，肯定要去的。对了，咱们交换个手机号吧。盛唐想着以后都是邻居，肯定有要联系的时候。好，这是我的名片。袁泽家从西装内侧兜里掏出一张私人名片给盛唐。盛唐说好手机号给他打了过去，听到袁泽家的手机里流淌出一段悠扬的钢琴曲。袁泽家把盛唐的名字输入好，晃了下手机，笑着道：我记下了，什么时候有空了可以随时呼叫我给你做饭啊。那袁总可得好好准备着呀。正好电梯又到了，盛唐进了电梯一笑：我先下去了，再见。再见。盛唐买完水回来就跟郭曼说了刚刚见到袁泽家的事。曼姐，你说这人多有意思啊，堂堂一个大总裁居然天天自己买菜做饭，他还说要请我去他家吃饭呢，我想我肯定不能让他发现我是个吃货呀，所以我就没答应。
你还挺有自知之明的。郭曼也没料到袁总私下里会是这样的人，笑着道：嘿，这袁总还是个热爱生活的人啊，他是不是还是你的粉丝来着？郭曼想起了那天拍广告的时候，袁泽家好像这么说过，你现在和袁总是邻居，以后少不了要见面，他要是再邀请你一起吃饭，你也别拒绝。袁家虽然这几年不如以前了，但在商场上也是举足轻重的，咱们虽说不用上赶着巴结，但肯定要和袁总搞好关系。盛唐一脸追悔莫及道：哎呀，你不早说，早说我就答应去他家吃饭了，你不知道他做饭可好吃了。行了行了，后悔也没用，我马上就收拾完了，咱们一会儿就出去吃饭。盛唐见自己也帮不上忙，叼着酸奶吸管溜达到阳台上，俯瞰着小区的绿化，突然闻到一股若有似无的饭菜香气，勾得他吸了吸鼻子，深深闻了闻，香气好像是从隔壁阳台传过来的，一定是袁总做饭了。盛唐被这淡淡的食物香气勾得想起那天尝过的美味，恨不得顺着阳台爬过去。唐唐，你跑哪去了？去吃饭吧。盛唐听到郭曼喊他，从阳台走回来，一脸幽怨的看了郭曼一眼。你这什么表情？怎么了？郭曼被他看得打了个哆嗦，并没有看懂这是一个吃货对吃不到美食而产生的深深的怨念。盛唐摇摇头，没事，去吃饭吧。吃完饭，郭曼又帮盛唐把家里收拾了一下，走之前道：明天晚上有个慈善拍卖会，给你送了邀请函，你带着安宁出席吧。郭曼把邀请函从包里拿出来给盛唐，你得拿着东西过去义卖，你现在想想拿什么，我回头好送到主办方那里。这些慈善拍卖会大同小异，都是些富商用来明星，用来博新闻，增加民众好感度的。当然也有真的是本着献爱心的目的参与的，比如盛唐，以前这些活动公司还会让他参加，这几年他已经不需要这样博人气了，基本上都是只出钱不出人的。但现在不同，现在他要尽可能的带公司的艺人出镜，更得和那些投资商、赞助商、金主爸爸们打好关系。盛唐扫了一眼邀请函，主办方是一个商业大亨，每年都会举办这么一次慈善拍卖会，倒是办得很有名气了。把邀请函随手扔到茶几上，盛唐摸摸耳朵道：那你把我那副黑曜石的耳钉拿去吧。耳洞还是盛唐刚出道的时候流行非主流装扮的时候打的呢，因为发炎长上了一个，现在还剩一个耳洞。行，郭曼把盛唐那副耳钉找出来，那我明天就不过来了，你别乱吃东西，我让营养师专门给你做了养胃餐，丹乐会给你送过来。郭曼现在手底下还带着2个明星，不能事事跟在盛唐身边。曼姐，你考不考虑改行去喂猪？啊！郭曼一开始没反应过来，愣了一下，笑骂道：臭小子，我还不是为你好。行行行，你放心吧，我就在家乖乖躺着，等着投喂。盛唐笑道：你让我出去，我还不想出去呢。你别整天窝在家里看小说打游戏，你也锻炼一下身体，家里又不是没有健身器材。郭曼知道盛唐没工作时死宅的个性，掀开盛唐的针织衫，指着他的肚皮道：你看你腹肌都快没影了，男女授受不亲，曼姐你再这样，我喊非礼了。盛唐把衣服从郭曼手里夺下来，捂着小腹，小媳妇似的控诉郭曼。郭曼哼笑一声：老娘什么没见过，还非礼你？再说对你来说不应该是男男授受不亲吗？行了，不闹了，我回去了。路上小心。袁氏集团总裁办公室，冯文斌大爷似的坐在袁泽家办公室沙发上，和给他送茶水女秘书聊闲。女秘书不理他那茶，保持着微笑倒好茶就离开了。袁泽家头也不抬道：你家破产了，让你闲得往我这跑。有我爸在想，破产都难，这不我爸说我不务正业，哪都比不上你，整天你看你表哥怎么样，我就上你这来学习了吗？听了冯文斌的话，袁泽家神色微变，也不接话了。冯文斌喝了口茶道：我爸这人嘴上说和你们断绝关系，其实心里早就不怪我姑了，他就是气我姑心狠，说断绝关系，这么多年真就不回家了。我姑吧脾气又倔，这么多年也没服个软，我爸没有台阶下，他又抹不开面子，
主动找我姑。袁泽家道：我知道，我妈也早就后悔了，但她性躁。过了片刻，袁泽家才道：估计我们在国外这几年，她也早就想清楚了，过段时间她回国会去找舅舅的。袁泽家关上电脑起身，走吧，我这都下班了，别在我这赖着了。你要回家吗？那我去你那蹭饭。冯文斌是打定主意跟着袁泽家了。袁泽家边走边问：到底怎么回事啊？还不是我爸？你说我爸整天想什么呢？现在居然要给我相亲，我用得着相亲吗？想和我在一起的人至少能排成一个连了吧？袁泽家笑道：就是你整天这么不着调舅舅才想让你相亲啊。你要是正儿八经的谈恋爱，舅舅也不会被你逼成这样了。冯文斌举手投降：你就别再念我了，反正我是要在你这儿避难了。冯文斌跟着袁泽家回了他的住处，出电梯的时候，一只手搭在袁泽家的肩膀上，说了句：老头哪天把我逼急了，我就去搞基。单乐给盛堂送晚饭，走的时候盛堂出门送了一下，单乐进了电梯，盛堂刚想回去，就看见袁泽家和一个男人举止亲密的从电梯里出来，那个手搭在袁泽家身上的男人还说什么搞基。盛堂顿时看他们的眼神都变了。哦豁，原来袁总也是 gay 啊，没有女朋友，但是有男朋友啊。想着这样的场面打招呼好像有点尴尬，盛堂正想趁两人还没看见他的时候假装没看见转身就走，结果就听见后面的人喊：哎，你不是那谁，那个影帝。冯文斌很喜欢盛堂的电影，一眼就认出了盛堂，一激动反倒忘了盛堂的名字。盛堂。袁泽家替冯文斌说出了盛堂的名字，这下盛堂不能再假装没看见了，转身打招呼道：袁总回来了，这是你朋友？刚下班，这是我表弟。袁泽家看人很是厉害，看盛堂落在他和冯文斌的眼神，显然是误会了他和冯文斌的关系，这可得解释清楚。冯文斌道：盛影帝，我是你的粉丝，你的电影我都看过，能合个照吗？好啊。盛堂面带微笑，心道这两人不愧是表兄弟，都是见到偶像却叫不出名字，而这个偶像还都是他，这样的粉丝真不是伪粉吗？盛堂的伪粉冯文斌蹭完饭就被真爱粉袁泽家扫地出门了，给出的理由是怕你表嫂误会。冯文斌摸不着头脑，误会？误会什么？最重要的是我哪来的表嫂？但冯文斌是何其聪明的人，话一说完就想明白了，他和他表哥两个大男人住一起能引起什么误会？再说知道他来这儿的只有在门口遇见的盛影帝，再加上他表哥那天在看盛影帝的电影，答案呼之欲出。表哥，我表嫂是盛影帝。虽然推测是如此，但冯文斌还是不确信，语气很是怀疑。不然呢？袁泽家语气淡然的将人关到门外。还不然呢？冯文斌盯着门板惊诧不已。袁泽家在冯文斌心里的印象是有些古板的一个人，不抽烟喝酒玩女人，自律的没人性，都快30了还是个童子身，他还经常拿着打趣他。哪成想他这表哥不动心则已，一动心就玩这么劲爆的，他玩得开都没碰过男人，他表哥这么个古板的人居然喜欢上一个男人。盛堂晚上窝在家里把没看完的一本小说看完，没找到其他好看的小说，觉得有些无聊，早早就上床睡觉了，第二天一大早就醒了。大早上的盯着天花板，莫名开始思考人生，发现自己现在是老板了，但生活怎么好像和以前没什么大区别啊？公司的事好像都分配好了，各司其职，再加上他身边有郭曼，他真成一个甩手掌柜了。对比一下整天忙得脚不沾地的曼姐，他这日子过得真是太闲余了。也许是睡眠太好，导致早上精力太过旺盛，盛堂涌起一股干劲，觉得自己窝在家里简直是浪费生命，虚度光阴，疼得翻身起床准备去公司。把自己收拾了收拾，又简单吃了个早饭，盛堂从地下车库开出被自己冷落了好久的爱车，兴致勃勃地向公司进发。然而在剧组拍戏太久，没有开过车的盛堂忘了有早高峰这个小妖精的存在，10分钟后盛堂的勃勃兴致就被堵车弄得数值飙降，
看着长长的车龙，盛唐百无聊赖的坐在车里，开始思考自己到底为什么想不开，好好的休息时间非要去公司。汽车一辆紧跟着一辆往前挪动，现在就算想掉头回去都没办法，盛唐也只能跟着挪动。挪动到一个红绿灯的时候，偏偏挪过去就红灯了，盛唐顿觉人生无望。一辆山地自行车见缝插针的骑了过来，出现在盛唐的余光里，停着盛唐的车边等红灯。盛唐觉得自己这豪车现在还不如个自行车呢，偏头看了一眼，盛唐顿时心绪繁杂。盛唐降下车窗，跟旁边骑山地车的人打招呼：“袁总，这要巧又遇到了。”没错，骑山地车的正是袁泽嘉。袁总这是？刚刚他没仔细看，现在才发现这个品牌的山地车是他去年代言过的，价格不菲，看袁泽嘉这辆价钱应该都能抵得上一辆豪车了。去上班能遇到盛唐，显然让袁泽嘉很高兴，笑意看得出是发自真心的。袁总都是骑自行车去上班的吗？这袁总还真是不走寻常路啊，骑自行车上班，这是总裁该走的套路吗？从住处到公司也就5分钟车程，赶上堵车还不如骑自行车快呢，而且这样还能锻炼身体，节能减排。袁泽嘉解释的一脸认真。看看自己现在的惨状，盛唐觉得袁总的做法确定很是明智。盛唐预促道：“确实比开车方便多了，我在这堵了好久了。”袁泽嘉开玩笑道：“要不我载你？你这山地车连个后座都没有，我坐哪啊？”袁泽嘉笑笑：“这一段路比较容易堵车，过了这个红绿灯，路况就好多了。”是吗？我刚搬到这边来，还不是很清楚这边的交通情况。滴滴，后面的车发出2声刺耳的鸣笛声，红灯已经变绿灯了。盛唐发动车子，袁泽嘉也长腿一蹬，骑车向前，两人分开汇入车流。果然如袁泽嘉所说，过了这个路口就没再堵车。刚刚和袁泽嘉聊了一会儿天，也让他被堵车积攒出的烦躁情绪消散了。盛唐心情愉悦的开着车，觉得下次见到袁总在小区广场上打太极，他或许都不会惊讶了。脑补了一下袁泽嘉混在晨练的老头老太太中间打太极的画面，哈，不行，太好笑了。盛唐把车停到公司的底下车库，慢悠悠的走进工作室，转了一圈没看见郭曼，问了个人说是裴桃雪去试镜了。演员不同其他行业，艺人不是在外拍戏录节目，就是跑通告，很少待在公司。加上盛唐的工作室签下的艺人并不多，因而盛唐在公司里只看见了一个在做形体训练的艺人。盛哥，额头上挂着汗的百里叶一眼瞥到了站在门口的盛唐，兴高采烈的跑过去打招呼。累了吧？休息一会儿。盛唐笑着把搭在架子上的毛巾递给他。谢谢盛哥，没事，不累的。百里叶爽朗一笑，露出一口小白牙，接过毛巾擦了把脸上的汗，望着盛唐的眼神亮晶晶的。他是盛唐的小迷弟，梦想着有一天能成为盛唐这样出色的演员。戏拍完了？盛唐问。昨天我的戏份刚杀青，下星期进组拍，双刃刚回来也不在家休息2天。不用，睡一晚上就休息过来了。双刃有2幕要裸上身的戏，导演说我的身板有点薄，要多锻炼肌肉。百里叶比了个健美先生的姿势。盛唐又和百里叶聊了几句就走了，回头见青年又投入了训练。盛唐的目光带着赞许，现在的小鲜肉真正能吃苦的不多，像百里叶这样努力上进的人，在他的公司又不缺资源，假以时日必成大器。盛唐在公司转了一圈，发现公司里的人各司其职，根本没用得着他的地方。想想过几天建新开拍后，他肯定忙得脚不沾地，现在不好好享受难得的假期，居然跑公司来。盛唐越想越觉得自己今天早上脑抽了。在公司磨蹭到快中午，盛唐才想起来郭曼还吩咐了善乐中午给他送营养餐，营养餐低盐低油，寡淡无味，虽然养生，但着实称不上好吃。盛唐想起那几乎都一个味道的饭菜，眉头皱了皱，给善乐打了个电话说中午不用给他送饭了，他和朋友一起吃饭。盛唐挂了电话，琢磨着中午去哪吃饭，一个人吃饭说起来还怪可怜的。
盛唐想了想，拨通了好基友钟宇的电话，有空吗？一起去吃个饭。那边停顿了1秒才道，好啊，你还在公司吗？我去接你。听到对方声音的盛唐却是一脸卧槽的表情，这声音不是钟宇细腻的声线，而是低沉又有磁性的声音。盛唐赶忙把手机从耳边放下，手机屏一亮，果然显示的是袁泽佳。袁泽佳和钟宇的名字首字母是连着的，他打错电话了。盛唐抓了抓头发，那边袁泽佳都答应了，他现在要是说打错电话了，就太不给人家面子了。盛唐只能报了工作室的地址。哎，你不是骑山地车去上班的吗？盛唐说完就想起来这事儿，刚安了后座，可以载人了。袁泽佳笑出声。袁泽佳随即又道，开玩笑的，公司有停着其他车，你稍等一下，我很快就到。盛唐挂了电话才想起来，他开车过来的，不用袁泽佳特地过来接他。袁泽佳那边，冯文斌一大早就跑到他办公室，弄明白情况后，冯文斌对自己没有过任何情感的经历的表哥能搞定在鱼龙混杂的娱乐圈里突出重围的盛影帝深表怀疑。自诩情场老手的冯文斌开始出谋划策，教袁泽佳怎么把盛影帝拐回家。明星都会在微博上发一些生活动态的，你关注他的微博了没？对，说到动态，你得加他的微信，你光有他的手机号不行，电话短信那都是有正事才会用到的，微信不一样，没事也能闲聊啊。每天给他发个早安晚安或者天气预报什么的。袁泽佳手机铃声响了，看到来电显示是唐唐，袁泽佳有些意料之外。滔滔不绝的冯文斌见他表哥接起电话，笑得跟谈恋爱的小青年似的，就猜到了电话是谁来的，靠近想听一听呢，袁泽佳就挂了。袁泽佳挂了电话，拿起西装外套，大踏步往外走。被完全忽视的冯文斌忙道，干嘛去啊？接你表嫂回家吃饭。袁泽佳心情大好道。冯文斌觉得牙有点疼，叫你多管闲事，给狗粮塞牙了吧。自己对表哥搞不定盛影帝的担心完全是多余了。他表哥虽然没谈过恋爱，但不是没智商啊。从小到大他们一起玩耍的小伙伴，哪个没被他表哥坑过？他该担心他偶像才是。接到了盛唐，袁泽佳问，你想吃什么？还能点菜的吗？盛唐笑问，今天是专门为你做饭，当然要让你满意啊。盛唐笑着道，万一我点的菜园总不会做，那袁总可就要丢面子了。没事，你点吧，要是真不会的话，那我就学会了，以后做给你吃。袁泽佳声音中带着淡淡的笑意，像是宠溺般。盛唐觉得自己好像被聊到了。算了，还是你做什么我吃什么吧，我不挑的。盛唐笑的狡黠，选择权给你，你肯定会做自己最拿手的，那肯定就是最好吃的了。袁泽佳认同道，好像的确如此。那你有没有什么不喜欢吃或者过敏的食物吗？不喜欢冬瓜，倒是没有过敏的食物，我胃不太好，不能吃太辛辣刺激的东西，不过偶尔吃一点也是可以的。好像很好养的样子。袁泽佳道。盛唐哈哈一笑，你下午还要去上班吧，不用做太丰盛，耽误你时间就不好了。没事，不耽误，再说董事长偶尔旷工也没人敢说什么。正好到了住处，袁泽佳把车停在小区超市门口，要去买菜。盛唐听他说这话，给了他一个眼神，淡淡道，好好体会一下我这个累死累活靠演戏吃饭的艺术工作者对你们资本家羡慕嫉妒恨的眼神。盛唐还不忘自夸一番，以高尚的艺术工作者的身份，深刻表达了对袁董的阶级歧视。袁泽佳一笑，那你这么想，董事长旷工也是为了给你做饭啊？盛唐这么一想，顿时有了一种和袁泽佳身份对调了的感觉，一种奴役了万人之上的董事长的舒爽感。盛唐心情大好，我没买过菜，在车里等你啊。话还没说完，袁泽佳就亲身附在了他的身上，两个人的身体将触未触，过近的距离让盛唐呼吸一滞，要说的话中断在嘴边。袁泽佳把盛唐的安全带解开，很快直起身子，整个过程不到1秒，跟我一起去吧。好。盛唐晕晕乎乎的跟着袁泽佳进了超市。
进了超市，盛唐才完全冷静下来。刚刚还以为袁总要亲自己呢，真是看小说看傻了。盛唐心里的小人拍了拍自己的脑袋，不过也不能全怪他。刚刚袁泽家的动作确实是有些不正常，他又不是女士，而且这种算得上是对亲密的人才会做的动作了吧。盛唐想到这，不由得打量着正认真挑四季豆的袁泽家。怎么了？袁泽家感受到落在身上的视线，回头问盛唐。没事。盛唐摇摇头，我都不会挑菜。袁泽家温和一笑道，这种事家里有一个会的就行，我会就不会饿着你。转而又挑了2个土豆。盛唐觉得袁泽家这话像是在聊他，但看袁泽家自然的神色，又觉得是自己多想了。那你买菜，我先去那边买点东西。盛唐随时指了指身后的货架，快步离开。袁泽家看着像是落荒而逃的盛唐，眼底笑意加深。出超市的时候，2人一人提着一袋子零食，一人提着一袋食材。袁泽家道，这么大了还吃零食？吃零食和年龄有什么关系？竟然说他年龄大了。盛唐有些气不顺，可他确实年龄不小了。袁泽家见盛唐有些沮丧，伸手在他头顶揉了一把，低头问，生气了？我也没说你什么啊。也没什么生不生气的。盛唐抬手挥开袁泽家的手，你肯定是妒忌我比你帅，想把我发型弄乱。袁泽家一笑转了话题，听说现在的年轻人平时都是用微信聊天的，我加一下你的微信吧。盛唐让袁泽家扫他的微信2维码，现在的年轻人都是用企鹅号的，只有我们这些老年人才用微信。袁泽家好像隐隐知道了，盛唐刚刚好像是嫌他说他年龄了，没想到他这么在意这个，那他还比盛唐大2岁呢，会不会因为年龄被嫌弃啊？袁总第一次觉得自己好像是个老男人了。盛唐先回自己家把零食放了回去，把傻黑甜的食物准备好，又换了身休闲一些的衣服，背着傻黑甜去外面打野时。袁泽家给他留了门，盛唐进去站在门口打量了一下，袁泽家家里装修的简单大气，很符合他本人给人的感觉。盛唐在厨房里找到了系着围裙摘菜的袁泽家。高大的男人系着围裙在厨房里认真摘菜的画面，对盛唐的视觉冲击力还是不小的。袁泽家把西装外套脱了，上身穿着白衬衫，衣袖挽到肘部，露出的小臂能看到流畅的肌肉线条，即便身上挂着并不美观的围裙，也丝毫不显窘迫之态，反倒是系在腰间的细绳将衬衣收束起来，非常明显的暴露出袁泽家宽肩窄腰的身材优势。他的手背上能看出微微突出于皮肤表面的暗青色血管，修长骨感的手指麻利的将手中的四季豆掐头去尾。按袁泽家的身份，明明应该是个享受优渥生活、信奉君子远庖厨的大少爷，可偏偏这人做起这样的事来也是得心应手。有什么我能干的活吗？盛唐走进厨房，先说好，我不会做饭，也不会切菜。那你把这个弄了吧，像我这样。袁泽家给他演示了一遍，然后把手边盛四季豆的小盆推给盛唐。这个我可以。袁泽家拿起洗好的土豆，几下把皮削掉，开始下刀切。他下刀很快，刀与案板相碰，发出连贯的咚咚咚的声响。盛唐看得既崇拜又惊心，怕他这么快的动作，万一切到手。银色的刀具在他手里像是有了灵性般，袁泽家很快将土豆切成粗细均匀的条块状。袁泽家将切好的土豆条放到一边的碗里，动作间很是帅气潇洒。盛唐一个在娱乐圈里看惯了美色的人，一时竟有些犯花痴了。都说认真工作的男人最有魅力，明明是认真做饭的男人更有魅力。过了一会儿，盛唐把他能做的都做完了，剩下的技能只有袁大厨才点亮了。袁泽家道：你可以出去看电影，厨房油烟大。没事，我在这看着，看看能不能偷师学艺。盛唐为了不碍着袁泽家，暴毙站在厨房门口。袁泽家尖着鸡翅道：哪用得着学啊？你什么时候想吃就过来啊，天天过来都没问题。盛唐只当他随口一说，也没当真，而是看着煎锅里飘散出香味的鸡翅道：好香啊。
半个小时后，盛唐把做好的菜从厨房端到餐厅，一道道菜色都是诱人无比，盛唐都恨不得上手了。唐唐，你拿筷子了没？厨房里盛玉米排骨汤的袁泽家喊道。盛唐拿盘子的手一抖，把手里的培根金针菇卷放到饭桌上，快步走进厨房。没拿呢，你刚刚叫我什么？唐唐啊，你的粉丝不都这么叫吗？袁泽家端着玉米排骨汤转身走出厨房，一脸的理所当然。盛唐拿了筷子也出去，那他们还叫我陛下呢。那陛下请用膳。袁泽家从善如流，还煞有介事道：陛下还用小的给您布菜吗？布菜不都是太监干的活吗？盛唐也跟他开玩笑，视线下移到袁泽家双腿间的某处，一脸促狭。说完又觉得和还不算很熟的人开这种玩笑有些不礼貌。盛唐转移话题道：快吃饭吧，你做的菜好香啊，我口水都快流出来了。布菜嫔妃也会做的。袁泽家笑着看了他一眼。盛唐，他这是反被调戏了一把。不过美食在前，香味直往鼻子里钻，盛唐也无心多想。桌上四菜一汤，红烧鸡翅色泽金黄，收好的粘稠汤汁包裹在翅中表层，显得鸡翅光亮诱人。汤汁浓郁鲜甜，鸡肉滑嫩入味。虽然表面看起来亮亮的，但是一点也不油腻，因为放了冰糖和米酒，吃起来清新爽口，还带着淡淡的酒味。做之前用油煎了一下，所以外皮还有点烤肉的感觉，配着颗粒晶莹饱满的白米饭，很是下饭。金秋时节，蟹肉肥美，正是吃螃蟹的好时候。蒸大闸蟹时，袁泽家加入大量的姜片来综合螃蟹的寒性，掰开蟹盖，露出金黄色的蟹黄。盛唐用小勺挖出来，又挤出蟹腿里的肉，蘸了蘸调好的料汁送入口中，美味的蟹肉让盛唐眼睛一亮。袁泽家调蘸料的时候，他没仔细看，也不知袁泽家是怎么调的，比他以前用的海鲜汁味道好太多。而培根金针菇卷中，培根咸咸的香，金针菇淡淡的甜交织在一起，金针菇嚼起来还有一股韧劲。四季豆炖土豆则是黄绿搭配，莹润光泽的四季豆看着就让人有食欲，土豆条软软的味道也不错。盛唐吃了几口菜才喝排骨汤，清亮浅黄的玉米排骨汤上几叶碧绿的香菜点缀其间，排骨被炖得软烂，轻轻一咬就离骨了，没有过多调料的影响，排骨是最原始的鲜香。玉米用的是甜糯玉米，带着其特有的清香，啃一口糯中微甜。因为只是在汤里撒了很少的盐，所以喝一口汤，先是觉得鲜甜十足，细品又有点淡淡的咸味。一开始盛唐还放不下偶像包袱，很注意形象的细嚼慢咽，后来完全被美食俘虏了。偶像包袱是什么吗？能吃吗？不能，果断扔。虽说是扔掉偶像包袱，但良好的素养使然，盛唐的吃相依旧很优雅，只是桌上的饭菜却在快速减少。盛唐下注如飞，桌上的每一样都好吃的差点咬舌头。因为是刚做出来的，比上次袁泽家给他带过的有些微凉的饭菜更好吃一些。看在袁泽家眼里，盛唐就像是一只想吃又不敢吃的小猫，先是试探着嗅一嗅舔一舔，很快就放松戒备，快速又不失优雅的进食，还会高兴的咕噜咕噜叫。因为是两个人吃饭，所以袁泽家每道菜的分量做的并不多，两个人刚刚好消灭光，当然有一大部分都是盛影帝的功劳。袁泽家见盛唐好像有些意犹未尽，问道：吃饱了吗？菜做的好像有点少了。盛唐悠悠的看了袁泽家一眼，你的意思是说，没想到我这么能吃吗？一大堆骨头都在自己这边呢，罪证确凿，他都不好意思说自己吃的少。袁泽家被盛唐的表情逗笑，没有，多吃点好，你太瘦了，对身体不好。吃的有点撑，我以前没这么能吃的，主要是你厨艺太棒了。盛唐觉得自己的形象还能再抢救一下，以后他都没脸说傻黑田看到吃的就掉智商了，他家傻儿子原来是随了他。袁泽家又问了一遍，真的不考虑以后过来和我一起吃饭吗？
我自己一个人吃饭，有时候感觉还挺孤单的。要是袁泽家在饭前这么说，盛唐肯定不会随便答应一个跟他才见过几面的邻居这样的请求。可是现在他的味蕾已经完全被俘获了，好吗？要不是实在太撑了他，还能小吃100盘。盛唐无意识的伸出舌头舔了舔嘴唇，品出淡淡的咸甜味，回味着刚刚的美味。盛唐的舌头很有自己的主意，动了动说：“好啊。”看着盛唐的粉色的舌尖扫过那莹润的唇瓣，又很快收回，袁泽家眸光一暗。盛唐说完就觉得自己也太不客气了点，开口补救：“还是不了吧，偶尔来你这蹭饭还说得过去，天天过来就太麻烦了。”盛唐恨自己没出息，连拒绝都是给自己留了余地。可是真不能怪他，实在是袁泽家做饭太好吃了嘛。盛唐又为自己辩白。许是刚刚吃饱喝足，盛唐对外界的戒备很低，纠结的表情显在脸上。袁泽家看他一副自我斗争的模样，忍住想捏一捏他脸的冲动道：“我自己每天也是要做饭，多一个人没什么的。有人喜欢自己做的食物，比做食物的过程更让人愉悦。有个人陪吃饭，其实是件很幸福的事吧？特别是那个人是自己喜欢的人。”袁泽家心里默默加了句。袁泽家说到最后，神色明显的暗淡下来，倒让盛唐产生了一种如果自己不在他家吃饭才是不对的感觉。浑然不知袁总的演技也是能秒杀娱乐圈一堆明星的。照他这么说来，自己过来蹭饭倒是助人为乐。盛唐给自己找好了理由，最终屈服于口舌之欲。你不嫌我麻烦我就过来。怎么会嫌你麻烦呢？袁泽家又笑了。盛唐心跳快了几分。该死，又是那种饱含着宠溺的笑，因为笑意而弯起来的眼睛满是真诚。现在的粉丝都这么聊偶像的吗？别这么宠溺的看我啊！你知不知道你男神我是个快30还没交过男朋友，更没有性生活的饥渴老给啊！你这样我会把持不住的。吃饭吃到一半时，袁泽家可能是有点热了，把领口的扣子解开了2颗，刚好能露出一点锁骨。盛唐刚刚的注意力都被美食吸引了，现在一想到性生活这个词，像打开了什么神奇的开关似的，瞄着袁泽家若隐若现的好看锁骨，以前看过的小黄文一下子都涌了出来。里面表演各种高难度动作的男主角还自动换成了袁泽家的他自己。快别想了！然而想象这种事，越是给自己说不要想不要想，越是会不由自主的在脑子里浮现出来。盛唐觉得他脑内的这个车速太快了，还是刹车坏了的那种。盛唐现在无比庆幸一个人不能看出另一个人的思想。这时袁泽家问道：“晚上还过来吗？”盛唐瞳孔一缩：“晚上过来干什么？”他是在暗示什么吗？现在满脑子黄色废料的盛唐听到这句话，第一反应就是约炮请求。还好脑子里还有一点空间没被占领。盛唐摆摆手道：“晚上不了，晚上我还有事。”其实根本没事啊，不过我得冷静冷静。饱暖思淫欲，古人诚不欺我。那明天早上呢？要不我做好早饭喊你？袁泽家一脸期待的问。这种表情出现在袁泽家这种高大英俊的男人脸上，杀伤力简直倍增，再加上恳切的语气，盛唐根本都没办法拒绝。好。回到家，盛唐感觉他对对面的邻居产生了好感。邻居长得英俊，身价不菲，相当符合自己嫁入豪门的目标，而且做饭好吃，简直不能更加分。就目前来看，性格也不错。买菜对自带环保布袋，上班骑山地车，一点都不骄奢淫逸，不能更会过日子了。盛唐忘了2点，袁先生一辆山地车可是一辆豪车的价，而且他不知道袁先生是一个看偶像直播疯狂刷礼物的人。后来盛唐才发现，他家袁先生一点都不会过日子，花起钱来特别符合一个霸总该有的套路。而现在盛唐越想越觉得这人身上全是优点。唉，粉丝把我当男神，我却想草他。不对，我却想被他草。盛影对进行了深刻的自我反思和检讨，最终决定再观察观察，如果袁泽家真的是他的菜，那还等什么？赶快下手，
将人拐回家呀。这么的好的男人还不上，等着孤独终老吗？对于恨嫁多年的圣影帝来说，一旦有了这种念头，便像秋季荒野间燃起的星星之火，遇到了一股干燥的秋风，再也遏制不住燎原之势。盛唐心冲冲的打电话告诉郭曼，他以后有固定饭友了。曼姐，你说他是不是也对我有意思啊？不能只是对偶像的喜欢吧？郭曼听了盛唐跟他说的他和袁泽家的相处，心道就你个二傻子才相信人家真是因为是你的粉丝才给你做饭呢。现在给你做饭，最终目的肯定是吃你，是吧？是吧？盛唐追问。肯定是。还没等郭曼回他，盛唐就自己肯定了。是，喜欢你。行了吧？那袁总看着像是个正经过日子的人，应该不会是胡来的人。不过知人知面不知心，他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咱们也不清楚。你想跟他发展，我也不反对，但一定要注意保护好自己，特别是别拍一些尺度大的照片。你是演员，和他在一起，一个不慎，受伤害的肯定是你。你也不是小孩了，我相信自己可以处理好。郭曼既是高兴又是担心。曼姐，我懂的。盛唐也知道自己这么个完全暴露在聚光灯下的身份，能给他带来多大荣耀，也能给他带来多大伤害。那个感情不到一定程度，还是不要发生太亲密的关系为好。我指的是什么，你懂吧？郭曼像担心自家闺女被外面的小男生骗了似的叮嘱道。嗨，曼姐，我在你眼里就那么饥渴吗？盛唐无奈。那还用说吗？说的跟整天嚷嚷着要把自己嫁出去的人不是你似的。郭曼翻了个白眼，想想盛唐也看不见。那我不就是说说吗？盛唐雨洁，你放心吧，肯定不会的。第一次有了恋爱目标的处男老给双眼放光，兴奋的看攻略类型的耽美小说，看到半夜2点才睡觉。第二天一早就被门铃吵醒，盛唐还正是困倦的时候，迷迷糊糊还以为是郭曼过来了，穿着睡衣爬起来去开门。傻黑田在他脚底下摇着尾巴走哪根啊？盛唐还要分出心来看着脚底下，免得踩到他，完全忘了昨天袁泽家说过要喊他吃早饭。眯着眼打开门，看到袁泽家的时候，盛唐脑子里觉得有什么不对劲，反应了2秒才清醒过来。袁总你进。袁泽家看他顶着被睡得凌乱的头发，还有一小簇呆毛高高翘起，再加上盛唐一副没睡醒的迷糊样，实在是可爱到不行。袁泽家被会心一击，没忍住伸手揉了揉他的乱发，还没起床。昨天睡得有点晚，你先坐，我去刷牙。盛唐进了浴室，一照镜子才发现自己现在这副不修边幅的死宅男样。盛唐暗悔不已，这还没开始有所行动呢，就被未来可能的追求对象看到自己这副邋遢样，被嫌弃了，可怎么办？出师未捷身先死啊！啊呀！盛唐烦躁的揉了揉自己的脸，手感细腻光滑。还好他皮肤好，睡了一晚上也没出油。盛唐心里稍稍安慰了一下。想起袁泽家还在外面等着，盛唐赶紧洗脸刷牙，把自己凌乱的头发打理好。盛唐急匆匆的把自己搞定，怕袁泽家等得不耐烦了。出来的时候就见袁泽家正逗着傻黑田玩呢，而傻黑田则一脸呆萌的拿头蹭袁泽家的掌心，样子傻到没眼看，真的就是被卖人了也不知道。盛唐简直没眼看他家傻狗。我好了，去吃饭吧。衣服不用换吗？盛唐一低头，自己还穿着一身睡衣呢。刚刚还想着换衣服呢，结果刷完牙就给忘了，怕耽误袁泽家的时间，急急忙忙就出来了。睡衣上印着明皇 Q 萌版小皇帝，小皇帝正是他本人的 Q 版，是庆祝他出道10周年，工作室专门定制了一批微博抽送给他的粉丝的，他觉得挺好看的，就留了一件。盛唐抬头，一脸呆滞的将目光由自己身上转向袁泽家，觉得今天的自己蠢出新高度。再等我2分钟。盛唐转身要去换衣服，袁泽家拉住他的手，算了，又不是出门，在家里随意就好，而且睡衣很可爱，
袁泽家脸上挂着笑，把盛唐往外面拉，再不走饭就凉了。在家里随意就好。盛唐脑子里全是这句话，心突然就暖了。嘿嘿，刚刚他说我可爱。盛唐心里美滋滋，虽然说的是睡衣，可睡衣上印的是他。盛唐不知道的是，袁泽家作为他真正的真爱粉，家里也有一件这款睡衣。要不要带上这个小家伙？袁泽家指了指傻黑田。盛唐看了看还剩几粒狗粮的狗粮盆道，不用，他吃过狗粮了。傻黑田每天早上醒得很早，一醒来就饿得哼哼。盛唐那个点还起不来，就用宠物自动喂养器在5点的时候定了时。每天早上傻黑田都会自己去吃东西，今天显然也已经吃过了。早饭是蒸的什锦蛋卷，切成丁的马蹄、木耳、胡萝卜、葱花和瘦肉馅混合在一起，用摊的薄薄的鸡蛋皮卷着。蒸完后被袁泽家切成寿司样的小块，整齐的码放在淡青色的瓷盘里。蛋皮的黄，蛋卷切面露出的胡萝卜丁的橙红，葱花的翠绿和盘子的青，几种颜色混在一起，相得益彰，视觉上就给人以享受，看得让人很有食欲。真好吃。盛唐咬了一口，咽下去感叹道：你真的好厉害啊！是不是以后和你一起吃饭，每天都会有惊喜啊？蛋卷表面软软的，带着一点点韧劲，而木耳和马蹄丁嚼起来脆脆的。胡萝卜它虽然不怎么爱吃，但好在只放了一点点，吃起来只会感觉到一丝淡淡的甜。配上鲜榨的橙汁，酸中带甜，正好解了蛋皮和肉馅的微腻。你喜欢就好，我会做的。袁泽家停顿了片刻道：至少能让你惊喜1个月吧。盛唐双眼放光，一脸崇拜，仿佛透过袁泽家看到了无数美食在陈列在他面前。吃完饭出门的时候，袁泽家问盛唐：你今天还去公司吗？不了，这几天都没工作的。你骑车路上小心。中午等我回来做饭。好呀。拜拜。盛唐小声应了声，等袁泽家进了电梯才回自己家，关上门，背靠在门上。盛唐把脸埋在手心里，少男心泛滥，刚刚怎么这么像老婆送老公去上班呢？脚下傻黑田围着盛唐转圈圈，还嗅着鼻子，漆黑的大眼睛望着盛唐，仿佛在问：你是不是背着我偷吃了什么好吃的？让盛唐有一种背着自己儿子自己去外面享福，留儿子在家啃窝窝头，还被抓得现行的罪恶感。乖，你再吃一阵子狗粮，等爸爸给你再找个爸，就有人照顾咱们爷俩了。中午，盛唐的味蕾再一次得到了极大的满足。晚上，袁泽家盛唐两人刚好都有晚宴要参加，没能一起吃饭。慈善拍卖会分成2个部分，先是自助晚宴，是明星名流们觥筹交错的时间，之后才开始义卖。盛唐要携工作室的艺人安宁出席，提前就去了工作室，同安宁会合后一起赴宴。两人卡着时间，不算早也不算晚的到达晚宴场地，还没下车，就有记者认出来是盛唐工作室的车围了上来。盛唐透过车窗看向外面，入场处铺着红毯，断断续续的有明星、企业家入场。红毯两边挤着不少挤着长枪短炮拍个不停，为第2天的新闻卯足了劲，一时间快要比明星走红毯还要热闹了。正进入会场的一个女明星，为了能被记者多拍几张照，增加以下曝光度，走一步停2秒。突然有记者离开，跑去围上刚到的一辆车，其他记者看看眼前的明星实在没什么爆点和热度，也跟着上去看看能不能拍到什么。一时间只剩了几个记者，女明星脸色顿时就不好了，心有不甘的回头看到底来的什么大人物。正在这时，车门打开，盛唐和安宁一前一后的从车里出来。盛唐一身蓝色西装，淡然沉稳，安宁则是大波浪长发，配一身暗红色礼服，美艳如火。两人站在一起，赏心悦目。抢先拍到两人并肩入场的记者赶紧把图片传给主编，明天的头版有了，盛影帝力捧工作室新人，携安宁现身慈善晚会。安宁其实算不上新人，只是以前在的公司给的资源不好，演过几个不怎么讨喜的配角，一直不火，但演技是被大家认可的。
这种人只要给他一个机会，肯定能一飞冲天。入场的那个女演员看清来人，知道自己是没有希望了，咬牙加快脚步进了宴会厅。两人进了场，从路过的侍者托盘中拿了杯香槟。盛唐和那些制作人、导演寒暄，把安宁介绍给他们。安宁名字起的淑女，其实是御姐性格，撑得起大场面，在众多名导面前一点不露怯，反而和他们详谈甚欢，言谈举止间带着该有的敬意，但又绝不会让人感觉是刻意讨好谄媚，让不少记住了这个成熟自信的女演员。盛唐更深觉自己当初花高价挖人的决定是无比正确的。盛唐站的位置是面向门口的，抬头间看到了一人。盛唐借着喝酒掩住嘴角的笑意，他和袁泽家怕真是有缘分了，这不又见面了。入口处身姿英挺的男人不正是袁泽家？袁泽家一进来就朝他这边走来，盛唐不确定袁泽家是不是认出人群中的他了，直到袁泽家走近了，盛唐确定这人是一眼就看见他了。郭导师培。盛唐朝试图劝说他出演自己新片的一个导演歉意一笑，迎上袁泽家。袁泽家先开口道：没想到我们居然是来同一个地方。袁总这次不是来看偶像的吗？盛唐想起袁泽家在他拍广告的时候探班的事，调侃道：这不就来看偶像了？袁泽家知道他指的什么，便一瞬不瞬地盯着盛唐。哈哈！盛唐笑出声：你怎么一眼就认出我了？这边这么多人，因为是你啊！这真不是在聊我，这要还不叫聊什么叫？袁泽家很快又道：因为是你，偶像的光芒将他们全都遮盖了，所以眼里只能看见你了。盛唐舒了一口气，要真是这么明聊他，还真招架不住。还好是开玩笑，可感觉又有点失落。不过袁泽家说话时一直认真看着他，让他感觉一点都不像开玩笑，真的就是他说的那句眼里只能看见你了。彤彤这是谁啊？两个画着精致妆容的女人端着香槟正聊天聊得开心，其中一个看到于彤挽着一个男人的手臂过来，两人举止亲密。女人推了推同伴，在他们到跟前时笑意盈盈地问道：莹莹，你们也过来了呀？给你们介绍一下，这是我男朋友袁立辉。于彤高兴地把袁立辉介绍给他们，浑身散发着这少女的虚荣。立辉，这是我朋友。于彤占有欲很强，不想让自己男朋友和他们交往过密，连对方叫什么都没说。你们好。袁立辉在于彤的注视下只是淡淡说了这么一句，视线很快又回到于彤身上，丝毫没表现出对美女的过多的注意。袁立辉一偏头看到了正和盛唐站在一起的袁泽家，眼底的恨意一闪而过，垂眼对于彤道：我看到大哥也来了，彤彤陪我去和大哥打个招呼吧。好，那莹莹你们聊，我们先去那边。于彤笑得温柔，很满意刚刚男朋友只在意她的表现，这让她感觉自己是深深被爱着的，也让她的虚荣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等于彤走了，两个女人中一个鹅蛋脸的说：哼，也不知道那傻女人看上他什么了，圈里哪个人不知道袁家这个私生子风流成性，风评很差，更何况还得不到家主的承认。圆脸的女人一脸嘲讽道：一个从小缺爱的女人遇到一个曾经风流成性却独独为她收了心，只宠她一个的男人，可不就动了心了吗？还真把自己当小说女主了。鹅蛋脸的女人很是不屑，一转头看到了袁立辉两人的去向，推了推同伴：那个就是袁家大少嘛，长得很帅啊，成熟又有能力的男人，是我喜欢的类型。瞧你花痴的，人家可是袁氏新任的董事长，还不一定能看得上你呢。圆脸女人虽然这么说，可目光也是盯上了袁泽家的方向。大哥，回国了怎么也不回家看看啊？父亲可是很想你呢。袁立辉被烟酒浸的嘶哑的嗓音在袁泽家、盛唐两人身侧响起，打破了两人之间的奇妙氛围。袁泽家眉头略微皱了皱，很快平复下来，但和他站得很近的盛唐很明显的感受到他周身的气场发生了改变，变得冷漠疏离又强大。我只有一个弟弟，叫袁泽瑞。袁泽家看也没看袁立辉一眼，
冷声道：“立辉好心和你打招呼，你这人怎么能这样说话呢？”袁立辉还没说什么，站在他旁边挽着他手臂的女人倒先替他鸣不平了：“彤彤别生气，大哥不喜欢是应该的，不怪大哥。”袁立辉哄着身边的女人。盛唐看了那男人一眼，面相阴柔刻薄，和袁泽家没有半分相像。曼姐知道他有意和袁泽家交往后，找人打听来了一下袁家的情况，看来眼前这人就是袁泽家同父异母的私生子弟弟了。好像当年袁泽家出国也是因为袁立辉母子，一脸酒色之相，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人，还欺负我男人。盛唐把袁泽家划到自己地盘里，看到这个让袁泽家讨厌的人，也生不起半点好感，而且觉得对方惺惺作态的演技简直差到没眼看，也不知道那个女人是眼睛瞎成什么样才能和这么个男人在一起。泽家，盛唐一喊出这个称呼就斯巴达了，刚刚满脑子是袁泽家，一个不留神就喊出了这么亲密的称呼。袁泽家显然因为盛唐的这个称呼情绪好转不少，至少对着盛唐依旧是原来的温和表情。不就是叫了名字吗？有什么大不了的？我们都一起吃过3顿，加上拍广告那次一起吃过4顿饭的人了，叫个亲密的名字怎么了？袁泽家还喊我堂堂呢。盛唐很快做好自我开解，指了指自助餐台：“没什么，我刚刚看到服务员新添了布丁，要不要去尝尝？”对待想给自己加戏的野鸡，最好的办法就是无视他，气死他。想吃？两人一问一答的朝自助餐台走去。他们叫于彤的女人气急败坏，不顾礼仪的指着把他们当空气的两人的背影。袁立辉看着周围看向他们的各色目光，再看看此刻自己毫无形象的女朋友，咬牙忍住心中的火气和对女人的厌恶，低声下气的劝哄：“宝贝不气，我知道有宝贝心疼我就够了。”盛唐两人拿了一些食物坐到角落吃东西，但一直有人前来和袁泽家攀谈，盛唐也不好若无旁人的吃。等到人走后，袁泽家道：“我去那边问候郎总，这里的食物都是冷食，你胃不好，少吃一点，要是饿的话，晚上回去我给你做宵夜。”为了场面上看上去更高雅华贵，宴会办的是冷餐会，然而现在已经入秋了，冷餐会其实是有些不合时宜的。不过这种宴会上一般也不会有人真的是来吃东西的。盛唐开心于他只提过一次，袁泽家就记住了他胃不好。盛唐其实也不是很想吃东西，刚刚只是为了不想让那两个惹人厌的在袁泽家面前乱晃悠。看着不远处应付自如的安宁，袁泽家刚想端起酒杯走向人群，冯文斌就坐在了他旁边，把手里刚拿过来的布丁往盛唐面前一推，很是自来熟道：“你吃的那个焦糖布丁不好吃，尝尝这个芒果的。”冯文斌道：“不记得我了？刚刚和你在一起的袁泽家是我表哥，咱们前2天还见过的。”盛唐道：“记得，只是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是，上次见面匆忙，都没来得及自我介绍。我叫冯文斌。盛唐客气道：“冯先生好。”叫这么见外干什么？你叫我名字就行，反正以后都是一家人。是你太不见外了吧？盛唐心道。冯文斌人际交往能力很强，很会找共同话题，让人觉得和他一起聊天是一件很愉快轻松的事。盛唐和他聊了没多久，就感觉两人像是认识了多年的老友。刚刚看表哥在这儿，你和我表哥关系很好啊？冯文斌绕了一圈，终于问到真正想问的话题上来。关系还可以吧，我们认识没多久，他不是刚回国吗？这你应该比我清楚吧？是。冯文斌笑了2声，我这么问是因为昨天中午他去接你吃饭吗？那个时候我刚好在他办公室。我还好奇呢，谁这么大面子让他亲自去接？问了一句，他说是你，没想到你们关系这么好啊。冯文斌注意观察着盛唐的表情，你是不知道，我表哥他可是不轻易给外人做饭，我都是好久才能吃上一顿。你这说的和我认识的是一个人吗？盛唐心想，你表哥明明是我敢不答应让他做饭，他就敢哭好不好？
盛唐转念一想，或许袁泽家是单单对他这样，那这是不是说明他对袁泽家来说是很不同的？盛唐想到这儿，心里美滋滋，面色却是一点不显，道：是吗？可能我是他的偶像吧，才能有幸让袁总亲自下厨。说真的，袁总厨艺是真好。他还说他表哥怎么这么快就能把人拐回家吃饭了，原来是找的这种借口。冯文彬心里暗笑，可惜没能从盛唐表情中看出什么，估计是盛影帝对他表哥还只是当成普通朋友呢。看来他表哥的追妻之路还长着呢。即便是个情场老手的冯文彬，也一时没有想到盛唐影帝的头衔可不是白得的，怎么会和情窦初开小姑娘一样，听到有人喜欢自己就喜形于色呢？即便是情窦初开，盛影帝还是你盛影帝。当然除了面对袁泽家的时候，也不怪冯文彬没想到，毕竟袁泽家和盛唐两人认识的时间还太短，他想不到盛影帝同样盯上了袁泽家也纯属正常。说到袁泽家的厨艺，冯文彬也是交口称赞。袁总条件这么好，连厨艺都这么棒的人居然还没结婚，真是不可思议。肯定有不少女孩追他吧。不光冯文彬会试探，盛唐也假装正好提到，说了这么一句：他有情感洁癖，估计不遇到他认为对的人是不会尝试谈恋爱的。冯文彬说道，这暧昧一笑，所以他到现在还最后两个字冯文彬没有说出声，只是比了个口型。盛唐一口酒呛住，低头闷声咳了两声，借机把拳头放在嘴边，掩饰住自己没能压下的笑容。原来袁先生和他一样啊。虽然即便袁泽家以前有过感情经历，他也不会介意，可这种自己的伴侣只和自己在一起过，他的所有感情都是给了你，真的让人不能不开心啊。盛唐更加大了拿下袁泽家的决心。可是有一点不好，小说上都说和没有情感经历的人第一次都会很疼的，万一袁先生技术不好，那受罪的可是他。看来以后和袁泽家确定恋爱关系后，还要和袁先生一起进行某种知识技能的学习。盛影帝在这短暂的咳嗽时间里快速思考了许多，做出这么个决定，可以说是非常有未雨绸缪意识了。和男朋友一起看小黄文什么的，想想真是又羞耻又吃鸡啊。会不会看着看着就嘿嘿嘿？盛唐死命用拳头压住嘴边，又咳嗽了两声，凭着高超的演技让自己一秒变正经脸。再次抬起头时，盛唐脸上微红，是脑补了一些和谐画面造成的，而冯文彬没觉察什么异样，还以为是刚刚呛得。没过多久，拍卖会就开始了。在拍卖会之前，宴会厅最前面就有一个大屏幕在轮环播放着今晚竞拍品的信息。来宾们分坐到圆桌区，因为已经和那些导演、制作人打完了招呼，盛唐也没必要一直和那些人在一起，所以坐的时候冯文彬拉他也就带着安宁和冯文彬、袁泽家坐了一桌。他们那一桌除了他和安宁，还有两个演员，其中一位是个老牌影后，盛唐还和他合作过一部戏，关系不错，另一位也是认识的，因而倒也会尴尬。拍卖师大声的念出每件拍品的介绍、纪念意义及价格。50万，50万还有人加吗？58号55万，107号107号80万。举牌一次加价是5万，也可以直接喊价。107号直接出价80万，还有人加价吗？没有了吗？好，80万。这款纯手工制作的真皮钱包归这位先生了，谢谢您的爱心奉献。拍卖师和主持人配合着喊价，带的全场气氛很是热烈，不停的有人举牌。拍卖到一款国际著名设计师设计制作的红宝石项链时，盛唐发现袁立辉似乎很感兴趣，不，应该说是和他一起来的那个女人很喜欢，而袁立辉为了讨美人欢心，不停举牌。盛唐眼睛一亮，嘴角勾起笑意，举起一直没动的号码牌，加入竞拍的行列。65万，左手边的美女出价65万。袁立辉再次举牌，70万。盛唐这时举牌，80万。93号90万。100万。28号直接加到100万。还有人加吗？
袁立辉举着28号的号码牌，得意的望了一圈，很满意的看到没人在竞价。但很快最开始竞价的那位女士显然也很是相中这款珠宝，犹豫片刻又举了牌。105万。93号美女又举牌了。长那么丑还和我抢东西。被娇惯坏了的于彤扭头狠狠的朝举牌的美女那边看了一眼，直接举起了袁立辉刚刚放下的号码牌。110万。110万。袁立辉皱了皱眉，但在于彤转过脸来前很快恢复笑脸。93号的美女显然放弃了，没有再举牌。盛唐却又再次举起牌，直接报给旁边的工作人员说120万。工作人员传给拍卖师，拍卖师声音洪亮的喊：至尊非裔红宝石项链已经拍到了120万。48号还加吗？彤彤，要不我们别。袁立辉有些吃不住这个价格了。袁立辉虽然面上是进了袁家家门的袁家少爷，但袁家真正掌权的袁老爷子并不愿意承认他，可他也真的有失他们袁家的种。袁老爷子做了一定的妥协，让袁立辉进公司担任一个并没有太大权力的经理，让他在袁家吃穿不愁，过着富家公子的生活，但想要更多是再不可能的。虽然袁金业会经常给自己这个小儿子不菲的生活费，但架不住袁立辉经常和一些狐朋狗友聚在一起喝酒飙车，吃喝嫖赌，哪样不是花钱厉害的，所以他根本没有太多积蓄。本来为了讨于彤欢心，他说好了要送给他一件拍品的，没想到一个起价50万的项链居然能被喊到120万。于彤虽然任性，但在袁立辉面前还是除了常常耍小女人脾气，还是很善解人意的，也觉得花这个价不值得，正想放弃，结果回头看了一眼举牌的盛唐，盛唐对着他一笑，他在挑衅我。于彤的像是被点着的火药桶，气得不行。从没受过委屈的他，在盛唐这里一连2次受挫，这口气他哪里忍得下去，冲袁立辉喊道：再加价。完全没看到袁立辉眼底对他一言而过的厌恶。其实刚刚盛唐并没有做什么情绪明显的动作，因为在座的明星很多，说不定你做个什么不雅的动作就会被拍到，而以那些八卦小报信口瞎编的编辑能力，明天就能让你上头条。但在入场时就被盛唐惹了一肚子气的于彤看来，刚刚盛唐对他那一笑明显就是对他的嘲笑和挑衅啊。袁立辉紧紧握着拳头，告诉自己要忍耐。要不是于彤有个有权有势的爷爷，袁立辉早就受够了他颐指气使的公主脾气。袁立辉也看到了和他们竞价的是和袁泽家坐一起的盛唐，一时间心里的火气更旺。他绝对不能在他那个完全不把他放在眼里的大哥面前认输。袁立辉再次举牌。冯文斌低声跟盛唐说，这个项链虽然是名家制作，但顶多也就值80万，再加价就不值了。其实这是慈善拍卖会，所拍的善款都是要捐赠出去的，不存在值不值一说。冯文斌也清楚这一点，可还是这么说了，因为最重要的不是价格，而是这盛影帝买女士项链要送谁啊？也不知道他表哥现在心里什么滋味。这么想着，冯文斌身子向前倾，偏头隔着盛唐看了他表哥一眼，却惊见他表哥正笑得开心。盛唐也笑着道：没事。冯文斌瞬间就明白怎么回事了，再看他表哥的脸，就怎么看怎么碍眼了。呵呵，有老婆疼很了不起啊，被老婆宠着不觉得丢脸吗？还别说，这盛影帝腹黑起来和他表哥还真不愧是两口子。看盛影帝这么替他表哥出气，冯文斌不想说，他还真有点羡慕。有一个人哪怕知道你足够强大，但还是会无条件护着你。冯文斌现在有些摸不准盛唐对袁泽家到底是什么态度了，真的只是朋友间的仗义相助。盛唐还想再次举牌，但袁泽家按住了他的手，对盛唐微不可察的摇了摇头。盛唐没有料到袁立辉这么草包，有些不解，但还是听话的没有再举牌。不过盛唐很快从上台领拍品的袁立辉强颜欢笑的表情中明白过来，袁泽家不让盛唐再加价，自然不是要对袁立辉手下留情，而是他清楚袁立辉真的拿不出更多的钱来了。盛唐要是再加价，最后袁立辉很可能会哄着那个女人放弃竞拍。
既然堂堂想要为他出气，他自然乐意配合，也肯定不能让堂堂期待看到的场景落空。虽然他一向更乐于一出手就能让对手元气大伤，甚至致命，但袁立辉显然还配不上对手这个称呼，给他家堂堂玩玩还是不错的。袁泽嘉按着他的手拿开后，盛唐觉得自己手背上仿佛还残余着刚刚那温热干燥的触感，不自觉地用另一只手按在了自己的手背上。之后，盛唐拍下来一幅国画大师的作品，他的那副耳钉也以65万的高价被他的一位粉丝拍得。而袁泽嘉和冯文彬并没有举过牌，他们是最后直接以企业的名义捐了款。晚会结束后，盛唐刚回到家就收到了袁泽嘉发过来的微信。袁泽嘉，堂堂过来吃宵夜吗？微笑消息后面还加了一个系统自带的微笑表情。盛唐看着这个黄色的微笑小表情，联想到袁泽嘉一贯的微笑，突然就戳中了他自己诡异的萌点。盛唐快速回道：吃。袁泽嘉，好。微笑。盛唐敲了敲袁泽嘉家的门，袁泽嘉很快把门打开，盛唐一进去就闻到了煎鸡蛋的香味。太晚了，就简单下了点面条。袁泽嘉边盛面边道：鸡蛋面吗？盛唐走近了，要接过袁泽嘉手中的面碗。对，端过去吧，小心烫。袁泽嘉把碗给盛唐，又给自己盛了一碗。银白的面条上盖着一层金黄的煎鸡蛋，还有一小把碧绿的青菜。盛唐把碗端到餐桌上，等袁泽嘉也端着碗过来后才动筷。普普通通的鸡蛋面是最简单的家常味道，盛唐吃着吃着就想起了他还上高中的时候。他高中学习离家近，所以一直是走读生，16、17岁的年纪正是能吃能长的时候，每天晚自习放学回家，母亲都会给他下一碗鸡蛋面。他总是会把书包一扔，呼呼吃面，而母亲会在旁边等他吃完再去把碗刷了。盛唐回忆着曾经那些再寻常不过的画面，眼里有些湿润。盛唐抬头看向袁泽嘉在灯光下线条优美的侧脸，他能期待这个人以后会给他一个家吗？许是感受到了盛唐突然低沉下来的情绪，袁泽嘉也刚好向盛唐看去，两人四目相对，尽管盛唐很快低下头去，袁泽嘉还是清楚地看到了盛唐的眼眶里被灯光折射的格外银亮的水泽。袁泽嘉眉头一皱：唐唐，怎么了？声音里满是不容忽视的关心。潜意识里认为，一个能用心做出美味食物的人，内心也一定是温柔的。盛唐对袁泽嘉的戒备一直很低，也不瞒他，但并不是很想让袁泽嘉看见他此刻一定很狼狈的表情，于是低着头道，声音闷闷道：没事，就是想我妈了。袁泽嘉看过盛唐的个人资料，是知道他的家庭情况的。袁泽嘉推开座椅，抽了2张抽纸，走到盛唐旁边半蹲下来，给他擦了擦眼泪。袁泽嘉这个角度，仰着头刚好可以看到盛唐双眼红红噙着泪隐忍的模样，见不得盛唐这么委屈可怜。袁泽嘉站起身，不由分说的将盛唐抱住，盛唐的头刚好靠在他的腰间。感受到盛唐的身体突然变得僵硬，袁泽嘉右手轻拍着他的后背，带着抚慰的兴致：给你个抱抱，不用忍着，想哭就哭吧，我不笑话你。或许是袁泽嘉的语气太过温柔，也许是怀抱太过温暖，也或许是人在晚上情绪更加敏感，盛唐的神经突然就脆弱的不像话，像是在外面受了委屈的孩子，自己一个人的时候再难受都能拼命忍着，可一旦见到能依靠的那个人时，顿时所有的委屈都涌了出来。原本只是有一点伤感的盛唐，被袁泽嘉抱在怀里，10年来一个人在娱乐圈摸爬滚打积攒下来的委屈心酸全部爆发出来。盛唐只是在最初被袁泽嘉抱住时浑身一震，听到袁泽嘉温柔的声音后，感受着他坚实有力的臂膀牢牢抱着自己，像是找到了一个避风的港湾。视线中只剩袁泽嘉的腰间一小块白色的衣料，盛唐看不到其他，就仿佛也没人能看到自己，压抑着的眼泪再也忍不住夺眶而出。眼泪很快就浸湿了袁泽嘉的衬衫，感受着腰间温热的水意，袁泽嘉心疼的不行，一手拍着盛唐的肩背，一手顺着他的头发，无声安慰。在汹涌的杂乱情绪影响下，眼泪一旦涌出便收不住了。
盛唐哭了半天才堪堪止住。袁泽家怕他再伤心，边温柔的给他擦弄得满脸都是的眼泪，边故意逗他，都这么大人了还哭鼻子。盛唐哭完了才觉得脸上挂不住了，羞恼的从袁泽家手里夺过纸巾，胡乱的在脸上擦了几下，哼哼道：你说过不笑话我的。不笑话你。袁泽家见他又有活力了才放心，慢点擦，都擦红了。袁泽家说着又抽了张纸巾，按下盛唐没轻没重的手，轻柔的把他脸上残留的一点水意擦干净。盛唐呆呆的任袁泽家动作，脸上轻微又柔软的触感像是从脸上传到了他心里，痒痒的。时间不早了，我先回去了。盛唐结结巴巴的说了这么一句，逃跑般从袁泽家家里快速走出去。袁泽家看着盛唐慌乱离开的背影，再低头看自己湿的能拧出水的衬衫，脑海里浮现出那个原本已经渐渐模糊，现在又变得无比清晰的灿烂笑容，胸腔里满是酸涩的心疼。原来那个笑容如此阳光的青年也会有这么脆弱的时候。要是他能早点和堂堂再次相遇多好，那样堂堂就不会一个人承受那么多了。盛唐也没想到自己居然会情绪如此失控的抱着袁泽家毫无形象的大哭。他其实是个很缺乏安全感的人，很少在外人面前暴露自己的情绪，而和袁泽家在一起的时候，他会很安心很放松，会有些傻愣愣的毫无防备。看来袁泽家在他心里的重量比他自己以为的还要多啊。刚刚光顾着哭了，现在回想起来，袁总的身材真的很好啊，贴在他身上能感受出腹肌分明的轮廓。盛唐回想着自己刚刚和袁泽家抱了那么久，后知后觉的脸红心跳起来。刚刚袁泽家对他很温柔啊，还主动抱他，虽然是安慰性质的，那也是抱了他啊。盛唐激动的在床上滚来滚去，妄图趁盛唐不注意蒙混上床的傻黑田在床边转悠了好几圈，最后蹲在地上一脸担忧的看着盛唐，主人不是疯了吧？因为这一场毫无预兆的失控，虽然第二天盛唐在见到袁泽家的时候有点尴尬，但很快盛唐在袁泽家面前就更放得开了，因为最丢脸的一面都被对方看到了，也不再刻意去维护偶像形象。两人之间的相处倒是更亲密自然许多。盛影帝越来越心安理得的在袁总家蹭吃蹭喝，当然最主要的还是要借吃撩汉。盛唐争取到了买菜权，但菜也是袁泽家挑的，他就只负责付账。你说咱们这样像不像夫妻俩？妻子买菜，丈夫付钱。盛唐付完钱从超市出来的时候，突然有这么一种感觉，拿话来试探袁泽家，看他什么反应。袁泽家意味不明的看着盛唐也不说话，只是脸上带着淡淡的笑意。最后看得盛唐偏过头去，都不好意思的和他对视了。盛唐又在家待了2天，两人之间还没什么进展呢，就要去建新剧组了。同行的助理除了善乐，郭曼又给他加了个叫田苗苗的女生。盛唐本来就是有2个助理的，另一个半个月前因为怀孕辞职了，田苗苗是新招的助理，一个活泼开朗的小姑娘。因为是要赶一早的飞机，盛唐提前1天就和袁泽家说好了，也不用再道别。盛唐正在房间里检查证件是不是带齐了，就听到了门铃声。提前和善乐一起过来的田苗苗很积极的跑去开门。盛哥，有个大帅哥找你。很快田苗苗欢快的声音传来，下一客人就来到盛唐眼前。哥，好帅的。田苗苗一脸花痴。泽家。盛唐见来人是袁泽家。这是朋友以前送给我的专治跌打损伤的药酒，比外边卖的效果要好，突然想到你拍戏或许会磕着碰着，就给你送过来了。袁泽家把手里棕褐色的小瓶给盛唐。盛唐接过来看了看，谢了。客气什么，一路顺风。还是要小心些，别让自己受伤，第一次不希望自己送的东西被用到。我会注意的。袁泽家很快就回去了，盛唐他们也出了门赶去机场。一路上盛唐光看着田苗苗变脸了，小姑娘初入社会，表情都写在脸上，而且面部表情还特别丰富，一会儿这样一会那样，跟一个人演默剧似的，偏偏他自己还不自知。
刚出门时，小姑娘盯着盛唐，一脸兴奋，双眼贼亮，比早上进门第一次看到他时还要激动。盛唐都被看得有点发毛，心道这是什么毛病？曼姐怎么着的助理？没过多久，田喵喵就变成了一会儿看一眼盛唐欲言又止的样子。盛唐觉得这姑娘给他当助理真是屈才了，好好培养就是喜剧演员的料啊。盛唐心情很好的逗小新人，想什么呢？一个劲看我。没，盛哥，我什么都没想。田喵喵赶紧摆手，还此地无银300两的遮掩。你现在还是实习期吧。盛唐垂眼看着自己的指甲，架势特别像个心狠手辣的大反派，还是一个回答不对就分分钟灭你口的那种。是啊。田喵喵一开始没品出味来，反应了片刻，哀嚎一声，别。哥，我招。乖。盛唐抬头一笑，嗨，果然还是小新人斗起来好玩。再看一眼坐在副驾驶上一脸过来人，表情冷眼旁观的善乐，盛唐心情更好。田喵喵被盛唐的盛世美颜晃了下神，哥，你真帅。不行，我不能说，说了你肯定会开除我的。田喵喵这么一说，盛唐倒是真好奇了。没事，你说，我保证不开除你。可你要是不说，那我还是说吧。田喵喵吞吞吐吐半天，终于说出口，我是腐女妈，刚刚在歪歪你和送你东西的那个帅哥。哥，你别打我。田喵喵说完赶紧捂脸，又分开2个手指头，偷偷观察盛唐的表情。盛唐好像知道田喵喵是怎么被录用的了，可怜曼姐一片苦心了。可这个智商真的没问题吗？不应该啊。看盛唐好像没什么反应，田喵喵自言自语道：盛哥，你知道腐女是什么吧？知道。盛唐还是没有任何应该出现的反应，就跟他问的是吃了没这样寻常的问题似的。过了一会儿，田喵喵又紧张又期待的问：哥，您是那个同志吗？盛唐一笑，张嘴要回答，田喵喵一脸期待。你猜？盛唐淡淡道：盛哥。田喵喵愤怒：你欺骗我感情。到达片场的时候已经是下午了，盛唐一行人就住进了剧组安排好的酒店。晚上，盛唐和袁泽佳微信聊天。袁泽佳，我关注了你的微博，发现评论好多人说要给你打 call， 你的手机号泄露了吗？盛唐看了笑出声，想问袁泽佳一句，袁先生，你们公司都不通网的吗？又觉得袁泽佳很可能连这句话也不会懂，或许还会一本正经的告诉他他们公司有网。从和袁泽佳的聊天中，盛唐发现这人很少用社交软件，对现在的网络流行语一窍不通，表情包都不会用。可能一方面是刚回国的原因，一方面就是这人性格使然了。想到一个只会用到邮件工作的人，或许是专门为了他才学习使用微信、微博，盛唐心里就又甜又暖。袁泽佳对他肯定要比偶像的喜欢要多的吧？盛唐，不是，打 call 就是支持我的意思。微笑，盛唐被袁泽佳带的有时也加微笑表情。盛唐，你的微博名是什么？我也关注你一下。袁泽佳，就是我的名字。每天新关注盛唐的人太多了，盛唐只能搜索关注袁泽佳。搜索出的第一条就是带金 V 的袁泽佳。盛唐看了一下袁泽佳的个人信息，很是官方的简介，微博号的建立时间也很短，应该是下面的人给他认证开通的微博。这个微博的确是袁泽佳的秘书韩瑞申请的，一直也是秘书代为管理的，里面只有冷冷清清几天助理转发过的公司官方微博。虽然估计总裁不会用到这种大号微博，但一个优秀的秘书肯定什么都得准备好。没想到前几天袁总真的问他微博账号的事，韩瑞暗道还好他早有准备，及时献出了这个微博号。看过袁泽佳的微博信息，盛唐笑着编辑信息发过去，想看看袁泽佳怎么回复。盛唐，一个被下属开通用来面向大众的微博，却被他们董事长用来追星。袁泽佳，就追你一个。
盛唐对着手机屏幕笑成一个智障，被聊得一时不知道怎么回复才好。盛唐，不聊了，明天开机，我要早点睡觉。袁泽嘉，晚安，微笑。盛唐，晚安，微笑。本来还觉得有些搞笑的微笑表情，此刻看来心里却又暖又安心。盛唐脸上不自觉地做出了同款微笑表情，然后把手机放到一边，盖好被子，安稳睡去。第二天一早，盛唐就起床了，作为主演站在中间，和剧组的其他人一起上香拜关公，举行开机仪式。大多数导演都想要一个开门红的好彩头，建新的导演梁鹏显然也不例外。为了保证第一场戏一次过，梁导最先拍的盛唐的镜头。建新是修真背景设定，盛唐饰演的男主祝爵祖上本是一个显赫一方的大家族，但后来日渐没落，到了祝爵这一辈，祝家人的实力已经护不住传家的宝物。原本昭示着拥有者强大力量和地位的宝物，却给主人带来了血光之灾。祝家一夜之间被人满门屠杀。当天祝爵的一个表哥刚好来访，而祝爵在外面赌一夜未归，杀手将表哥错认成了祝爵，因而祝爵侥幸逃得一命。为了找一个能安身的地方，也为了有朝一日能为家人报仇，祝爵拜入修真大派怀仁门，一个纨绔子弟的人生就此全部改变。现在盛唐要拍的一幕，正是纨绔少爷祝爵在赌场胡混了一整夜，黎明之时打着哈欠回家，却惊见祝家全家76口被人屠杀殆尽的场景。盛唐化好妆，换上戏服，坐在旁边等副导演指挥演尸体的群演躺位时，又看了一遍这一幕的剧本。可以开始了。很快，副导演过来跟导演道。全场安静。导演拿着扬声器大声喊道：建新，一场一镜第一次 ，Action！ 监视器里，祝家后门外，衣着华贵的少爷满脸倦意的打着哈欠，尽显通宵赌博后的疲惫困倦。李婶杀鸡了，这么重的血腥味。走进后门的祝爵已经闻到了浓重的血腥味，皱着眉头自言自语的嘟囔了两句。浑然不知即将面对的怎样的人间地狱的祝爵，伸手推开早就吩咐小厮给他悄悄开了的后门。吱嘎，有些年头的木门发出刺耳的声音，祝爵却再没能像以往一样抱怨，因为眼前的这一切让他像是被一只无形的大手紧紧扼住了喉咙，甚至连尖叫声都发不出来。血！满目都是已经干涸的暗红色血迹，那些平日里恭恭敬敬喊他少爷的人，此刻全都没了声息，尸体杂乱的堆压在一起，有的人脸上甚至还保留着死前惊恐的惨状。颤抖的身体和紧缩的瞳孔足以表明，这个只知吃喝玩乐的纨绔子弟，第一次面对这种腥风血雨所受到了多么强烈冲击。爹娘！祝爵哆哆嗦嗦的跑进院子里，想要去找自己的父母，一路上几次腿软扑倒在满地的尸体上，吓得他崩溃大哭。卡过，等到盛唐大哭着冲进了院内，这一镜才算是拍完。怎么样？盛唐站起来揉了揉刚刚摔得有些发疼的膝盖，为了防止演尸体的群演被他扑的反射性动作，盛唐根本不能真的用力压在群演身上，只能自己用膝盖和手掌撑地来受力。很好，很好。第一次和盛唐合作的梁导喜不自禁，心里暗赞，盛唐的影帝之称实在是当之无愧。从一开始的震惊到眼睛干涩，根本哭都哭不出来，到第二次跌倒在地的突然崩溃大哭，盛唐的眼泪几乎是一瞬间就涌出来了，整个过程一气呵成。其实梁导不知道的是，刚刚那一下是盛唐刚好跪到了一个不显眼的小石子上，盛唐当即借着膝盖一瞬间的剧痛哭了出来。不过以盛唐的演技，就算没有那个意外，也是能很好完成刚才那一幕的。拍完这一幕，剧组里不少本来只是对盛唐慕名崇拜的工作人员，这回在真正目睹了盛唐的演技后，更加为之折服了。一个在上部戏里饱受某流量小鲜肉的辣眼睛、演技摧残的剧务，趁着拍摄间隙和同伴道：看看，这才叫演技，终于能洗洗眼了。上次那谁，真是让我都差点换个工作了。别乱说话。另一个性格谨慎一些的工作人员看了一圈周围，
确定没人注意他们才道，不过圣影帝这影帝可真是真材实料啊，人还低调，比那些得野鸡奖还到处宣扬的明星好的没边。怕什么？我又不是名人，说什么也没人在意的。那巨物不以为意的说了一句，但声音还是压低不少。一旁避风处坐在躺椅上戴着墨镜打游戏的梁然低骂一声：靠！老子弄不死你！手指使劲的按着手机屏幕，跟和手机有深仇大恨似的。一旁站着的助理看了一眼不远处围满了人的拍摄场地，又低头小心翼翼劝道：少爷，咱们也去观摩观摩圣影帝的演技呗。来之前芝姐还专门说了让你虚心学习。草，又死了！梁然猛地站起来，把墨镜一扯，连着手机一块暴躁的扔给助理。助理赶紧接好，可不能给摔坏了，万一一会儿梁然又想玩了，他拿不出来，这祖宗指不定又要再怎么折腾了。愣着干什么？不是去学习吗？走啊！梁然恶声恶气的朝人群走去。拽什么拽？还不是你有个好爹，有个好妈。助理心里暗骂了一句，又叹同人不同命，人家少爷的命就是能有少爷脾气，他一个助理就是任人指使差遣的命。梁然的确是有一对好父母，母亲是老牌影后赵芳芝，父亲是商业大鳄，可不就被宠成了一个少爷脾气。梁然本身也是一个新晋小鲜肉，演技在一帮流量鲜肉里算是可圈可点的，因为整天被他的粉丝大肆吹捧，梁然向来对自己的演技很是自信。说起梁然的粉丝，倒真和他们主子一样，横得不行，拿着梁然的演技到处和别的鲜肉比，一副谁都看不上的态度，惹得其他明星的粉丝整天和他们撕。然而梁然的粉丝就是精力旺盛，撕起架来一个顶三个，在娱乐圈里也算是出了名的。向来走到哪都是焦点的梁然，如今被人抢了风头，还要向这个抢他风头的人学习，自然是摆不出好脸来。梁然过来时，盛唐正拍到主角跪在父母的尸首前痛苦的场景。身着凌乱沾血衣衫的少年瘫坐在地上，泪痕满面，眼里掺杂着绝望、悲痛，还有无边的恐惧。那眼神梁然看了不禁起了一身鸡皮疙瘩，像是真的把他带入到了那种凄惨的绝境。明明心里已经佩服了，但梁然嘴上还是不服气的嘟囔了一句：有什么呀，哭得真丑。你能耐你哭一个看看。助理心中暗对，面上却小声劝着：少爷您小声点，离这么近，万一被圣影帝听见，你这戏还没开拍呢，要是被圣影帝记上一笔，以后人家想怎么不露声色的整治你不行。他家这老总家的傻儿子，说不定被人整了都看不出来。梁然虽然脾气不好，但有一点，绝不仗着家里的事欺压别人，他看谁不顺眼，直接就发作了，绝不会背后搞小动作给你使绊子什么的。这也是他的粉丝吹捧他的一点，给他强加耿直人设。盛唐的这一幕戏很快又是一遍过。盛唐准备去卸妆的时候，梁然的助理拉着梁然道：咱们去和圣影帝打个招呼。因为开机仪式选的吉时比较早，剧组里的人早上聚齐了就开始。梁然又不同于其他人是昨天就来这儿的，他是今天早上才赶到剧组的，所以一直都还没和盛唐打过招呼。盛老师您好，我是梁然的助理，以后还要拜托您多多关照。助理说着把梁然拉过来，叫盛哥。盛哥。梁然不情不愿的喊了声。梁然这孩子有点内向认生，盛老师您多担待。助理看梁然这敷衍的态度，不好意思的找了个拙劣的借口掩饰。盛唐看着眼前的青年一脸桀骜不驯，自然知道青年根本不是认生，倒像是对他抱着敌意。可如果他没记错的话，这应该是他第一次和这个叫梁然的见面吧，他也没做什么得罪人的事儿啊，真是莫名其妙。不过他倒是认识梁然的母亲，那天在慈善晚会上和他坐同一桌的赵影后就是。赵影后是知道自己儿子要和盛唐一起合作拍戏的，还专门拜托盛唐要多照顾照顾他呢。想到这，盛唐对梁然道：我看过你演的电视剧，很不错。梁然眼里飞快的闪过一丝亮光，偏过脸不去看盛唐，只是轻微的点了一下头。
盛唐看着原本还敌意满满的青年被他夸了一句就不好意思了，却还是要装出高傲的样子，心道现在的孩子都这么傲娇的吗？还是他家袁先生好，又稳重又温柔。盛唐和袁泽家一起吃了那么几天的饭，突然这么一分开，盛唐很快就想他了。这种想念在中午吃到剧组统一订的盒饭的时候尤为深刻，想的简直胃疼。唉，盛唐慢吞吞的扒着饭，吃一口叹一口气。盛哥您叹什么气啊？是不是盒饭不合口味？田苗苗吃的正香问道。我吃着还挺好的呀。盛唐偏头看了那丫头一眼，田苗苗又往嘴里塞了2口饭，然后盯着盛唐的盒饭，两眼放光，仿佛他要是说不好吃，那下一刻他就能给他都吃光。盛唐心里一紧，默默抱紧了自己的小饭盒。刚刚看田苗苗吃的那么香，盛唐再看自己面前的饭菜，觉得好像好吃不少，又夹了一筷子土豆丝进嘴，结果还是刚刚那个味道没变。盛唐戳着饭爱叹了一句：曾经沧海难为水。田苗苗吃饭之余不忘很给面子的吹嘘一把：盛哥好文采。跟在旁边的傻黑田抬头不明所以，但看到他们都说话，也跟着汪得叫了一声：盛哥，小黑都夸你呢，是吧小黑？田苗苗逗着傻黑田，傻黑田被托运过来，在盛唐拍戏的时候就跟在助理身边，半天不到，田苗苗和他关系已经很好了。盛唐一个白眼翻过去，突然觉得郭曼让田苗苗给他当助理，或许只是单纯的对他当初折腾他的报复。还是善乐比较靠谱的问了一句：盛哥要不要给你在酒店订餐？善乐觉得自己问了也是白问，依照盛哥的性格肯定不会同意的。以前盛哥在剧组的时候都是和他们一样的，从没搞过特殊待遇，今天的饭菜和以前吃的也差不多啊。盛哥今天这是怎么了？果然盛唐道：不用，快吃你的吧。盛唐说完自己也埋头吃饭。下午的时候，盛唐和梁然有一场对手戏，是盛唐饰演的主角发现和他一起拜入师门，一路相互扶持帮助的师兄，竟然就是杀害自己全家的凶手的儿子。梁然饰演的就是男2号师兄匪怀。唰的一声长剑出鞘，主角从没想过自己的剑锋有朝一日会对着这个和他关系最亲近的朋友。为什么？主角对着匪怀的双目赤红，满是被最亲近的人背叛的痛苦和不愿相信。主角情绪激动，剑尖只差1寸就要刺入匪怀的身体。我对着盛唐那双盛满了各种复杂情绪的双眼，梁然被震慑住了，竟然忘词了。卡！导演喊停，再来一次。梁然没想到自己一上来就 NG， 还是因为忘词这种低级原因。青年内心的傲气不容许他承认，其实造成忘词的根本原因是他被盛唐的演技秒到了。shit！ 梁然转身背对着盛唐，快步走了几步，低骂一声，居然在他看不上的人面前丢了面子，烦躁的想抓头发，可抬手碰到的却是梳理的整齐的假发，梁然更加烦躁了。1分钟后，梁导喊道：剑心第3场一镜，第2次 action。 为什么？主角声音不是盛怒的怒吼，而是裹挟着狂风暴雨般的低沉嘶哑。主角你先冷静一下，我真的不是有意瞒你。卡！梁导再次打断。梁然你眼神不对。痛苦呢？无奈呢？先停停，梁然你过来。梁导叫停工作人员，要和梁然再讲一下刚才那场的戏。梁导把梁然叫到跟前，匪怀被主角发现了真实身份，首先是慌乱，但慌乱不是主要的，最重要的是对自己无法挣脱的命运的痛苦无奈，因为家人的恶行对主角的愧疚，还要有一点释然，就是那种你隐藏了这么久的事，终于还是被他知道了的释然，懂吗？这个情绪要轻一点。梁然沉默的点头。行，你现在去想想。梁然看着导演向盛唐走去，低下头揣摩着属于匪怀的情感，想着该怎么演出来。其实他是能把握住这一段的，可一面对盛唐爆发出的情绪，梁然内心不服输的那股劲就上来了，展现出来的味道就变了。
梁导您坐。盛唐见梁兴运过来，礼貌的起身。不用，我都坐一天了，可得借机站会儿。梁兴运摆摆手道，你坐着歇会吧，今天你戏份挺重的。虽然梁导这么说，但盛唐不能真坐着让梁导低着头和他说话，于是和他一起站着道，您找我是？梁导朝梁然那看了一眼，我看梁然演过的电视剧，感觉他演技还算不错的，今天估计是和你对戏压力太大了，你也别嫌烦。梁导先安慰了一波才道，你一会儿演的时候先收着点，帮梁然把情绪带进去，别压他太狠了。有个演技好的影帝在组里是好事也不好，好就不用说了，这不好的地方就是影帝飙起戏来，要是找不到个旗鼓相当的对手，双方一对比，差距就大了。本来如果是两个演技一般的，观众可能还不会觉得怎么样，可要是高下立现的厉害，观众一眼就看出来了，他们可能不会夸赞演技好的，但肯定会嫌弃那个演技差的，到时候这个剧给人的感觉就差了，那有个影帝反倒是坏处了。盛唐入行这么多年，自然明白导演在顾虑什么，也能理解他是要为整部剧全面考量的。盛唐点点头道，行，我会注意的，那我先去找他对戏。好好。梁兴运乐呵呵的回道，虽然听业内人士对盛唐评价都很高，但终究没有亲自相处过，盛唐的戏好是有目共睹的，但实际上性格怎么样就不好说了，这方面他一直对盛唐是持保留态度的。如今见盛唐一点没介意他让他带梁然，还这么给他面子，梁兴运顿时对盛唐的好感度提升不少。正低头踢着地上石子的梁然被人在肩上拍了一下，转身看到来人是盛唐，身子顿时绷紧了。干什么？跟你对戏。盛唐说完又放低声音问道，我是哪招你了吗？怎么一看到他就这么排斥？盛唐并不是爱多管闲事的人，但这已经影响到电视剧的拍摄了，他就不能不问问了。梁然听到盛唐毫不掩饰的询问，脸色更不好了，但还是不说话。他也的确不知道说什么，因为原本就不关盛唐的事儿，是他自己不想承认的人确实比自己强，他心里不服气，一直自己给自己在较劲。见梁然不说话，盛唐也没耐心跟他进行心理沟通，直接道，不管你为什么看我不顺眼，但作为一个演员不能管理好自己的情绪，把个人情感带入到工作中，那就很失败了。如果你想赢我的话，单从这一点来说，你就已经失败了。盛唐故意语气很不屑，对付这种小少爷，耐心劝说，说不定还不如激将法来的管用。他也不怕得罪人，反正梁然的母亲是知道他的性格的，他也能看出来赵颖后的这个儿子或许是骄横了点，但根上肯定是不坏的。盛唐的一番话刚好戳到了梁然的痛点，梁然就是好胜心太强，却又比不过他才会这么烦躁的。梁然愤然道，怎么这么多废话，要对戏就快点。被盛唐这么一击，梁然果然调动起12分的心神到剧本人物上了。再次拍摄的时候，梁然摒弃杂念，告诉自己他就是匪怀，盛唐就是祝绝，是他的至交兄弟，又是宿命仇敌。你以为我为什么要拜入怀仁门？我比任何人都想离开那个污秽肮脏的地方，可我就是他的儿子，我能有什么办法？你告诉我，我有什么办法？一向性格温和沉稳的匪怀猛地挥开祝绝指向他的长剑，上前一步抓住祝绝的衣领，神色疯狂道，你知道我当初知道你是祝家人的时候我有多么痛苦吗？我多怕你知道我的身份，怕我们像现在这样刀剑相向。为什么？我也想问问老天爷为什么。匪怀说道，最后无力的放开抓着祝绝衣领的双手，仰天长啸。祝绝神色痛苦的动了动嘴角，最后什么都没说，拿着剑转身离开，镜头转向祝绝手中剑的剑士，那是匪怀在他事件大会获胜后送他的。卡过了。这次梁导很是满意，因为梁然爆发出的演技要比他以前还好不少。很不错。盛唐对梁然一笑道，用得着你说。本来还对自己这一场的发挥很是满意的梁然，被盛唐这么一说，顿时浑身都不对劲了。
像是你用尽全力和对方比试，而对方根本没把你当回事儿，最后还像哄小孩似的轻飘飘的给你说一句很不错。盛唐，我总要一天会超越你。梁然对着盛唐的背影发狠道。拭目以待。盛唐脚步不停，心里暗笑，傻孩子你还嫩着呢。本来乖乖蹲坐在田苗苗身边的傻黑田，一见盛唐过来，立马小跑着迎上去。傻黑田跟在盛唐身边3年了，早就习惯了跟着盛唐拍戏了。每次盛唐拍戏的时候，他都乖乖跟着助理，等盛唐过来找他的时候，就知道主人忙完了，可以和他玩了。今天盛唐的戏份已经拍完了，他也不用像新人一样留在片场观摩学习，就跟梁导说了声，直接牵着傻黑田回了住的酒店。回到酒店洗澡的时候，盛唐才注意到膝盖割到的一处皮肤已经青了。白天的时候早就没感觉了，现在轻轻按一下还是有点疼的。盛唐洗完澡坐在床上，把膝盖上青的那一块拿手机拍了下来，想发给袁泽家诉一下苦。转念一想，他现在和袁泽家也就是普通朋友关系，一个大男人这样做也未免太矫情了，于是打消了这个念头。盛唐拿着手机看着微信联系人名单里袁泽家没有任何消息发过来，有些纠结要不要主动发消息过去。太频繁的主动找人聊天会惹人烦吧，从没追过人的盛唐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可昨天是他先给我发的消息，那我今天给他发消息也算礼尚往来吧，要是太不主动，被袁泽家误会自己不想搭理他就不好了。唉，爱情真是个磨人的小妖精，盛唐内心叹息一声，最终还是抵不过想和袁泽家说话的冲动。盛唐点开了袁泽家那一栏，可还没等他打字，郭曼的电话就打了过来。喂，曼姐，唐唐，你看今天的微博了吗？看了，今天热门还有推送，全是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看得激发了我满腔爱国之情。别给我瞎扯，我是说今晚刚刚上热门的那条。不会是我吧？不是你的话，我闲得没事给你打电话，你就不能是打个爱心电话慰问一下你手底下努力工作的演员吗？没那个闲心。郭曼无情回道。你等等，我先看看。听郭曼语气不太好，盛唐也不闹了。盛唐赶紧打开微博，好吗？热门第一高高挂着盛唐贾静雯因戏生情，一共度良宵，还配了2张图，一张是翡翠里的路透照片，刚好是他和贾静雯两人拥抱的那一幕。第2张图光线很模糊，穿戴严密的一男一女并肩向酒店走去，女的能看出是贾静雯，而男的背影和模糊的侧脸很像他。微博底下骂女方不要脸炒作的有，借机黑他的也有理智分析情况的，甚至有人扒出贾静雯曾经是坐台小姐，一时间黑料不断，很是热闹。盛唐一看就知道是炒作了，娱乐圈里这种人在家中做锅从天上来的事情再常见不过了。反正是假的，盛唐相信以他工作团队的能力肯定能解决，也就不担心了。曼姐，我看完了，照片里不是我今天就在剧组拍戏，可老实了。知道不是你，我找你是问问你这是怎么解决，肯定不能任由他发展下去，这对你的形象很不利。你今天举行开机仪式了吧？你问问梁导能不能把开机仪式的照片发出来，这样就能证明你人是在片场的，那个男人根本不可能是你。要是梁导不同意，我们再想别的办法。这个电视剧前段时间已经发过定妆照了，梁导为了吊足观众的胃口，并不想让热度消耗的太过，所以打算除了最后上映之前的大力宣传，就不再进行任何宣传了。这点盛唐也是知道的。盛唐想了想道，曼姐，这事儿不用问梁导了，我有办法。盛唐直接把刚刚想发给袁泽家的那种照片发到了微博上，还配了一张他以前存的傻黑田表情可怜兮兮的照片。盛唐 V 拍戏跪在地上，然后被石头硌了，求安慰。最关键的是，微博显示的定位是影视基地的位置，很好的证明了他确实不可能是和贾静雯在一起的男人。盛唐微博一出，
聚集在热门微博底下的粉丝都跑到了盛唐微博下面。盛唐这个微博在澄清绯闻的同时，很好的转移了粉丝的注意力，比原先郭曼出的那个明显是刻意澄清的微博还要好些。曼姐，这事是贾静雯自己做的吧？盛唐想想，估计又是一个自导自演蹭热度的。应该是他即将有一部网剧要上映，男主比他还没名气，他要想获得关注度，只能炒真导的电影和蹭你的热度了。郭曼冷冷道。曼姐，盛唐还没说什么就被郭曼打断了。你也不用为他求情，个人有个人的命，这种自作聪明的人，就算你给他这次机会，他也不一定能出人头地。而且咱们不能没有任何应对，那样的话，今天有贾静雯，明天就要张静薇、李静薇，别人还以为咱们好欺负呢。有样学样的话，你的形象还要不要？盛唐并不反感别人蹭他热度，这在娱乐圈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可贾静雯这次做的实在有些过分了。挂了电话，盛唐心情复杂的叹了口气，把傻黑田抱在怀里揉了揉脑袋。没过多久，工作室就查出这出戏果然是贾静雯自己策划的，连所谓的路透照都是他早就准备好了的。贾静雯本身是个18线小明星，能出演甄虹导演的《翡翠》，完全是甄导觉得他符合能角色。而甄导的电影一向保持神秘性，很少提前爆出演员阵容和剧情，没有曝光，那电影上映前期就不能给他增加任何热度。而网剧的男主比他还不出名，贾静雯的年纪也不小了，他不敢只寄希望于甄导的电影，于是筹划了这么一出戏给自己增加热度。盛唐的工作团队尽量把锅甩给无良营销号，网上骂贾静雯的火力减小很多，毕竟贾静雯是翡翠女主角，即便炒作的是他们为了翡翠的票房考虑，也不能让贾静雯背负太多黑料。只是等电影下架了，大概就很少能在电视上看到贾静雯了。大晚上闹了这么一出，盛唐情绪有些低落，再一看毫无动静的微信，盛唐情绪更低落了。图片是发出去了，可偏偏最想得到回应的人没有任何回应。盛唐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的睡不着，想着袁泽嘉现在在干什么？睡觉了吗？还是在工作？现在已经10点了，应该是睡觉了。也不知道下次见到袁泽嘉是什么时候，他这样整天待在剧组里，怎么才能追得到人啊？盛唐越想越郁卒。哎呀，不想了，睡觉，明天还要拍戏呢。盛唐把被子一扯蒙上头，床上隆起一个小山包，小山包一会左边动动，一会儿右边动动。10分钟后，盛唐又冒出头来，把被子拉到下巴下面，换成平躺的姿势。1只羊，2只羊，盛唐折腾了好久才渐渐有了睡意。盛唐早上刚起床，袁泽嘉就来喊他吃饭，结果等他洗漱完到袁泽嘉家里，却找不到袁泽嘉了。推开厨房的门，一道刺眼的白光闪过，他捂住眼睛，片刻后放下手臂，眼前的景象却由厨房变成了没有边际的空白，而无数美食漂浮在空中。他试着抓住一个，然而本来缓慢移动的巧克力却咻得快速飞远，让他抓了个空。盛唐又伸手企图抓住手边的羊肉串，同样没抓住。盛唐有些生气了，就不信抓不住你了。盛唐动作灵敏的窜来扑去，最后累得瘫坐在地上。沮丧中想起来，他是来找袁泽嘉的。他想大声喊袁泽嘉的名字，却怎么都发不出声音。正绝望的时候，被人从背后揽在怀里。他猛地回头，正是袁泽嘉。他正沉浸在终于找到人的喜悦中，袁泽嘉就在他耳边低声道：“宝宝饿了吗？”眼里是无限深情。盛唐被蛊惑般的呆呆的点头。袁泽嘉贴着他的耳朵道：“宝宝是想先吃饭，还是先吃我？”呼出的气息打在他的耳廓上，湿湿热热的。下一刻，他被袁泽嘉猛地扑倒在地上。盛唐蜷缩的腿一蹬，突然醒了过来。原来是个梦，盛唐舒了口气，说不出是失落还是其他什么感觉。一侧头就看见傻黑田正窝在他枕头上，撅着屁股扭着腰，以一个很奇异的姿势睡得正香，鼻子
正对着他的耳朵，可不是又湿又热吗？没想到自己居然饥渴到做春梦的地步了，拿起手机看了看时间，已经7点了。盛唐赶紧从床上坐起来，脸色不怎么好的进了浴室。上午盛唐就一场戏，很快就拍完了，倒是见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人。盛唐刚下戏，就有一个工作人员上前道：“盛老师，有人来探你的班。”谁？盛唐还没问出口，就看清了不远处气质卓然的袁泽家。盛唐先是一阵惊喜，加快脚步朝他走去，半路突然想起了昨晚那个荒诞的梦。春梦的对象此刻就站在了自己面前，盛唐的脸疼的就红了，尴尬又无措，有些不知道该怎么面对袁泽家。随着他的走近，袁泽家的俊颜越来越清晰，盛唐有一种想要转身逃跑的冲动，却又被那人温和的笑意蛊惑，脚步不停的靠近。淡定，淡定，反正他又不知道。盛唐稳了稳心神，笑着问道：“你怎么来了？”“来这边考察一个项目，过来看看你。”“脸怎么这么红？没发烧吧？”袁泽家皱了皱眉，用手背贴了贴盛唐的脸颊，又移到额头上。“没事，应该是风吹的，今天风有点大。”盛唐低了低头。跟着袁泽家过来的女秘书黄婉柔很有眼色的要给两人制造独处的空间，开口对善乐道：“这位小哥，帮我把袁董拿过来的东西分给大家吧。”“哦，好。”直男善乐虽然知道盛唐是 gay， 但并不像腐女一样俯眼看人机，根本没有往那方面想，但很乐意于去帮美女的忙。至于田妙妙，在袁泽家的手贴上盛唐脸的那一刻，就双眼放光，腐女之魂熊熊燃烧。黄婉柔一眼就看出了她是同道中人。田苗苗虽然恨不能瞪大眼围观，但被黄婉柔一个眼神提醒就秒懂了，赶紧道：“我跟你们一起吧。”被田苗苗牵着牵引绳的傻黑田见了盛唐就不愿意跟着田苗苗走了，蹲坐在地上不动弹。田苗苗见拉不动他，蹲下来一把抱起来带走了。傻黑田性格很好，并不会咬人，委屈的呜呜低叫，也不见他那见色腕的爸爸看他一眼，简直可怜。袁泽家摸着他额头倒是不烫，才放心下来，收回手看着盛唐身上单薄的2层戏服，刚想把身上的西服脱下给他披上，又一想周围闲杂人太多，恐怕对盛唐影响不好，这里有外套吗？赶紧披上，你这戏服太薄了。我今天上午的戏拍完了，你等一下，我去换衣服。盛唐走了2步，回头看袁泽家站在原地，又拐回来抓住他的手臂，站那干嘛？跟我过来啊！袁泽家边走边问：“冬天的戏服也是这么薄吗？”现在是秋天还好一点，再过半个月入了冬，要是再这样怎么能行？仙侠剧为了看起来飘逸好看，都是这样的。盛唐见袁泽家面色不怎么好看，突然就有了一种小时候偷偷不穿秋裤被家长发现的压迫感，不由得话头一转解释道：“没事的，大家都这样，虽然穿的单薄，但冬天身上可以贴暖宝宝，那样就不冷了。”见袁泽家神色变好一些，盛唐才舒了口气。盛唐解释完，才惊觉自己怎么这么怂啊！明明袁泽家什么都没说。完了，自己以后肯定要被吃得死死的了。盛唐很快换好衣服，又找化妆师卸了头套和脸上的妆。两人都没让助理秘书跟着。盛唐问道：“你在这边要待多久？”“1个星期左右吧。”“我刚过来，这边还没让秘书订酒店，你住在哪个酒店？”“我和你住一起。”“我住嘉苑国际7106号。”盛唐巴不得袁泽家和他住一个酒店，那样就能增加见面的机会了，甚至还很心机的把房间号说了，方便袁泽家订一个离他近的房间。1个星期说长不长，说短不短，盛唐决定趁这个机会狠聊袁泽家，要不然下次再见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了。盛唐想到做到，才和你分开2天我就想你了。袁泽家一时没有说话，盛唐以为自己撩过了，吃你做的饭吃惯了，现在一吃饭就会想起你。袁泽家，你这不是想我，是想我做的饭啊。盛唐道：“想饭顺带着想你。”“那中午回酒店，我给你做。”“别了，哪能一见到你就让你做饭啊？我知道这附近有一家店不错的，在你家蹭了那么多饭，今天我请你。”
盛唐带着袁泽家去了影视基地东面的美食城，选了一家环境优雅的餐厅。在这里工作的服务员见惯了明星，并没有露出什么激动的表情，训练有素的将两人领进了一个格调优雅的包间。等菜的时候，袁泽家问盛唐：“我看到了你发的微博，腿上不严重吧？”“没事的，就是看着有点轻。”盛唐猜袁泽家肯定也看到了那个绯闻，不由得解释：“其实就是为了处理一个绯闻才发的那条微博。”袁泽家点点头表示他是知道这件事的。事情处理好了吗？需要我帮忙吗？不用不用，曼姐他们已经在处理了。盛唐下午还有戏，袁泽家也有事，两人吃完午饭很快就分开了。不过接下来的2天，袁泽家倒是哪都没去，一直在片场看盛唐拍戏。本来即使被再多人围观拍摄都能游刃有余的盛唐居然紧张了，因为知道袁泽家一直在旁边看他，盛唐又像是回到了刚入行的时候，那种被众多人注视着很是放不开的感觉。有一次台词都说错了，被梁然很是嘲笑了一番。盛唐很想问问袁泽家，不是说好了来视察项目的吗？怎么变成视察他工作了？但盛唐没敢问，他不知道会得到什么样的答案，也怕被自己这么一问，袁泽家会离开。袁泽家见到剧组饭点统一发放的盒饭时，想到了他刚过来时盛唐说想他做的饭。中午吃饭的时间并不长，盛唐的妆也不能卸，他也不能带盛唐出去吃饭。快中午的时候，盛唐拍完一场戏，习惯性的去找袁泽家的身影，却没有看到预想中那人对着他微笑的俊颜。不过还没等他问善了袁泽家人呢，就看到了袁泽家的车开过来，袁泽家从车上下来，手中拿着饭盒。盛唐隐隐猜到了袁泽家去干嘛了。果然，餐盒打开，熟悉的香味传来，袁泽家朝盛唐一招手，过来吃饭。盛唐快速洗了手回来，笑容灿烂：“好香啊，你在哪做的饭啊？”“借用了酒店的厨房。”盛唐随口道：“你这是把酒店当你家了？”袁泽家朝盛唐一笑，没说话。盛唐突然想到了什么，眨了一下眼，不确定道：“那个酒店不会真的是你家的吧？”“袁泽家低笑着点头。盛唐本来就知道袁泽家袁氏集团董事长的身份，知道他有钱，但一直没有往金钱这方面有一个具体的概念和考量。如今看着袁泽家，脑子里就自动浮现出嘉苑国际这座不说金碧辉煌，但也足够奢华大气的标准5星级全国连锁酒店。光这一个酒店日收入就得多少钱啊？袁泽家这一笑在盛唐脑海里都给加上了 BGM 特效，简直就是低调的富豪大佬。吃着大佬亲手做的美食的盛唐十分美滋滋，他可是立志要成为大佬男人的男人。而一旁虽然只能闻但吃不到的田苗苗，能看着自己男神被好基友喂养的美滋滋，自己吃着剧组发的盒饭也美滋滋的。虽然袁泽家和盛唐并没有什么太过亲密的举动，但他作为一个资深腐女，还是准确的捕捉到两人之间和谐亲密的气场和氛围，分分钟脑补出10万字小文章。善乐看着新来的小助理，对着他们盛哥一脸痴汉笑，顿时打了个冷战。这个世界已经被腐女占领了吗？身边的人不是腐女就是 gay， 真心累。袁泽家陪着盛唐拍了2天的戏，把盛唐的1日3餐又给包了。下午戏份结束，回到酒店吃晚饭的时候，盛唐半真感叹半故意撩汉：“你这样把我的胃口都养刁了，你过几天走了，我可怎么办啊？”盛唐拖着下巴，眼神可怜巴巴，又带着股哀怨。袁泽家给他盛了碗奶白的鲫鱼汤，一本正经的问：“这样是不是叫只聊不娶？”盛唐来了兴致，眼睛一亮，狂点头：“你还知道什么叫只聊不娶了？”袁泽家，我还成功打入了你的粉丝圈，现在是你粉丝后援会的副会长。盛唐惊的下巴都要掉了，有钱人追星，要不就是包养，要不就是单纯的花钱捧捧，最多投资电影电视剧什么的，打入粉丝内部，怎么也不会像是袁泽家这种身份的人会干的事啊。盛唐故意眯起眼睛，上身倾向袁泽家，表情危险的做出逼问状，说：“你处心积虑混入朕的后宫，目的何在？”两人的脸也就一掌的距离，
袁泽家不躲不闪道：“打探他们陛下的行踪，最终目的是把他们陛下偷走。”盛唐呆滞住，偷走？袁泽家继续道：“有把你聊到吗？偷我干嘛？”盛唐偏回头坐正身子，两人的距离拉开。因为我想既聊又取。袁泽家语出惊盛唐，这回盛唐是真的大脑宕机了，脑内一片空白，甚至有些不确定刚刚是不是自己听错了。这是表白吗？还是只是因为刚才的话题为聊而聊？盛唐的脖子像是机械运动般慢慢移动，把脸转向袁泽家。此刻的袁泽家脸上居然没了一贯的笑意，因为他的嘴唇是紧紧抿成一条线的，而且看得出他身体是紧绷着。他在紧张，盛唐的大脑渐渐开始运转，得出这个结论。那也就是说，他不是在开玩笑，是真的在等我的答复。没有给盛唐再胡乱揣摩的时间，袁泽家道：“我喜欢你，不是粉丝对偶像的喜欢，是想和你成为伴侣共度一生的喜欢。你愿意和我在一起吗？”袁泽家的声音不高，但字字清楚坚定，凝着无限深情。不是误会，没有玩笑，他真的喜欢我，他向我告白了。前一天还在纠结怎么追求的人，今天就向自己告白了。盛唐兴奋的要上天，脑内开启了盛大的烟花大会，噼里啪啦的炸开一朵朵绚烂的烟花。特别是袁泽家看着他的眼睛，无比专注深情的说出那句“你愿意和我在一起吗”的时候，盛唐感觉袁泽家不只是对他告白，更像是向他求婚，向他许下一个一生一世的郑重承诺。而他这个时候只需要回答一声伊豆，然后就能像童话里写的，王子和王子从此过上了幸福快乐的日子。我给你一个实习的机会。盛唐话到嘴边拐了个弯，因为他想到过日子就思维发散，想到了秋裤，盛唐内心也是很绝望。他也不知道为什么自己会在这个时候突然想起来秋裤这么破坏氛围的东西啊。回想起袁泽家刚来片场那天看他穿的少时那股被压制的感觉，盛唐深觉自己以后会被袁泽家吃得死死的，直觉告诉他这可能是他最后崛起的机会了。于是盛唐忍不住做了一把。袁泽家，是表现好了才能转正吗？对。盛唐努力做出骄傲的样子，虽然下巴微抬，但却笑得眉眼弯弯。袁泽家脸上也露出笑来，宠溺的在盛唐头上揉了一把。好，吃饭。怎么就吃饭了呢？这就完了？连决心都不表一表？哼，差评，你现在也就99分。盛唐低头抿着嘴笑着扒饭，努力挑袁泽家的毛病，想让自己不要笑得那么明显。袁泽家说是来视察项目的，却连着2天都在盛唐跟前转悠。盛唐倒是乐得和他在一起，不过今天他有些存不住气了，因为明天他有长吻戏，他不想让袁泽家看见。拍正常的戏份，知道袁泽家在旁边看着他都会紧张，何况是当着他的面拍吻戏啊。你不是说来视察项目的吗？怎么一直在我这待着啊？已经被表白了，盛唐也不怕问袁泽家了。我是借着工作的名义来追人的。某董事长不以为耻道。袁泽家本来没打算这么快就过来找盛唐的，分开前他就能感觉出盛唐已经对他有好感了，但应该不深。他是想着等2人分开几天，给双方一个过渡期再来看盛唐。结果盛唐这边又是受伤又是绯闻的，虽然理智告诉他并不严重，他也知道盛唐并不是脆弱的需要别人保护的人，可他还是忍不住赶了过来。万一腿上伤到骨头了呢？万一堂堂这时候需要一个可以依靠的人呢？袁泽家想起那天盛唐抱着他哭的可怜模样就心疼，恨不得立刻见到他。他不知道盛唐对他的感情到了什么地步，但他明白自己已经是迷足深陷了。匆匆赶到这边，见到这人一切安好，一颗心才算踏实了。而下一刻却被对方轻描淡写的一句才和你分开2天我就想你了弄得心跳如雷，像个毛头小伙子一样。而接下来的2天，见盛唐明明很紧张，却还是要使劲拿话聊他。袁泽家觉得自己原来对盛唐的判断或许有误，他的堂堂应该也是喜欢自己的，比自己想的还要喜欢，
才会明明是个演技高超的影帝，却唯独在自己面前掩饰不住那股紧张、羞涩以及高兴。所以他没再隐藏自己的心意，坦诚地告诉对方他喜欢他。而盛唐的回答也让他既欣喜又意外，又觉得理所应当。在外人看来，盛唐是沉稳成熟的巨星，但他能看得出唐唐的内心住着一个很缺乏安全的小朋友。所以盛唐说给他一个实习的机会，倒让他觉得理所应当，而他也有信心在不久的将来让唐唐感受到足够的安全感。袁泽家是来追人不假，但同时也是为了要进行袁氏集团的改革。袁氏集团是袁老爷子年轻时和兄弟们打拼下来，发展到现在不断壮大的，是典型的家族企业。在创业初期，家族制的典型集权式决策效率高，可以适应高速变化的市场，并且由于家族成员间高度的认同感，决策可以很好的得到施行。但当企业进入到成长成熟阶段，企业的规模扩大，市场竞争更加激烈，集权式决策的随意性、经验性、独断性都可能会导致企业遭遇重大损失，因为企业内部缺乏制衡机制，在这种体制下的高效率反而极有可能导致负值。家族企业凭借着自身的优势，在企业的起步阶段推进企业快速发展，但是家族企业以血缘关系为纽带，以追求家族利益作为企业目标的独特优势，在后期却渐渐影响了企业的繁荣发展。现在的家族企业形势的弊端越来越显现，袁氏集团已经在融资、人才管理等方面遭遇了瓶颈，这对集团将来的更大发展掣肘很多。袁氏集团也到了不得不改革的时候，而要将家族企业转变成现代企业，肯定会触及上层管理者们的利益，而一些年龄大了、思想趋于僵硬保守、不愿承受改革风险的老一辈们肯定会极力反对，到时候改革必然会遭受极大的阻力。所以袁泽家从回国进袁氏，一直故意放松管理，让那些老狐狸们误以为他的能力其实并不强，也同时放出要将公司上市的消息，引得他们蠢蠢欲动。而自己这边表面上只说，却没有动静。这次过来出差，更是故意给他们留出的机会，一朝欲擒故纵，只等时机成熟就能收网解决了。袁氏转型其实在6年前就该实行了，但因为袁父弄得一堆乱账，致使袁母脑中风瘫痪出国疗养，袁老爷子年纪大了，只能勉力维持集团现状，对改革是有心无力。明天你不要去片场了好不好？盛唐和袁泽家商量着。我明天有场吻戏。盛唐眼巴巴的看着袁泽家，你在我紧张？虽然理解以盛唐的工作性质，这种情况无可避免，但袁泽家心里还是不舒服，却又不想让盛唐觉得自己不支持他的工作，只能装作大度道：好。袁泽家答应的爽快，盛唐心里反倒不高兴了。袁泽家这样像是根本不在意他和别人接吻。袁董虽然为了支持老婆的事业忍了头上那点绿，但绝不是吃闷亏的人。你都没亲过我，语气里是掩盖不住的酸味。你是不是吃醋了？盛唐听他这么说，心里又顺畅了，眼睛弯弯地笑问。袁泽家很是坦诚道。袁董思想觉悟要高一点，这是为了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做出的小小个人牺牲。见盛唐一副打趣他的样子，袁泽家道：你就仗着我喜欢你吧。袁泽家眼睛一瞬不瞬的看着盛唐，只把盛唐看得内心愧疚，觉得委屈了他家袁先生。盛唐脸上的笑也没了，这部剧感情戏很少的，也就这一场吻戏。盛唐还没想好怎么措辞，袁泽家就抬手揉了一下他柔顺的发顶。你不用为难，虽然知道那只是演戏，可我心里还是会不舒服，这是怎么都不会改变的。不是你的问题，只是因为我喜欢你。袁泽家越是这么说，盛唐心里越不是滋味，觉得自己好像有那么一点渣渣的。盛唐以前把任何戏份都无差别的统一视为工作内容，没有特别在意过吻戏，可现在和袁泽家在一起了，盛唐就开始有了顾虑。就算袁泽家不说那番话，他自己换位思考一下，如果是袁泽家和别人拍吻戏，他心里也会不舒服。以后接戏要注意一点了，盛唐心想。不过他本身也没怎么演过偶像剧，以后就算要带工作室的新人，也不会接很低俗的剧本，
这点其实不用很担心。第二天，盛唐和袁泽家一起吃完早饭，出门前，袁泽家送他到房间门口，一脸严肃道：“好好工作，不能 NG。”盛唐推门的手一顿，明白了袁泽家什么意思，一时没能忍住，反身一手重新带上门，一手环住袁泽家的脖子，快速在他唇上印下一吻。没再看袁泽家什么表情，盛唐快速转身开门离开。而被突袭了的袁泽家站在门后愣了片刻，忽而笑了，伸出拇指在嘴唇上摸了一下。梁导，我觉得这场吻戏可以表现得更清爽一点，别太旖旎。因为咱们整部剧感情戏都很少，如果这一幕吻得太过的话，对感情戏这块的帮助并不大，反倒看着有些突兀，和整体风格不符。宋编你觉得呢？梁导考虑了一下，问一旁编剧的看法。盛唐知道这就是有戏了，果然宋编剧思索了一下，点头道：“可以，这样确实是更自然顺畅一些。这部剧因为兄弟友情戏份重，本就有卖腐的打算，他本来还怕这一段男女感情太激烈，到时候会让观众不满呢，这样反倒好了。那行，就这么改吧。”梁导拍板定下来。本来因为感情戏少，特地设计成深吻的一场戏，被盛唐出于私心，硬是舌灿莲花的说服导演编剧，给改成了借位就能完成的一场清新吻戏。盛唐虽然出于私心把这一段改动了，但他绝不是对自己的戏不负责任的人，这一段改了，确实要比原来效果更好，改得清新一些，反倒符合剧中修饰境遇的韵味，要不然梁导也不会同意。宋编，你一会儿等赵山过来的时候给他说一下。梁导对宋编道：“盛唐是昨晚想这一幕戏的时候想到的这一点，为了防止和他搭戏的女演员误会，他今早特意提前一点到的片场和导演编剧商量的，想着要是不成就算了，省得让人家女孩知道了误以为自己嫌弃他，不愿意和他拍吻戏，落了人家的面子。”宋编也是个人精，等赵山到片场的时候，把盛唐和赵山一起叫了过去，给他们说这一幕戏的改动之处，表现的像是这是他临时起意改了剧本。梁导又给他们讲了一遍这个吻戏怎么摆姿势，怎么站位。赵山的经纪人也在旁边，一听这样问道：“梁导，那是不是能接位了？”赵山对外的人物定位是清纯玉女形象，他们这边倒是乐得改动。拒绝吻戏的话，由女方这边说出来，倒不会太让双方尴尬。见赵山、盛唐两人都是这个意思，梁导道：“可以。以他们设计的这个姿势，确实不用真的吻上去，只要不影响拍摄效果，他没必要和演员计较这个。”盛唐没想到赵山的经纪人会这么说，不由得多看了这人一眼，胖乎乎的中年男人，不大的眼睛露着金光。赵山的经纪人聪明着呢，不是他不想让赵山蹭盛唐的人气，而是他知道这种男女明星捆绑炒 CP， 一个不慎咖位低的那个就能被网友黑死。赵山正是事业上升期的小花旦，曝光度和名气虽然和盛唐差得远，但也是稳步上升的，没必要冒险去蹭这个热度。娱乐圈里有时候要咬咬牙，铤而走险搏一把，但有时候也要脚踏实地一些，就看谁能慧眼识路了。往往一步走错就是万劫不复。两人演技都在线，一场没有接吻的吻戏轻轻松松一条过。等梁导喊卡的时候，前一秒还默默情深的两个人立刻尴尬的对笑了一下。盛唐趁着休息时间打开微信，想给袁泽家说他这场戏过了。一个片场工作人员抱着一大束鲜艳的红玫瑰跑到盛唐跟前：“盛老师，刚刚花店来人给您送花，您在拍戏，我带您签收了。”盛哥谁送的啊？盛唐脾气好，在剧组和其他演员关系处的都不错，一见到这么鲜艳的一大捧玫瑰，剧组的一些演员跑到盛唐身边凑热闹。赵山过来一副要哭的样子，开玩笑道：“盛哥你个负心汉，刚和我接完吻就接受别人的花，我伤心了。敢给陛下送玫瑰花，真有想法。”一个是盛唐迷妹的配角喊道。盛唐问工作人员：“谁送的？”工作人员被周围起哄的人带的也笑：“这我可不知道，花店送花的什么都没说，就说是有人订了给您的。”盛唐接过那一大捧能把他完全遮住的玫瑰花，
看到里面插着张卡片，拿出来一看，卡片上写着一行字：一个为社会和谐而努力奋斗的好公民。盛唐一瞬间就知道了花是谁送的，抱着花忍笑。怕周围的人看出什么来，盛唐装出一脸诧异的表情，嘴里还道：这是谁送的？也没写名字。众人都以为是盛影帝的哪个爱慕者或者粉丝打听到盛唐在这拍戏匿名送的，见没什么要顾及的，闹得更欢了。没敢多抱一会儿，盛唐就把花给了田喵喵，让他收起来。等过来玩闹的人散了，盛唐悄悄给田喵喵发了个消息，让他给花拍个照片发给他。田喵喵不知道花是谁送的，就问盛唐，盛唐不告诉他。盛唐，让你拍就拍，小孩子家别问那么多。田喵喵被袁泽家和盛唐为了2天香甜的狗粮，早就站定了他们这对 CP， 为此还由霸道总裁宫转而蒙上了忠犬总裁宫。结果今天没见袁董过来不说，反倒不知哪冒出个人给他盛哥送花，他盛哥好像还很高兴。这可不行，不能让盛哥跟别的野女人跑了。田喵喵用看渣男的唾弃表情看了盛唐一眼，低头恨恨的打字：盛哥，你这么做袁董知道吗？盛唐看得想笑，又想看看袁泽家把他的助理给收买成什么样了，故意憋着笑意，表情有些扭曲。田喵喵以为自己说准了，更气了，继续打字：袁董对你这么好，人家堂堂董事长天天给你做饭，这么好的男人哪里找去？你怎么不知道珍惜啊？盛唐板起脸，胆肥了，敢教训你哥了。田喵喵想了想自己的饭碗，理智回归，狗腿道：盛哥，我没，这哪是教训啊，我就是给您提个醒。他给你多少好处了，这么替他说话？哪有啊，我是看他对哥你好，才替他说话的。田喵喵喊冤说：真的盛哥，袁董对您是真的好，您不能趁人家不在，转头就和别人好了呀。盛唐忍不住笑道：我和谁好了？你都收人家花了，还要我拍照？见盛唐笑了，田喵喵又嚣张起来。行了，不逗你了。盛唐低声道：花就是你袁哥送的。助理是和演员接触最多的人，他们都是签过保密协定的，盛唐不用瞒着他们。而且田喵喵是郭曼亲自给他招的助理，虽然面上看着像个大傻妞，但实际上就是个搞怪的性格，能分得轻轻重，机灵着呢。疑人不用，用人不疑，他信得过。袁哥，哪里冒出的袁董？田喵喵本来还愤愤的想说哪里冒出来的人要跟袁董抢盛唐，没想到盛唐说的人就是袁泽家。真的啊？田喵喵又激动了。本来袁董和盛哥之间虽然举止亲密，还可以说是关系很好的朋友，是友情。那现在送花送的还是玫瑰花，说明什么？说明那是红果果的爱情啊！激动无比又没有个能说的人，田喵喵激动的恨不得围着片场跑3圈，大声告诉和他同好的小伙伴们，告诉蒙盛唐和他合作过的男演员 CP 的妹子们，你们都站错 CP 了。盛唐的确是个 gay， 不过老公是你们不知道的圈外人。田喵喵激动的手抖，拍了好几张照片，挑了一张没胡的发给盛唐。盛唐收到后把图片发给袁泽家。盛唐，有人给我送花。盛唐傻笑着等袁泽家回复，袁泽家很快回过来。袁泽家，好看吗？盛唐，特别好看，给你发图片了，你没看到吗？袁泽家，看到了，感觉没你好看。盛唐被袁泽家一句话聊得笑成一朵花。袁董确实没说谎，盛世美颜确实比花好看多了。盛唐，今天的吻戏是借位拍的。袁泽家，可是我的初吻今天被人抢走了。微笑，难以想象一本正经的袁泽家是怎么打出这样的话的，还又带上了那个微笑表情。盛唐这次是真要笑疯了，转身对着墙彻底放飞面部表情。盛唐，那袁董真是可怜。盛唐又给他发了个抱抱安慰的表情包。没等袁泽家回复，盛唐这边又要开拍了。盛唐要去拍戏了。
盛唐给他说了一声，把手机交给了田苗苗，让化妆师补了补妆，等副导演喊开始，盛唐就和几个配角按着先前走过的路线出现在监视器里。繁华热闹的大街上，各色路人来来往往，几个身着统一蓝色服饰的修士很是显眼。同行的4个人，3个身姿潇洒，手中皆只拿一柄长剑，走路轻快。就是最后面的那个，背着大包小包，手中满满的东西，费力的跟着，很是狼狈。三师兄，你不是答应姚师妹给他捎带珍宝阁最新款的簪子吗？身形微胖的一个修士跟走在最前的人道：你小子不早说！被唤作三师兄的人照着微胖修士脑袋就是一巴掌，现在钱都花光了。你身上还有银子吗？我这不也是才想起来吗？我身上就30文钱了。祝爵，你身上还有银子吗？另一个瘦高个撞了祝爵一下，差点把祝爵身上挂得满满的东西撞掉。师兄，我没钱。祝爵唯唯诺诺道。这时2个喜笑颜开的路人从4人面前几步远的一家赌场出来，嘴里还大声道：今天运气真好，赢了50两了。对啊，本来就想玩一把的，怕输的多，出门前特地就带了1两银子，没想到今天手气这么好，一连赢了80两。可不是。2人说说笑笑的走远。胖修士抬眼看着前面的赌场，眼珠一转：师兄，要不咱们去碰碰运气？反正这点钱也买不了什么了。你不要命了？门规怎么说的？一旦被发现了，是要逐出师门的。三师兄不赞成的怒斥胖修士：怕什么？咱们赌一把救出来，不会有人知道的。瘦高个不以为意道：要是不给姚师妹买簪子，那才是大事呢。三师兄想到5长老的独女路遥那个任性泼辣的性子，心里也是一颤。那你们会玩吗？要是进去输了，还不如不去。那2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谁也不敢夸这个口。师兄，我会玩。祝爵小声道。你？三师兄看着祝爵一脸小心讨好的样子，就打心里瞧不起他，那进去试试。三师兄想着让祝爵去赌，到时候赢了自然很好，输了回去路遥问起来就推到祝爵身上，就算被师傅们知道了，也能全部推到这个倒霉蛋身上。三师兄暗自冷笑：买定离手，买定离手。一个3角眼的庄家摇着筛子喊。祝爵费力的挤进人群里吓住：小小小，大，这把肯定是大。祝爵在杂乱的呼喊声中压了小：买定离手，开。嗨，就说是小吧。有人欢喜，有人叹气。祝爵一连赢了3把，眼看着赢的钱就能够买簪子了，在一旁看得眼热的胖修士忍不住加入进去，跟着祝爵压了2把，也都赢了。瘦修士和三师兄也看得心痒，跟着玩了起来。一开始他们跟着祝爵压，祝爵渐渐的不再每把都赢，但也是赢多输少。怎么又输了？你压小，那我这回压大。这么一来，他们开始不每把都跟着祝爵了。祝爵看时机差不多了，跟他们道：师兄，我去趟茅房。赌场里人声鼎沸，那3人正兴致高昂，哪里顾得上他？祝爵悄悄出了赌场后门。青年狠厉一笑，脸上全然不复刚才的讨好畏缩，在后门小巷子里走了2步，途经一个蹲坐墙边的老乞丐时，祝爵脚步一顿，扔下几个铜板离去。祝爵也曾当过乞丐，是拜入师门前，怕仇家发现他没死，祝爵把自己弄得蓬头垢面，与乞丐为伍。卡！梁导看着监视器里的画面，神色兴奋。果然是影帝的演技，一个一闪而过的眼神就能表现出一个人物的灵魂。就刚刚盛唐看老乞丐那一眼，里面既有对弱者的不屑和嘲讽，又夹着一丝同情和怜悯。祝爵并不是一个惩恶扬善的大侠，他背负着血海深仇，初入师门时又被同门欺负，心里有着十足阴暗的一面，有些时候甚至能称得上是传统意义上的坏人了。他最初和女主木申在一起，
也是因为木生是门派中长老之女，为了借她在门派中的地位。人生的前10几年所受到过的教育，身边好友、爱人的陪伴，让祝绝的内心又保留着柔软的一面。这也导致他并没有到未达到目的、没有底线、不择手段的地步。后来才慢慢被木生和匪怀感化，渐渐化开内心的寒冰，不再那么阴暗。这一段祝绝阴险的设计欺负过他的师兄弟，让他们被逐出师门，转头又施舍老乞丐银钱，也是表现人性的多面性。当初正是祝绝亦正亦邪的人物性格引起了盛唐的兴趣，他才决定接的这部戏。拍完这一场刚好11点，上午没有盛唐的戏份了。盛唐在休息室给袁泽家发消息：盛唐，坐等袁大厨投喂，乖巧。袁泽家给他发了一张刚出锅的锦绣虾球的照片，炸得金黄的圆滚虾球一端露着像花似的虾尾，看着十分可爱。盛唐觉得隔着屏幕都要闻到香味了。他家袁先生怎么这么厉害呢？盛唐想到袁泽家挽着袖子做饭时有条不紊、淡然又认真的样子，恨不得现在就回去。这时善乐过来道：盛哥，凯瑞娱乐的蒋芊芊今天结婚，您上微博给送个祝福吧。蒋芊芊是电视剧圈里有名的女星，今年40了，粉丝们一直替她筹嫁，如今终于有了好消息，各路明星在她微博下面纷纷送上祝福。盛唐和蒋芊芊以前不是同一个公司，和他也没合作过，偶尔在晚会活动中见面也是点头之交，所以只用在微博上象征性的表示一句就行。盛唐摸到他的微博，看到最新发的微博照片，教堂前广阔的绿荫地上，穿着洁白婚纱的新娘被新郎以公主抱的姿势抱起来，头顶蔚蓝的天空飘着几片洁白的云彩。新娘蒋芊芊笑得特别开心，能看得出她没有因为年龄而将就，是真的嫁给了爱情。盛唐突然有些羡慕他们能光明正大的表达自己的欢喜，能把自己的爱人介绍给大众，被无数人祝福。半个小时后，贤惠的袁董就过来给老婆送饭了。被蒋芊芊的狗粮噎住了的盛唐看着色香味俱全的饭菜，问袁泽家：我能发个微博@你吗？好啊。袁泽家也不问盛唐要发什么微博，就答应下来。盛唐把手机给田喵喵，然后揽着袁泽家的肩膀，亲身贴着袁泽家，让田喵喵给他们拍了一张合照，并且把桌上的饭菜照了进去。田喵喵拍照时看着两个靠在一起的人，真的特别想喊亲一个，亲一个。盛唐打开微博，把袁泽家之前发给他的那张照片连着这张一起发了出去。盛唐 V， 一个不想当厨师的董事长不是好总裁袁泽家。袁泽家在盛唐向他亲身的时候，也顺着盛唐揽他的姿势向盛唐那边偏了偏身子。照出的照片，两人脸上带笑，身子紧贴，像是亲密无间的好友。盛唐是看着镜头的，而袁泽家的目光却是偏向着盛唐的，那微笑的神情看着十足宠溺。袁泽家做的饭不光好吃，卖相也和专业大厨没差。金黄的虾球边上放着2个绿色的花椰菜，家常的鱼香茄子和西红柿炒鸡蛋，看着也是色泽鲜艳诱人，就算放在简易的饭盒里，也不能掩盖其美色。一张俊男，一张美食，2张图片都养眼无比。袁泽家评论并转发了盛唐的那条微博。袁泽家 V， 好好吃饭。盛唐 V， 一个不想当厨师的董事长不是好总裁。盛唐微博刚发出去，下一秒评论就爆炸性增长了好几千条。盛唐看着排在第1位的评论，这怕不是个黑粉。这样说显得他很花心好不好？朕的正宫可在这看着呢。还有问有没有女朋友的，他没有女朋友，但是有男朋友了。那个站他和钟宇 CP 的，盛唐特别想回复他，妹子别推了，2个瘦在一起是没有前途的。盛唐一直很不明白一件事，为什么他的粉丝能把跟他合作过的任何和他年龄相仿的男明星拉出来站 CP。 有时候盛唐都怀疑他们有 gay 嘎，能看出他是 gay， 只是他们站他攻的也有，站他受的也有。据他多年暗搓搓围观发现，最主流的是站他和钟宇的。钟宇的确也是个 gay， 可是他们不知道钟宇也是个瘦啊，2个瘦在一起能有什么前途？
大概是钟宇在舞台上的形象太具有迷惑性了，才让粉丝们误以为他攻气十足。盛唐心想，其实盛唐的粉丝都是自己圈地自萌，从来不会艾特正主，也就盛唐这个会开小号暗戳戳围观自己微博评论和贴吧的人才会知道。盛唐发这个微博不光是因为被人家秀恩爱的刺激了一把，现在还不是能让公众知道他和袁泽家关系的时候。袁泽家这几天一直和他在一起，剧组的人都能看出来他们关系很好，难免不会有人猜到他们的关系，与其遮着掩着，还不如正大光明的说他们就是关系好，这样反倒不会让人再往其他地方想了。盛唐看到有人站他俩的 CP 了，才心满意足的开始吃饭，虽然不能公布，但这样秀一波也不错。晚上下了戏回酒店，盛唐上车时原本随手打开前面的车门要进去，结果余光扫到被田喵喵拿上车放到后座的那捧玫瑰。盛唐对要上车的田喵喵道：“你坐前面吧，我坐后面。”田喵喵一愣，看了看后座上放的玫瑰花，随即猜到了什么。哦，好的，盛哥。田喵喵笑嘻嘻的跑到前面，盛唐也不管田喵喵拉着腔调打趣他，这时才有机会仔细看看袁泽家送他的花。别看他现在这么火，可这么多年还真没有人送过他玫瑰花。鲜艳的玫瑰花散发着淡淡的香气，张扬的红激起人内心最热烈的情感，让人感受到爱情的滋味。盛唐伸手触碰了一下深红色的花瓣，厚实滑腻的触感萦绕在指尖，让他的一颗心甜的像是化成了柔软香甜的奶糖。到了酒店，盛唐让善乐把花拿到他房间，自己熟门熟路的就去敲隔壁袁泽家的房间门。傻黑田听见动静，抬头看了，朝门口看了一眼，看见是盛唐，居然没像以往那样乐颠颠的扑过去，而是朝盛唐汪的叫了一声，像是给他打了个招呼，然后又埋头吃狗粮。傻黑田很亲人，袁泽家下午回酒店的时候就把他给带走了。做晚饭的时候顺带着给傻黑田做了适合狗狗吃的食物，一直吃狗粮的傻黑田今天终于能换个口味，吃的倍儿香，连盛唐都没空搭理了。见傻黑田不理他，盛唐对袁泽家道：“我儿子都被你拐跑了。”袁泽家面不改色道：“我不是连你一块都拐走了吗？”被喂的小肚溜圆的傻黑田和袁泽家的感情突飞猛进，蹭着袁泽家的裤腿，对袁泽家可近乎了，让盛唐有一种儿子比人家抢走了感觉。两人刚吃完饭，袁泽家的手机就响了。听那边的人说了什么，袁泽家答复道：“知道了，我明天回去。鱼儿都上钩了，是到收网的时候了。”等袁泽家挂了电话，盛唐问：“你要走了吗？”袁泽家看着他：“公司有事要处理，我得回去了。”盛唐道：“你终于要工作了，你要是再在我这儿摸鱼，我都要怀疑你们公司是不是要破产了。”袁泽家一副很挫败的样子道：“就这么想我走吗？”“没啊，你走了就没人给我做饭了。”盛唐才不承认自己不舍得他走，嘴上道：“你说哪家的老板有像你这么闲的，像过来度假似的？我也就闲这么几天。”袁泽家捏着盛唐的脸肉失笑道：“你就光惦记着吃了，我是不是得庆幸你吃饭的才会想我？”不惜盛唐说话漏风，把袁泽家捏着他脸的手拉下来道，有些别扭道：“不吃饭的时候偶尔也会想想你的。”刚才的手感不错，袁泽家又伸手笑着给他揉了揉脸，谢陛下厚爱。袁泽家第二天和盛唐一起吃完早饭才走，盛唐这一天戏份排得满满的，没法送他去机场。袁泽家道：“不用送，你注意身体。”盛唐点头，却还跟着他。袁泽家知道盛唐嘴上不说，其实还是舍不得他的。袁泽家看了下周围，时间还早，并没有什么路人，快速在盛唐眉间落下一吻：“我走了，你要好好吃饭，工作的时候要注意安全，不要让自己太累。”“你也是。”“走吧，一路顺风。”袁泽家越说，盛唐越舍不得他走。昨天晚上袁泽家说要走的时候，他虽然也是舍不得，但那时只是一丁点的情绪，没想到真到了分开的时候，那种不舍的情绪突然加深。等看着袁泽家的车离开，直到他看不见了盛唐，才返身回剧组。
虽然和袁泽家暂时分开了，但两人每天晚上都会发消息或者开视频聊天。袁泽家临走前让秘书给盛唐买了一箱暖宝宝，盛唐也没看。等过了几天降温了要到用的时候，拆开没有任何图案的箱子，盛唐看着里面码放整齐的2排表面印着 S 型曲线的粉色盒子，不知道该露出什么表情才合适。等晚上袁泽家给他打视频电话的时候，盛唐从箱子里拿出一盒粉色的暖宫贴，在手机前晃了晃问道：袁先生能给我解释一下这个东西吗？袁泽家神色难得不那么淡定，有点尴尬道：我听秘书说这个要比暖宝宝对身体好。哈哈，盛唐憋不住笑了，你什么秘书啊？怎么给你出这样的主意啊？我看天气预报你那边降温了，要注意保暖。袁泽家转移话题道：知道了。盛唐乖乖的点头，想着反正都是贴在里面的，也没人看见。处于谈恋爱中，盛影帝人冯喜是精神爽，在剧组见谁都是笑眯眯的，剧组其他人感觉还好，因为盛唐平时脾气也不差，就是不会笑这么多而已。可把梁然笑得毛毛的，浑身不对劲。因为盛唐对他的态度很好，导致梁然都不好意思再对着盛唐摆脸色了。再加上平日里盛唐是真的在有心无心的教他磨练演技，梁然不是不识好人心的人，慢慢的和盛唐相处也自然起来。这天盛唐拍完戏就看到钟宇在片场，盛唐倒是一点都不意外钟宇会过来。你过来这边怎么也不提前告诉我一声，我好去接你。钟宇是华语乐坛才华横溢的小天王，他为人极其低调，是纯粹做音乐的人，从不参加任何商业活动或者晚会，平时话题度也很少，但每次出新歌的时候都能引起一阵狂潮。钟宇是词曲唱全才，想找他写歌的人如过江之鲫，但一歌难求，钟宇很少给人写歌。唯独盛唐是个意外，盛唐主演的电影里有一大半的歌曲都是钟宇作词作曲。钟宇的粉丝都特别期待盛唐出新作品，因为他们男神出的歌太少了，而盛唐演电影，钟宇就很可能出新歌。盛唐就知道建新的制片人是不会放过找钟宇给这个电视剧写歌的机会的。你拍戏这么忙，我自己过来就行。钟宇温和的一笑，给人很干净舒服的感觉。很难想象一个在舞台上唱歌时肆意张扬、气场强大的人，私下里却是这么温和安静的一个人。钟宇和以前的盛唐一样，都是娱乐圈里低调的过分的人，只不过盛唐是会个开小号到处浪的假书男，而钟宇真的是个安静的美男子。盛唐拍的电影有一大部分里面的歌曲都是钟宇唱的，因此好多人认为钟宇和盛唐关系很好，这也是双方的粉丝站他们 CP 的原因。但有的人认为可能是巧合，因为他们两人，特别是钟宇的低调性格，两人并没有在媒体面前表现出亲密过。不管两人私下关系到底如何，反正圈里的人都知道，盛唐的电影需要的歌，钟宇只要觉得自己能写，就会答应。盛唐道：给你说了，真的不用为了我接歌的。钟宇笑笑：我也是看着合适才写的，你拍的剧都是有质量保证的，能给我的歌做免费的宣传，我又不亏。盛唐知道他说多少遍这人也是，只是笑笑，等下次有影片制作人找他的时候，他还是会接。正背台词的梁然一抬头看到不远处的盛唐和钟宇，指着钟宇的方向激动的问助理：那是不是钟宇？好像是。还没等助理说完，梁然就扔下剧本，大步朝钟宇他们走去。助理赶紧跟上去：盛哥。梁然先是和盛唐打开个招呼，然后恭敬的对钟宇喊：钟前辈你好，我是梁然。盛唐看到梁然居然脸红了，一向谁都不放在眼里的梁然居然很拘谨很小心的和钟宇打招呼，还会脸红。盛唐看得惊奇，钟宇并不认识梁然，很客气道：你好。接下来的一天，梁然跟换了个人似的，殷勤的往盛唐那跑。盛哥，喝饮料吗？钟哥，这个给您。盛哥，吃东西吗？钟前辈，这个味道不错。钟前辈，片场冷，这个暖手宝给您。等梁然第3次跑过来送温暖的时候，钟宇都对梁然印象深刻了，对梁然道：
你和堂堂关系很好啊。梁然昧着良心道，对呀，盛哥人很好，很关照我，我们关系很好的。盛堂平时也没见你往我这跑过。趁钟宇去洗手间的时候，盛堂问梁然，你小子搞什么呢？这也太反常了吧。梁然知道了钟宇和盛堂真的是好友后，对着盛堂的态度都是180度大逆转，不好意思道，盛哥，钟前辈是我的偶像。梁然又道，盛哥，钟前辈平时也是这样吗？感觉和他在舞台上给人的感觉不太一样。以为梁然是见到钟宇台上台下的反差后，不能接受偶像形象的巨大逆转。盛堂语气不怎么好的问他，这样是什么样？没什么，感觉这样也挺好的，很温柔。梁然带着粉丝滤镜看偶像怎么样都是好的，说话时居然还有些害羞的样子。盛堂很怀疑这还是不是那个骄傲的像个小孔雀似的少爷了。钟宇过来就是为了给建新录歌的，本来是打算等拍摄完在后期制作的时候录歌的，可那就要等到过年后，年后钟宇要举办巡回演唱会，没有时间，于是就趁着现在有空过来了。钟宇除了要单独唱片头曲，还写了一首要在剧中播放的插曲。一般电视剧的主演都会唱片头、片尾或者插曲中的其中一个，但盛堂从没唱过，也从没有人见他在活动晚会上唱过歌。因为他五音不全，能跑调跑到根本不在调上，就算在录音棚里用一句一句录的方法也不能拯救他。经纪人为了维护盛堂的完美男神形象，根本不敢让盛堂开口唱歌，有晚会邀约也都借口盛堂嗓子不好推掉。久而久之，业内的老人都知道了，邀请盛影帝做活动怎么都行，就是别提唱歌。也幸好盛堂单靠演技就能撑死自己，不用像那些小明星一样到处赶场唱跳全能。因为盛堂不能唱，所以就便宜了梁然。梁然作为戏份没比盛堂少多少的第二男主唱插曲也是合适的。梁然在钟宇面前狂刷存在感，还表现得热心谦卑，让梁然对他的印象还不错。钟宇知道梁然就是拿二后，拿出写好的歌对梁然道，这是建新的插曲，一念之间，我昨天刚完善好，直接给你吧，你熟悉一下，大后天录歌。这2天我都在这儿，你要是有音乐方面的问题可以找我。梁然不知道剧组是找的钟宇为建新写歌，更没想到自己居然有机会唱男神亲自写的歌。钟前辈，我会努力的，我一定会好好练习的。梁然接过词曲，激动的语无伦次。盛堂突然觉得这小子还是挺可爱的。钟宇和盛堂好久没见面了，晚上回到酒店，两人聚在一起聊天，刚说了没几句，盛堂的手机铃声就响了。盛堂一看是袁泽家打来的，以他和钟宇的关系，根本不用逼着对方接电话，所以盛堂直接接通道，才下班吗？盛堂是知道这几天袁泽家公司很忙的，昨天袁泽家都没能给他打电话，估计是加班加到太晚，怕他已经睡了。袁泽家道，刚开完会，还没吃饭呢。盛堂道，快去吃饭，我朋友在这呢，我等会儿再给你打过去。盛堂说完就挂了电话。可怜袁董加班加到现在连饭都没吃，就想着给老婆打个电话，还被无情挂断了。等盛堂挂了电话，终于指了一下他的手机道，交男朋友了。盛堂不好意思的笑了笑，开始关心好基友的终身大事。你这么几年也没再谈恋爱，是打算清心寡欲过一辈子吗？终于浅笑了一下，很无辜道，一直没有遇上合适的吗？盛堂突然想到了什么，不可置信的问道，你该不会还惦记着那个渣男吧？盛堂对那个伤害过钟宇的男人一直都是用渣男称呼的，这么几年过去了，还真想不起来那个人叫什么了。没有，我早就把他忘了。钟宇语气淡淡，甚至听到盛堂这么问，觉得有些意外，没想到盛堂会这么想。盛堂见他提前那个渣男时，丝毫不带怨愤，并没有被影响到情绪，看来是真的完全放下了，没有就好。要真是为了那个渣男，那他可得打醒他。盛堂和钟宇是8年前在一家高档消费场所相识的，那时候的钟宇
只是歌曲选秀节目出道，小有名气的艺人。而年仅21岁的盛唐，在那年摘得人生中第一座影帝奖杯，成为华国最年轻的金虎影帝，一时名声大噪。那也是盛唐进新康娱乐的第一年，公司为了他以后更大的发展，带他认识了不少圈内大佬。盛唐年纪轻轻就获得影帝，荣耀是不用说的，大家都看得见，但他自己却压力不小，在那些为他摆的庆功宴上，出席的哪个不比他资历老，他得恭恭敬敬，对谁都得摆出谦卑的姿态，要不然就可能被说成新晋影帝骄傲自满，目中无人。等盛唐该跑的通过都跑了，该感谢的都感谢了个遍，纪明俊终于忍不住要拉着盛唐出去浪。压力颇大的盛唐就跟着纪明俊去他们有钱少爷们的销金窟疯玩了一把。当然，盛唐的疯玩也就是字面意义上的疯玩，纪明俊上面有他大哥压着也不敢造次。于是两个被压迫久了的人跟小疯子似的，在包间里鬼哭狼嚎的唱歌，肆无忌惮的喝酒大笑，场面相当幼稚加神经病。等两人发泄的差不多要走的时候，盛唐遇到了钟宇。钟宇是从一个包间里突然冲出来的，直冲到盛唐身上，把盛唐的酒意都撞没了大半。没长眼吗？纪明俊破口喊道。就我。钟宇声音很小很小，眼神迷离，却一直紧咬着嘴唇，努力使自己保持清醒。很快，钟宇冲出来的那个包间就有一个地中海啤酒肚的中年男人提着裤子追出来。盛唐在电视上见过钟宇，那时候钟宇参加的那个选秀节目《明日歌王》还是挺火的，而盛唐一直觉得自己的歌声还是能抢救一下的，所以在被经纪人放弃后，自己不服气的暗搓搓看歌唱类节目。《明日歌王》里，盛唐最喜欢的就是钟宇，不光是觉得他唱歌好听，更多的是钟宇淡然清俊的气质，让他在那些群情激昂的选手中显得格外出众。每次看晋级淘汰赛的时候，盛唐都提心吊胆的，唯恐钟宇这个看着就好欺负的小男生被人家挤下去。盛唐甚至有时候天马行空的瞎想，要是自己是娱乐公司的大 boss， 就给钟宇走后门，让他晋级。这人看着实在他乖巧听话了，是你看着他就想保护他那种。如今真人撞到了他怀里，跟个惊慌失措的大兔子似的，再看看要走到跟前的猥琐老男人，盛唐的保护欲蹭的一下子就高涨了。钟宇这样性情的人，要是被那样的人给，可能这辈子就毁了。盛唐抱着站不住往地下滑的钟宇，踢了踢纪明俊的脚后跟，悄声问他：你能搞定吗？盛唐自己虽然是影帝，但资历人脉根本不够看，这个时候盛唐只能靠纪明俊了。但他也不能为了救个素不相识的人害了纪明俊。你认识他？纪明俊看了看已经昏迷的钟宇。认识。盛唐撒了个谎，他不忍心不救钟宇。这时那个中年男人已经来到跟前，这不是盛唐盛影帝吗？怎么，盛影帝也好这口？这几天盛唐在各大媒体上都露了面，想让人不认识也难。男人认出盛唐后，眼神猥琐的扫视盛唐三人。盛唐眉头紧皱，纪明俊突然道：盛唐，给纪明德打电话，让他过来接我。中年男人一听纪明俊毫不客气的称呼纪明德的名字，顿时朝他看去，不是很确定道：这位是纪姓康纪大哥家的小少爷吧？纪明俊一脸不耐烦道：是，怎么了？哎呦，你看我有眼不识泰山，纪小少爷好，我是豪城地产的刘天和令尊氏。中年男人突然讨好道。还没等男人说完，纪明俊就不耐烦道：有事没有？小爷我忙着呢。刘天又看了盛唐和钟宇，不甘心道：纪少爷慢走，慢走。走了。纪明俊帮盛唐扶着钟宇快步离开。等上了车，纪明俊才松了口气，突然哈哈笑起来。我刚刚看他有点像那个一直想和我们家合作的煤老板，就想着搬出我哥来看能不能吓到他，没想到我哥这么有用。盛唐也松了一口气，还好没连累任何人，就把事情解决了。盛唐把钟宇带回家，给他找了私人医生检查了一遍，还好钟宇只是中了普通的麻醉药，没什么大碍。
终于醒后知道自己被人救了，也一副失魂落魄的样子，还以为盛唐救他也是为了潜规则他。看终于躺在床上，一副生无可恋、躺平认操的样子，盛唐哭笑不得道：“我不上你，你要是想报答我，就好好振作起来，以后为我的电影写个歌就行。”盛唐没想到自己当时的无心之言会让钟宇铭记于心。后来钟宇告诉盛唐，那天把他送到那个老男人那儿的人是他的经纪人，也是他的男朋友。你不也单身到现在才谈恋爱吗？合适的人哪是这么好找的？钟宇道：“我都不愁，你愁什么？”钟宇的话打散了盛唐的回忆。你还怪我多管闲事了。盛唐起身去倒水，边走边道：“我还不是担心你，你说你什么都不争不抢，我怕你有了喜欢的人也不声不响的让人家跑了。感情的事又不是抢求就能求来的，随缘吧。”钟宇不甚在意，又问盛唐：“他对你怎么样？”他？哦，你说袁泽家啊？盛唐喝了一口水，有些不好意思的跟好基友道：“挺好的，你还没见过他人吧？我给你看看他的照片。他做饭特别好吃，比你做的还好，所以我移情别恋了。”盛唐翻出和袁泽家的那张合照道：“我现在想想，感觉我是被他用美食勾引了。”盛唐突然琢磨到这一点。钟宇失笑：“你除了拍戏就知道吃了，那也比你就知道唱歌强。和好基友就是要一言不合就开队。”钟宇看照片里那个俊朗的男人，看着盛唐的眼神里满是柔情，很替盛唐开心，他能找到一个守护他的人。等钟宇走了，盛唐临睡前才想起来要给袁泽家回电话。吃完饭了吗？就算是吃头猪也能吃完了。等老婆电话等了好久的袁董怨念道：“我还以为你把我忘了呢。”嘿嘿。盛唐不好意思的笑了笑，没敢告诉袁泽家他是真的忘了。为了转移话题，盛唐严肃道：“以后就算加班也要好好吃饭，要不然对胃不好。你现在不注意，以后有你难受的。”盛唐把他看胃病的时候唠唠叨叨的大夫给他说的话用来教育袁泽家了。知道了。袁泽家听盛唐一本正经的教育他，不禁失笑：“这么晚了，什么朋友还在你那？”盛唐笑道：“怎么不放心我？”袁泽家道：“是挺不放心的，你这么好，我可得看紧了。”是钟宇说了，你应该也不认识，我的一个很好的朋友。袁泽家没再纠于这一点，转而道：“下周末是不是你生日？”下周末？下周末是几号啊？他整天在剧组过得跟与世隔绝了一样，都不知道日子了。11月20号。哦，是那天。那我那天过去看你。盛唐道：“你不是挺忙的吗？我的生日都不怎么过的，你不用特地赶过来。我挣钱都是要给我媳妇花的，结果为了挣钱见不到我媳妇，那就本末倒置了。”袁先生语气坚定道。盛唐听得脸红心跳：“谁是你媳妇？我还没答应呢。”袁泽家道：“不管你答不答应，反正我是认定你了。你不想我，我还想你呢。”爱岗敬业的好同志袁泽家已经上交了请假条，要去看媳妇儿。体恤下属的袁董也已经批准了。盛唐道：“袁先生，你脸皮这么厚，你们袁董知道吗？”袁泽家：“我们袁董的脸皮可能更厚。”盛唐：“也是，你们袁董可是矿工小能手。”袁泽家笑道：“好了，快点睡觉吧，时间不早了。”晚安。梁然本来就没事都能找事儿的，往钟宇跟前凑。现在有了钟宇那句“你要是有音乐方面的问题，可以找我”的许诺，梁然更是撒了欢的跟在钟宇身边。钟哥，这个地方转音我有点把握不准，这个地方起的时候要低一些，这样就会好转音了。钟哥，这两个字音是不是得合起来唱？对，要合起来，我唱给你听听。钟哥，你听听我唱的对不对？很好，你的音色很棒，但要注意一下呼吸节奏。钟宇不急不躁，很温和耐心的指导梁然，梁然晕晕乎乎的陶醉在偶像温柔好听的声音里。
梁然的助理觉得这世界变化太快，他有点跟不上，简直没眼看他家疯狂献殷勤的小少爷，一个见人就咬的小疯狗，就这样变成了忠犬小狼狗，还是趴在你脚边拿大脑袋蹭你，要摸摸毛那种。梁然本来喜欢钟宇，是喜欢他的歌曲里和他唱歌时那种张扬、自由、肆意的情感，没想到钟宇不唱歌时是这么温和平静的一个人，可这样的人好像让他更喜欢了。本来性子急躁的他，在钟宇面前都变得平和了，而且男人温柔的让他都不舍他在他面前大声说话，怕那样会吓到他似的。即便他知道能唱出那种充满爆发力歌曲的钟宇肯定不会是一个柔弱的人，可还是忍不住对着这个温柔的人温柔起来。为了迁就剧组里一个关节病发作的老戏骨，赶在天气更冷之前把他不多的戏份拍完，盛唐这2天戏份的安排正好和梁然错开，没想到那家伙这2天居然黏钟宇黏这么紧。后来盛唐在知道他们2个走到了一起时就想，或许真的就是缘分。钟宇看梁然唱的不错，想着顶多2、3遍就能录好，而他不出意外的话一般1遍就行，所以录歌那天梁然让工作人员按小时租了2个小时的录音棚，没想到他是没出意外，梁然却是状况百出。钟宇先录的如他自己预期的1遍就过了，梁然在这之前对那首歌已经把握得很好了，录的时候却出了意外。本来在录音棚录音时就和平时唱歌差别很大，录音时的声音是完全没有音染的干音，有一丁点瑕疵都会很明显的表现出来。梁然以前也录过歌，知道这一点，可刚刚看着钟宇完美的1遍录完一整首歌曲，梁然突然有些不自信。又是在钟宇面前录歌，梁然太过紧张，总是会过分关注自己的声音，反而失去了对自己声带控制的感觉，调倒是没跑，但气息不稳非常严重。录完1遍，录音师道：“挺好的，再来1遍。”录音师的很好，再来1遍。基本可以理解为唱的什么鬼，给我重来。梁然也是知道其中的意思的，有些沮丧。钟宇上前对梁然道：“是不是紧张了？没事，放轻松，你能唱的很好的，嗓子别那么紧，放开一点。”被男神这么轻声细语的安慰鼓励，梁然非但没有放松，反而更加紧张了。又录了1遍，结果气息控制不对，音准也不够，还不如上一次呢。后面一连几次也都是出现各种问题。录音师这样的情况应该是见得多了，笑眯眯很有耐心道：“很好，再来1遍。”在男神面前一再出丑，梁然的心态要崩了。终于也看出他的状态越来越不对，叫停了录音：“梁然，你先和我出去放松一下吧，咱们过会儿再录。”钟哥，对不起。把歌唱成这样，还是在被钟宇亲自指导了之后，梁然很是羞愧。没事，录歌都是要好几遍的，这有什么？钟宇没有半点不耐的安慰他。你就1遍就过了。梁然闷闷道：“我是专业唱歌的，你是演员，能唱到这样已经很不错了。”钟宇道：“这样吧，你现在什么都别想，放轻松，听我给你唱1遍。”钟宇张口唱起来，声音干净清亮，如雨后空谷鸟鸣。看云落成雨，看叶落成泥，笔尖墨染，指尖情断，悟一念之间。梁然不知道是歌曲有安抚人心的魔力，还是钟宇的声音有让他心安的力量。在钟宇唱完后，他确实放松下来，看着钟宇柔和的眉眼，沉浸在他细腻的声线中。怎么样？可以再来1遍了吗？钟宇唱完问梁然。梁然点点头，两人再次进了录音棚。梁然这一边录的还可以，但感情没有投入进去，只是在唱歌。钟宇道：“这一边唱的很好了，但感情上有些欠缺，唱歌一定要投入感情，那一刻的情绪不同，连声音都会不一样。咱们再来1遍，放轻松，别紧张，相信自己，你能做得很好的。”梁然现在倒是真不紧张了，听钟宇这么温柔的安慰他，那神情和言辞让他突然有一种幼稚园的老师鼓励小朋友的感觉。他男神不光温柔，还很可爱。梁然回想着钟宇唱歌时的唱出的那种感情，又录了1遍。看云落成雨，看叶落成泥，笔尖墨染，指尖情断，悟一念之间。这1遍
终于没有任何问题的成功了。很棒，很好。钟宇不吝夸赞道。梁然一时激动，摘下耳麦就将钟宇抱起来转了2圈。钟宇一惊，条件反射的扶住梁然的肩膀，还没等钟宇反应过来，梁然就很快将他放下，不好意思道：钟哥，对不起，我太激动了，你不要生气。你不知道，我是你的粉丝，很喜欢你的歌，没想到有一天能唱你亲手写的歌，我真的太激动了。梁然不说，钟宇也能看出梁然的确十分激动，他也并不怪青年无意的过激行为，很是包容的笑了笑。见钟宇没有介意，梁然也跟着笑起来，看着十分纯挚傻气。因为要提前为年后的巡回演唱会做准备，钟宇录完歌第2天就走了。盛唐工作室的潘子墨赢了罗浩，拿下了剑心男3的角色。这2天和拿下女2的陶雪都陆续进组，盛唐专心拍戏，加带工作室的新人也是忙得不行，都没空算袁泽家什么时候过来了。盛唐生日前一天，拍戏的间歇田喵喵把盛唐的手机拿过来道：盛哥，有个航班出事故失联了，您发个祈福微博吧。好，现在网络暴力越来越严重，一个艺人要是遇到什么事不发微博表示一下，就可能会被喷得体无完肤，也不知道那些网友怎么想的，难道什么都得在微博上表示出来吗？就好像明星只要不发微博就是什么都不会做了一样。盛唐打开微博，看到了那个航班号，像是被人当头敲了一记闷棍，手抖的都要拿不住手机了。不会的，一定是我记错了，泽家的航班一定不是这个。盛唐喃喃自语，逼迫着自己淡定下来，打开微信查看他和袁泽家的聊天记录。在看到那个完全一样的航班号时，盛唐全身的气力都像是被抽空了，手机从手中滑落，掉落在地上，发出一声闷响。田喵喵焦急的嘴唇张合说着什么，而他却什么都听不见，整个世界都失去颜色和声音。盛唐被巨大的恐惧笼罩着，又一次体会到了10年前母亲去世时那种被遗弃的痛苦，像是整个世界只留他一人，他们都离开了自己，他们都把他一个人丢下。盛唐把腿往片场外面跑，单乐和田喵喵没料到他的突然动作，赶紧落后一步跟着追过去，因为不知道盛唐这么突然就这样了。单乐怕招来其他人对盛唐带来负面影响，也不敢大声喊人，两人只能奋力追赶。盛唐也不知道自己要去了，好像只要跑快一点，再快一点就能追赶上那个离开的人，抓住他，不要让他丢下自己。眼前为什么全是水？他看不到路了，可是不能停下来，不能停下来，他们就都走了。盛唐用尽全身的气力往前跑，单乐追不上他，田喵喵更是被落下一大截，眼看着盛唐就要跑出片场，到汽车飞驰的马路上了。单乐心里急得要命，突然看到前面一辆车的车门打开，袁泽家从车里出来。单乐像是看到了救命稻草，什么都顾不得了，大喊道：袁董，拦住盛哥！袁泽家一下车就看到盛唐满脸是泪的飞奔过来，听到追赶的单乐的喊声后，赶紧将人拦住。盛唐猛地撞到袁泽家身上，被袁泽家牢牢锁在怀里。唐唐，唐唐，怎么了？看着盛唐失神的模样，袁泽家担心不已。泽家，是你，抓住你了，抓住你了！盛唐看清袁泽家的脸，手指紧紧抓着袁泽家的衣服，无比可怜道：不要丢下我！盛唐说完这句就昏倒在袁泽家怀里。盛唐醒过来时，一睁眼就是深棕色的针织衫，而自己的手正紧紧抓着衣服胸前的部分。盛唐抬眼，衣服的主人正是袁泽家。唐唐，袁泽家第一时间发现盛唐醒过来，转眼看了看，发现自己正躺在酒店的房间。盛唐静静的躺着，回想起自己昏倒之前的事。不是说飞机出事故了吗？为什么袁泽家会突然出现在这里？真的不是他的梦吗？盛唐攥着袁泽家衣服的手动了动，感受着手中真实无比的触感，盛唐的眼泪又涌了出来。这次是失而复得，喜极而泣，这个人没有丢下他。唐唐，怎么了？袁泽家看到盛唐突然又哭了，十分担心他。你在，我太高兴了。盛唐呜咽着抱紧袁泽家。
袁泽家明白了盛唐的意思，手掌在他后心轻拍着，我在，乖，没事了，我在这呢。盛唐昏迷后，田苗苗追了上来，袁泽家一问就明白了怎么回事。他告诉盛唐的那趟航班空难事故，盛唐以为他出事了，才会情绪激动。找来医生给盛唐检查了一遍，医生说没有问题，是受到太大刺激造成的暂时性昏迷，等一会儿醒过来就好了。盛唐即使在昏迷时手也是紧紧抓着他的衣服，袁泽家没办法，只好抱着人一起躺在床上。盛唐紧紧抱着袁泽家，哭到打哭嗝，整个人一抽一抽的，那揪心的难受才得以缓解。唐唐不哭了，看盛唐哭得上气不接下气，袁泽家心疼的不行，边给他擦着眼泪边哄，乖，不哭了。袁泽家。盛唐哭着喊袁泽家的名字。我在呢。袁泽家声音轻柔，我喜欢你，很喜欢很喜欢。经历过一次痛彻心扉的失去之后，盛唐无比庆幸这个人此刻还在自己身边，盛唐也不管什么面子矜持了，只想抱着袁泽家，告诉袁泽家他喜欢他。袁泽家回应他，我知道了，我也喜欢你。咱们不哭了。我的性格没有对外表现的形象那么好，可能还会对你发脾气，生活技能也很烂，还会经常因为工作原因不能在家，不能照顾你。你真的要和我在一起吗？盛唐一边哭一边说着自己的不好，结果越说越觉得自己哪都不好了，哭得更凶了。虽说是给袁泽家反悔的机会，其实他早就放不开这个人了，更何况在经历过这么一次生离死别之后。你还有其他缺点的。见盛唐不说了，袁泽家道。啊！盛唐听到袁泽家这么说，哭都停下了。他在袁泽家心里就这么差劲吗？现在是真的被嫌弃了？能不能收回他刚刚说的话？干嘛要自己说自己坏话啊？袁泽家看着盛唐哭得鼻尖红彤彤的呆愣模样，亲了一下他的脸道，这么大人了还这么爱哭，还是个小馋猫。袁泽家顿了顿又道，可是我就是喜欢这样的你啊，喜欢这个不完美的你，喜欢会依赖我的你，喜欢用好吃的就能哄开心的你。我也不用你照顾我，有我照顾你就够了，我想宠着你，让你以后想哭就哭，想笑就笑，再也不用假装自己很坚强。你要是真对我这么好的话，那我为什么还会哭啊？谁会想哭啊？盛唐被感动的鼻涕泡都哭出来了，把自己逗乐了，赶紧拿纸巾擤鼻涕。你这不就在哭？袁泽家帮他抽纸巾，无奈又宠溺道，我倒是希望你以后和我在一起都是笑着的，可谁让你是个爱哭鬼？袁泽家，你还没完了，我告诉你，你这样是娶不到媳妇儿的。盛唐这会儿哭完了，终于又有了那么点气势，还是被袁泽家羞出来的。我错了。袁泽家很识时务的服软，低声在盛唐耳边喊了声老婆。盛唐哪里招架得住，感觉半边身子都酥麻了，气势什么的顿时没了影，把脸埋进袁泽家的颈窝，不好意思看他。袁泽家摸着盛唐顺滑的头发，就这么抱着他。半晌，盛唐抬起头道，你这个手法我好像有点熟悉。袁泽家嘴角的笑意加深，大概和你撸傻黑甜的手法师出同门。以前没发现，你怎么这么坏啊？盛唐咬牙，现在发现已经晚了，不退货了。才不退呢。盛唐抱着袁泽家眼巴巴道，你亲亲我。袁泽家在他嘴唇上轻轻的亲了一下，再亲一下。盛唐不满意这一处极离的亲吻，又道。袁泽家又亲上盛唐的唇瓣，这次没有立即离开，而是轻轻的吻着盛唐的唇。盛唐揽着他的脖子，毫无章法又十分热烈的回应他，一个前吻渐渐加深，两人的唇舌相触，沉醉其中。盛唐本就哭得有些缺氧，现在被袁泽家吻着，又不会调整呼吸，很快就缺氧了。可当袁泽家想要撤离时，盛唐却追着他的唇瓣不肯放开。一吻结束，盛唐整个人软软的靠在袁泽家的怀里。小笨蛋，用鼻子呼吸啊！
袁泽家宠溺的亲了亲他的鼻尖。盛唐一股脑的表白完，想起问袁泽家为什么会突然出现在这的事。袁泽家道：我想到你生日那天可能会和剧组的人一起过生日，就想早过来一些，为了给你一个惊喜就没告诉你，没想到原定的那趟航班会出意外，还好你没事。盛唐听得后怕，要不是袁泽家临时改了计划，怕真的，盛唐不敢再想，抱着袁泽家的手又收紧了一些。我没事，陪我睡一会儿。袁泽家为了挤出时间过来，加了好久的班，在飞机上也睡不着，又紧张了盛唐半天，现在睡意上来。盛唐经历过了大悲大喜之后，精神也很是疲惫，被袁泽家搂在怀里，不一会儿就踏实的睡着了。等盛唐睡醒的时候，室内一片漆黑，盛唐心里一紧，连灯都没顾得上开，就慌忙朝身边摸去，入手是软滑的被褥，没有袁泽家。盛唐慌得差点又哭出来，不过被子下残留的温热体温让盛唐的心稳了一下，快速打开灯，看到雪白的被罩上放着一件黑色西装外套，盛唐认出来那是袁泽家的衣服。袁泽家。盛唐试着再喊了一声，屋里静悄悄的没人回应。盛唐慌慌张张的下床穿鞋，想看看袁泽家去哪了。越是慌乱，拖鞋越是穿不上，盛唐干脆赤着脚下床。刚走了2步，就听见开门声，盛唐快步跑到门口，看到是袁泽家，才真正的放下心来。睡醒了。袁泽家手中端着的托盘，托盘里放着2碗面。快去把鞋穿上。袁泽家看到盛唐一脸慌张的样子，连鞋都没穿，就知道盛唐应该是醒过来，看自己没在，又担心了。看盛唐睡得熟，他才离开了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快就醒了。盛唐乖乖回到床边去穿鞋，然后又快速走到袁泽家身边。你去煮面了？你晚上都没吃饭，怕你一会儿醒了会今天也是你的生日，等到天亮了，你们剧组的人可能还会给你过生日，我就不参与了，但现在我要先陪你过。袁泽家亲了一下盛唐的额头，温柔道：宝贝，生日快乐。盛唐感动的同时，还抽空看了眼室内的挂钟，刚过12点，他家袁先生好像是特意掐着点要做第一个给他说生日快乐的人。谢谢你。盛唐抱住袁泽家，就在他嘴上啃了一口，然后坐到桌边正要动筷子，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吃面之前还要许愿吗？他以前过生日都是吃蛋糕的，许完愿吹蜡烛。盛唐突然脑补了一下自己许完愿对着面碗上的空气吹气的画面。不用。袁泽家道：你有什么愿望告诉我就行，我帮你实现。袁泽家这句话不只是说说而已，这和他向盛唐表白时说的话一样，是他用一生来证明的诺言。盛唐还是默默许了个愿望，希望他和袁泽家能白头偕老。他20岁拿到影帝后的生日愿望都是一样的，希望找个好男人把自己嫁出去。那个愿望用了8年，终于算是实现了。而这个愿望，他愿意用一辈子来慢慢实现。劲道爽滑的面条配着鲜浓的鸡汤，一碗面吃的盛唐从胃里暖到心里。2人吃完面后，袁泽家道：再睡会儿吧，天亮还早呢，你天天拍戏肯定都没休息好。说到拍戏，盛唐想起来他就那么失控的从剧组跑出去了，我当时就那么跑了，都没给梁导说一声。没事，我让单乐帮你给导演请假了，你什么都不用担心，现在好好睡觉。盛唐从傍晚一直睡到现在，又起来吃饭活动了一下，是一点睡意也没有了，被袁泽家抱在怀里躺了一会儿，小声问：泽家，你睡着了吗？怎么了？袁泽家的声音也丝毫不带睡意，显然也是没有睡着。睡不着，你陪我聊聊天吧。好。盛唐问袁泽家：你为什么会喜欢我呀？是一见钟情吗？虽然是万众瞩目的大明星，可有时候盛唐真的觉得自己没什么吸引人的地方。袁泽家没回答，反问盛唐：你知道我第一次见你是在哪吗？盛唐想都没想就到酒店洗手间门口，还差点被他当成变态。袁泽家笑意温和的揉着盛唐的脑袋，
不是，那其实是我第二次见你。我们以前还见过。盛唐身子往上拱了拱，从袁泽家怀里撤出来一点，抬起头和他对视。第一次见你是6年前，那时我刚到法国没多久，我妈的病情不稳定，公司刚刚起步等众多问题压得我喘不过来。袁泽家回忆着那时的场景，语气轻缓温和，像是在讲述一个被小心翼翼封藏在心底的美好故事。那天我推着的轮椅带我妈到公园里散步，看到一个青年将爬到树上不敢下来的小猫小心翼翼地抱下来，调皮的猫被解救后窜进灌木丛，青年看着猫离去的方向笑得灿烂，很快也离开了。那天的阳光透过树叶投下斑驳的光影，树下青年单纯好看的笑容照亮袁泽家当时满是阴霾的内心，让他露出出国以后第一个真正发自内心的笑。啊，我想起来了，我几年前是在法国救过一只猫，那只猫被我救了，我都没来得及摸一把它就跑了，一点都不知恩图报。盛唐还记得那是一只很漂亮的蓝瞳白猫，他现在想起来都为没能撸一把毛而遗憾。我好像是记得旁边有人推着轮椅。盛唐脑子里有一个模模糊糊的影像，他也分不清是因为袁泽家的描述而自动想象出来的画面，还是模糊不清的记忆。盛唐没想到袁泽家居然记了自己这个仅有一面之缘的路人6年，他才不会说他心里正高兴的冒泡呢。盛唐问道：那你对我到底是一见钟情还是二见钟情？袁泽家笑笑没有说什么。时隔6年，袁泽家也没想到自己近一眼就认出了当年那个笑容阳光的青年，青年褪去了记忆中的青涩，变得更加成熟。那人面色苍白的对他勉强一笑，让他像是穿越时空，又和树荫下的青年重逢。一瞬间又回到现在，看着眼前这人明明难受却还强撑着的笑容，让他心里一突，第一次有了想要守护一个人的念头。6年前的盛唐是赴法国参加金树叶电影节的，并在那次电影节上再拿一座影帝。不过由于盛唐一直是拍的本土的电影，在国内夸赞一点说是家喻户晓，但国外的名气并不大，再加上袁泽家为了照顾母亲的情绪，从不关心娱乐新闻，所有并不认识盛唐。后来他在法国再没遇见过盛唐，便以为盛唐或许只是一个来旅游的游客，也是他生命中无数只有一面之缘的路人之一。等到6年后才知道，原来初见时的惊鸿一面成了他埋在心底的一抹温暖，在他不知不觉间早已根基深埋，只等下一次相遇，像等来了一场春雨般破土而出，蓬勃生长。听完袁泽家讲述的和自己这么文艺美感的初遇，盛唐认真想了想自己对袁泽家的情感变化历程，最后得出结论：他对袁泽家是一痴生情。袁泽家做饭太好吃了，简直就是一个被总裁事业耽误了的高级厨师，完全把他的胃收买了。盛唐觉得这事儿就不要告诉袁泽家了，不能什么大实话都往外说，容易影响夫妇感情。两人又小声说了会儿话，盛唐渐渐有了睡意。说自己睡不着的人，第二天睡到7点还是被袁泽家叫醒的。盛哥，你没事太好了，我都要被你吓死了。盛唐本来刚醒迷迷糊糊的，结果被田苗苗的魔音灌耳了。盛唐刚听见田苗苗的声音，就看得眼前一道虚影闪过，下一秒哐的撞到他身上，差点把他撞吐血。盛唐有气无力道：我本来没事的，被你撞得差点出事。还是袁泽家看不下去了，伸手将抱着的两人扯开。盛唐连忙双手张开以示清白。虽然昨天晚上盛唐昏迷醒过来后，袁泽家有给单乐发消息，但单乐和田妙妙两人都还是很担心，特别是丹乐，跟了盛唐几年都没见过盛唐这么失控过。单乐一脸担心的喊了声：盛哥，让你们担心了，我真没事。盛唐拍了拍单乐的肩膀。汪汪汪！不甘被忽略的傻黑田叫了2声，昭示着自己的存在。盛唐蹲下来给他顺毛。昨天盛唐昏倒后，袁泽家没空照顾傻黑田，也怕他吵到盛唐，就让田苗苗给牵走了。从来都是跟着盛唐睡的傻黑田，一晚上没见盛唐，这会儿哼哼唧唧的，可会撒娇了。和袁泽家一起吃完早饭，盛唐去片场，
袁泽家在酒店给下属开视频会议。袁氏集团的高层惊奇地发现，以往他们表面和善可亲，其实对工作要求无比严苛的袁董，今天居然异常的好说话。某个项目经理被驳回了3次的企划案也顺利通过了。袁董今天怎么这么好说话？你也这么觉得啊？我还以为是我的错觉呢。袁董这是去哪了？会议结束后，做会议记录的秘书黄婉柔收好资料，一边遗憾这回袁董去看盛唐男神不是和上回一样借着出差的名头，他没法跟着，一边神色淡淡的看着交头接耳互相议论袁董今天怎么了的高层们，内心不屑的哼笑一声，你们懂什么？袁董那是去见老婆了，和老婆生命大和谐一下，心情当然好。而且袁董老婆还是大名鼎鼎的盛影帝，那模样，那身材，我要是有这么个老婆，还开什么视频会议？绝对从此君王不早朝。国家欠我一个大雕。今天上午头一场就是盛唐和潘子墨的对手戏。潘子墨饰演掌门的首徒魏世民。魏世民前期是个端方有礼，对同门师弟们一视同仁，关爱有加的好师兄，为同门师弟所敬重。在一开始祝爵初入师门被小师弟欺负时，路过的魏世民还曾出言制止并惩罚过欺负祝爵的人。但魏世民同时也是一个好胜心很强的人，他心思狭隘，不容人。对师弟们好的前提是他自己是凌驾于他们之上的，他是高高在上的，才会以俯视怜悯的姿态去帮助别人。所以当祝爵渐渐崛起，一步步赶超他，遮住了他的风头，他便再也不是那个温柔和善的大师兄了。妒忌像一剂毒药，让他的心渐渐被腐蚀扭曲，是个让人可怜又可恨的角色。剑心这部剧好就好在人物形象塑造的非常饱满，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经历，就算是个配角也是有自己灵魂的。不是说坏人就是单纯的为了剧情要他坏而坏，就是一个非要毁灭世界和主角作对的大坏蛋。而好人也不会是无缘无故对谁都好的烂好人，他们也会有自己的私心。虽然魏世民后期变成了反派，但这个角色很容易给观众留下印象的深刻，把握得当的话应该能吸不少粉。现在他们要拍的这一场戏是事件大会上祝爵挤进前10，赢得了拜入7大长老和掌门座下的资格，最终被7长老收入门下。而大师兄魏世民负责给众师弟发放象征各位长老门下高徒的玉牌。很简短的一镜，却很考验演员的演技。剑心第63场一镜，第一次 action。 导演的声音从扩音器里传出。偌大的广场上，整齐划一的站立着一排排穿着统一蓝色服饰的修士，个个精神饱满，站在最前面一排的10人尤为突出。这便是怀仁门此次事件大会最后胜出的10人。掌门和7位长老端坐在高台上，满意的看着众人。掌门面容刚毅方正，带着一派之主的大气威严，几位长老或慈和微笑，或面色严肃，多是眉须露白的老者。唯独最右边的那位不修边幅，落拓不羁，嘴角带着玩世不恭的笑意，倚靠着椅背翘着2郎腿，坐也没有坐下。掌门和几位长老挨个选了自己所中意的弟子，听着身边的同门们一个个被提名，祝爵内心紧张焦急，面上却还不能够显露出分毫，但他拿剑的手紧紧握着剑鞘，抱出青筋，拇指指尖抠着剑鞘上的纹路。通过这些细小的动作，展现了其内心并不是表面上那么淡定。掌门等6位长老选完，看着还剩下的祝爵和另一位弟子道：“还有。”掌门刚要说话，就听得最右边的7长老懒洋洋道：“掌门师兄，给我留一个呀。”7长老此话一出，满座哗然，这人也不管众人，看似随意的往祝爵那一指：“就他吧。”众人的目光纷纷移到祝爵身上，有羡慕的，有嫉妒的，还有好奇的。魏世民也是惊愕的看向祝爵，神色意外中夹杂着钦羡与不甘。大家都知道，怀仁门本领最高的不是掌门，也不是大长老，而是随性不羁的7长老。但7长老很少收徒，上一个徒弟还是10年前他外出云游时收的。等最后一人被3长老收入门下，魏世民该向这10位师弟分发玉牌了，可他的目光还放在祝爵身上，
还是被身边的一个师弟提醒，才匆忙回神。一个弟子端着整齐码放着10枚玉牌的托盘，跟在魏世明身后。魏世明一个个的将玉牌交到师弟手中。等到了祝绝身前，魏世明转身拿玉牌，眼神晦暗不明，但很快调整好情绪，回身时已是面带笑意，祝贺祝师弟。谢大师兄。祝绝接下叼着飞鹤，象征7长老弟子标志的玉牌。魏世明走向下一人。等魏世明转身回去时，导演喊道：卡！群演先别动。梁导喊完卡后，皱着眉盯着监视器，反复观看这一段。潘子墨以为是自己演的有什么问题，疑惑的看向盛唐，盛唐朝他招招手，示意他跟上自己，跟我去看看。不行吗？盛唐上前问梁导，总觉得这一段还欠缺点什么。梁导有那么点感觉，但还说不出具体差在哪里。你们一起来看看。梁导说着，给盛唐和潘子墨腾出空来，又放了一遍拍摄画面。等看到魏世明给祝绝玉牌时，梁导和盛唐都一拍手，两人一个对视，明白了症结在哪。梁导对潘子墨道：这个地方是魏世明对祝绝妒忌的开始，这种妒忌是随着日积月累慢慢加深的，所以现在还不能将妒忌的情绪展现得太明显。要是现在就对他恨得咬牙切齿，那后面的你怎么演？以后就没有那个强化加深的感觉了。潘子墨道：那这个地方应该收着点。哎，对了。梁导又道：这个地方表情要收，但是收了观众或许就看不出魏世明是妒忌祝绝了，他们可能以为他只是惊讶7长老会突然收徒，那咱们这个地方的铺垫就没有意义了。那要怎么办？放也不行，收也不行。潘子墨还是经验太少，一时没有想到怎么处理。这你就得请教你们盛老板了。梁导找出来问题，神色放松的调侃起盛唐来。盛唐笑笑提点道：表情不能有咱们用动作加戏啊。潘子墨恍然大悟。梁导道：明白了吧？再来一遍。魏世明转身低头，拿玉牌的动作一致，眼神晦暗不明，但很快调整好情绪，回身时已是面带笑意，祝贺祝师弟。谢大师兄。祝绝接下玉牌，魏世明的手却捏着玉牌没放，那是他求而不得的东西，如今却要亲手送到一个身份地位都不如他的人手中，他不甘心。祝绝有些诧异的看了大师兄一眼，魏世明迅速放开玉牌，走向下一人，看，这回梁导满意的过了。盛唐其实很少在演技上指导工作室的艺人，不是他藏私。首先他签下的艺人演技都是过得去的，其次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长处和特点，盛唐不想抹杀他们的个人特点，让他们都效仿他的样子。他虽然年少成名，但这种成功是各种机缘聚在一起而达成的，是不可复制的。但他会告诉他们一些窍门技巧，指正他们明显的错误，让他们少走弯路。拍摄间歇，盛唐那手机刷微博，一刷新刚好看到雅阁服饰官微发布了他为他们拍摄那组宣传照，并艾特了他。一组成熟内敛，一组青涩开朗，两组截然不同的风格被同一个人完美的诠释出来，像是专门为了突出这一点，雅阁官微发布的9宫格宣传照的图片顺序都是这两种风格交替的。最中间的那张还专门将2张照片 P 到了一张图上，形成的画面就是青年不服输的眼神射向对面的男人，而男人修长好看手将褐色瓷杯放到嘴边，带着笑意的眼睛像是无比纵容的看着青年。微博下面已经有了不少评论。原则家生日快乐，看破就说破，官方要搞事情我小天真，我太傻了，真的太傻了，居然还站陛下和别人的 CP， 陛下完全可以自攻自受好不好？陛下的小甜甜，点开第1张图，陛下那小样真欠太阳。第2张，陛下宇宙无敌大总攻。第3张，算了，陛下就是个兽。第4张，男神正面刚我。第5张，男神求你自己收了自己吧。美颜赛高，陛下帅到炸裂。
盛唐不知道是不是袁泽家故意让雅阁品牌负责人在他生日这天发布的宣传照，但就袁先生第一个转发评论来看，最起码他这个沙发是暗箱操作。袁泽家发的生日快乐后面还带了一个小红心，单纯的其他什么都没有的小红心。盛唐还想再刷刷评论，这时郭曼打电话过来提醒他让他转发这个微博。盛唐刚转发完微博，下面评论就炸了。本来雅阁官方发布的有好多盛唐粉还不知道，现在盛唐一转发，粉丝们立刻幸福的跟要过年一样。陛下什么时候发过9宫格的照片啊？还是这种高质量的，这广告代言接得太值了。皇后娘娘惊艳到晕厥，快把本宫从地上扶起来。大内总管，今天是过年了吗？怎么看到烟花了呢？纳兰堂堂，陛下生日快乐，我爱你。明亮的小眼睛，只有我觉得袁董那个小星星好萌吗？名侦探小明，我嗅到了激情的味道。这时纪明俊也看到了盛唐的这个微博，看到热评第一袁泽家那个明晃晃的小红心，觉得以自己和盛唐这么多年的交情，必须也加一个心。纪明俊生日快乐。纪明俊的评论很快被粉丝们捞上去，和袁董肩并肩。想到今天是盛唐生日的钟宇想着现在盛唐可能在拍戏，晚上再给他打电话说生日快乐，想跑到盛唐微博底下先祝福一下，结果看到热评那两人的小红心也跟着加了一个。而把钟宇特别关注了的梁然紧跟男神脚步发了一条一模一样的评论。后来陆续过来祝盛唐生日快乐的明星们看到那整齐划一的4个评论，还以为自己来晚了错过了什么梗，都没贸然破坏队形。于是盛唐的微博底下形成了一排可以说是非常亮丽的一道风景线了。第一妇产医院的妇科门口，于彤笑容满面，本来有些尖刻的脸此刻也显得柔和了许多。立辉，我们有孩子了。于彤笑着低头，把手放在腹部轻抚着。他10岁的时候父母出车祸，双双遇难，他从小跟着爷爷，如今他也要有自己的孩子了。于彤期待着和身边这个深爱着自己的男人组成一个家庭，然后给肚子里的孩子最多的宠爱。他从小失去父母，以后一定要让自己的孩子得到最完整的爱。是啊，我们有孩子了。袁立辉也把手放在他还很是平坦的小腹，脸上的笑容却很是牵强，将于彤半揽在怀里边走边道：我们下个月举行婚礼吧，可是下个月估计都能下雪了，穿婚纱太冷了。等到天暖和的话，宝宝就大了，更不能穿婚纱了。立辉，你说怎么办啊？于彤偏头皱着细眉问道：哎，对了，咱们可以去国外办婚礼，然后直接在那边度蜜月，你说怎么样？行，都好。袁立辉点头附和，犹豫道：彤彤。袁立辉，我那天给你提的事儿，让你爷爷再帮帮忙吧。我不是给你说了，爷爷不愿意插手你们家的事儿吗？于彤见袁立辉只惦记着让爷爷帮他收购袁氏集团散股的事，心里有些不快。什么叫我们家的事？我和你马上就要结婚了，我们家的事不是你们家的事吗？袁立辉听到于彤的语气，脾气也上来了，看于彤脸色变了，声音又缓和下来道：彤彤，我不是对你发脾气，我是为了我们以后的生活考虑啊。我爷爷不像你爷爷对你那么好，他从来都不认我是他的孙子。我大哥一回国，他就把所有的股份转到我大哥名下，还把董事长的位置让给了他。我现在就每个月拿着一点死工资，还忙得连陪你的时间都没有。我自己一个人的时候我也不说什么，可现在你要嫁给我了，咱们结婚和度蜜月需要一大笔钱，以后孩子生下来更需要钱，我总不能让你用娘家的钱养着咱们的家吧。彤彤，我想让你以后跟着我也能过好日子，我不想让你受委屈。袁立辉对哄于彤这样的女人很是拿手，果然把于彤哄的气全消了不说，还开始心疼起袁立辉。你爷爷怎么这样啊？你别急，我再跟我爷爷说说，他一向疼我，一定会同意的。于彤也不想自己的孩子以后受委屈，过不如别人的日子。彤彤，你真好。袁立辉的目的达到了，对于彤的态度也好了很多。
袁立辉陪着于彤买了一些孕妇需要的东西，晚上等于老爷子回家。晚饭的时候，于彤再次道：“爷爷，你就帮帮立辉吧，上回不是和你说清楚了吗？”于光淼听孙女又说这话，不高兴道：“这对您又不是什么难事，可对立辉来说，就能帮他扳倒他大哥。您不知道他们家是怎么对立辉的，袁立辉根本没有能力对付袁泽家，你非要你爷爷得罪袁家吗？”于彤见说不动于光淼，冷着脸道：“爷爷，我怀孕了。”你……于光淼被气得把手里的汤勺往碗里一扔，发出哐啷一声脆响。于光淼当初知道于彤和袁立辉在一起的时候，逼着于彤让他和他分手，结果于彤死活不同意。也是袁立辉铁了心要扒上于家这艘大船，和于彤交往的期间，硬是忍住了自己风流的性子，没有找其他女人。因此被于光淼派去调查袁立辉是不是欺骗于彤感情的人，没能查出什么。毕竟是自己从小宠大的孙女，于光淼不忍心再逼迫她，想着就算袁立辉没本事，但只要对彤彤好就行，反正以后于家的家业都是要给彤彤的。但于光淼没想到于彤竟然这么不自爱，一头扎在袁立辉身上，一点保护自己的意识也没有。于彤继续道：“爷爷，你总不能让我和孩子以后没饭吃吧？我不是说了，以后于家都是你的吗？”是袁立辉不同意入赘。于彤替袁立辉不平道：“爷爷，他是个男人，你这样不是让他吃软饭吗？那他以后还怎么挺起胸膛做人？我们的孩子以后都挺不起腰杆。”于光淼没再说话，饭也不吃了，板着脸起身上楼。爷爷！于彤在后面喊他也不应。下午的拍摄完成后，导演梁鹏将剧组的主创人员召集起来道：“今天是咱们摄影帝的生日，我让人在酒店订了一桌，咱们去给摄影帝过生日。”梁鹏想借着给盛唐过生日，大家聚在一起吃了顿饭，也算缓解一下这1个多月来紧张的拍摄压力，为后续的拍摄加油蓄力。梁鹏话音一落，众人都欢呼起来，纷纷祝盛唐生日快乐，然后簇拥着盛唐上车去梁导订的酒店。大家刚进包间，就有酒店的服务生推着蛋糕进来：“盛哥生日快乐，生日快乐，许愿，许愿。”等服务生出去把门一关，这些原本一个个安静优雅的明星们立刻放下偶像包袱，哄闹着喊道。盛唐闭上眼，又默默把那个愿望许了一遍。想到问袁泽家吃面前要不要许愿的时，袁泽家的回答，盛唐心里暖乎乎的，嘴角带上了笑意。盛唐睁开眼，把蜡烛吹灭。梁导道：“盛影帝想什么好事呢？笑这么开心。”盛唐笑道：“大家给我过生日，我不笑还哭吗？谢谢大家，百忙之中还抽空给我过生日，谢谢。”盛唐向众人鞠躬致谢。陶雪嬉笑着说：“我们会说我们是为了宰梁导一顿才来的吗？”梁然也很不给面子道：“别想太多，我是为了吃顿好的才过来的。”其他人也开始跟着他们拆台。其实盛唐说百忙之中真不是夸张，剧组拍摄进度挺紧的，每个人工作压力都很大，有时候一天下来真的是累到连饭都不想吃，就想找个床躺着。既然你们都是来吃的，那咱们就开吃。梁导大手一挥按铃，让服务生上菜。菜上齐后，梁导端着杯子道：“这段时间大家都辛苦了，今天放开了吃，明天还要拍戏，酒咱们就不喝了，我以茶代酒，敬大家一杯。”梁导将杯子里的水喝了，坐下又道：“虽然是我请客，你们也别把自己给撑着了。”一人道：“我们这还没开吃呢。”梁导就怕了。梁导道：“怕？我就看看你今天能吃多少。”盛哥。饭吃到一半，盛唐杯子里的水喝完，刚想再倒一杯，坐在盛唐身边的潘子墨就很有眼色的拿起桌上的水壶给他添上了水。盛唐朝他微微笑了笑，又看着潘子墨离开位置，给一旁的梁导也续了水。“子墨你坐，我自己来就行，你去吃饭。”梁导见潘子墨过来给他倒水，忙把杯子放到边上，然后接过水壶客气道：“因为明天还要拍戏，不能真的跟聚会似的一顿饭吃几个小时，大家没多久就吃完回去了。
盛唐回到酒店的时候，袁泽家还在电脑前工作。见盛唐回来了，袁泽家快速敲击了几下键盘，然后将电脑关掉，起身朝盛唐走去，问道：“累不累？”“还好，习惯了。”盛唐道：“我看到你的微博评论了，你是不是安排好的今天发布代言宣传照？然后还自己抢沙发？”袁泽家道：“没有，是品牌负责人定的。不过他之前跟我报备了一声，我就第一个评论了。不过我现在有些后悔发那条评论，我先去洗澡了。”袁泽家说完就进了浴室。盛唐一脸懵逼，后悔了？怎么回事？盛唐回想着袁泽家发的评论，不就是生日快乐加一个小红心，怎么还后悔了？盛唐忙了一天，然后又和剧组的人一起去吃饭，白天就刷了那一小会儿微博，之后根本没空看手机，还不知道纪明俊已经把他的微博霍成了明星大佬表白现场。是我魅力不够了，还是袁先生你要飘了？盛唐盯着浴室的磨砂玻璃门，百思不得其解。想不明白的盛唐打开微博，希望能找出问题所在。在看到自己微博下的评论一路飘红心后，盛唐：“爱妃们，你们把朕的皇后弄吃醋了。”后过来的明星不光和袁泽家发了一样的评论，还因为他们粉丝多，点赞的人也多，把袁泽家的评论直接挤到了下面，要往上翻才能看到。仔细看了看评论时间，盛唐锁定了罪魁祸首纪明俊，恨不得把他拉出去扔了。你说我们暗搓搓秀个恩爱容易吗？你个单身狗，瞎凑什么热闹？盛唐非常重色轻友的想。因为纪明俊，这样的评论越来越多，到后来不光明星，粉丝们也开始跟着排队行。而现在的微博热门是娱乐圈集体表白盛唐，甚至有八卦小报为了博眼球，直接把标题写成震惊，盛唐被众明星集体求婚。听到浴室的门有声响，盛唐快速思考了一下对策，然后抱着手机跑到穿着白色睡袍刚出来的袁泽家跟前。袁泽家往前走，盛唐在他前面倒退着走，手拿着手机伸到他面前给他看。盛唐强行无辜加委屈道：“他们把你给我发的心都挤到下面去了，我不开心了，你快哄哄我。”袁泽家看着盛唐亮的跟个小狐狸似的眼睛，失笑的揉了揉他的头发：“要怎么哄哄你？你亲我一下就好了。”盛唐退到床边，一脸看我很乖很好哄的样子。袁泽家笑着在盛唐脸上和嘴唇上各亲了一下。盛唐在袁泽家亲他的时候，双手环过袁泽家脖子，然后扒着的肩背往前一拉，两人双双倒在弹性很好的大床上。袁泽家在身子前倾的瞬间，双手快速撑在了盛唐身体两边，才没有整个人压在他身上。盛唐被弹的身子轻微的上下颤了两下，嘴唇和袁泽家的僵处未触。盛唐环住袁泽家脖子的手略微用力，将袁泽家拉近。袁泽家无比配合的再次将人稳住。因为两人刚刚的大幅度动作，袁泽家的睡袍胸前半敞开，盛唐接着稳手，还不老实的探到袁泽家的衣领里，摩挲着袁泽家后颈因为刚刚洗完澡还有些潮湿的温热皮肤。袁泽家的眸光更加暗沉，在被盛唐微微露头的舌尖碰触到嘴唇后，迅速反客为主，吻着盛唐的力道加深。两人毫无技巧的凭着本能的动作唇舌交缠，没一会儿盛唐就将袁泽家推开，大口喘气。他还是做不到接吻的时候自如的呼吸，刚刚两个人呼出的温热气息交织在一起，让他有一种喘不上气来的心悸与紧张。袁泽家顺着盛唐的推拒翻躺在盛唐身边，贴着他的耳朵问：“哄好了吗？”被耳边如此近距离的低声刺激的身体一抖：“好了，好了，我要去洗澡了。”盛唐没出息的爬起来，抓起睡衣就跑进了浴室，哪里还分得清到底是谁哄谁。袁泽家低笑着将目光落在盛唐的背影上，等盛唐把浴室的门一关，袁泽家才坐起来把自己散开的睡袍整理好。盛唐脱光衣服，在花洒下冲着澡，看着自己微微有了反应的某处，想不明白为什么同样都是处男，袁先生的吻技就比自己好那么多。洗完澡，盛唐擦着头发从浴室出来，看到袁泽家靠坐在床上，手里翻着一本时尚杂志。
盛唐一眼就看清了，封面上正是他为雅阁服饰拍的一张广告代言。盛唐头发都没擦干，就往袁泽家身上一扑，真帅不帅？头发上的水珠有几滴甩到袁泽家脸上。袁泽家放下杂志，拿过盛唐手里的毛巾给盛唐擦头发。帅，不把头发快点擦干容易感冒，以后不能这样。盛唐硬着趴在袁泽家的腿上，拿过那本杂志放在跟前，舒服的翻着杂志，享受着袁董的擦头服务。因为有一场黎明时的戏要拍，盛唐第二天5点就去了片场，都没来得及和袁泽家一起吃早饭。已经进入了冬天，早上5点多还是很冷的，一张嘴呼出的全是白色雾气。他们这是修真剧，总不能一个个修士穿的潇洒飘逸，一身薄衣，然后一张嘴全是哈气，这就太难看了。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演员们都是事先含冰块的，要把口腔温度降到和外界温度一样，这样才不会出现哈气。可夏天含一块冰都凉飕飕的，更何况是冬天，冰块入口，刺骨的寒意瞬间直冲脑门，冻得人一哆嗦，恨不得立刻吐出来。台词少的人还能含一下，降口腔温度就把冰块吐出来，偏偏这一段盛唐的台词还很多，盛唐只能穿着单薄的戏服，嘴里含着冰块拍戏，并努力克制着自己的身子，不能因为寒冷发抖，不能被嘴里的冰块吸引注意力。等拍完这一段，田苗苗急忙上前将肥大的羽绒服披在盛唐身上，善乐把保温杯给他，里面的水是温热的，可以缓解口腔的冰冷。田苗苗小声跟盛唐道：盛哥，袁董过来了，在休息室等你。再好的朋友也不能这么频繁的过来探望，怕人多口杂对盛唐影响不好。为了避免更多的人看到自己过来，袁泽家没在外面等盛唐，直接去了盛唐专属的个人休息室。过来多久了？休息室就几步的距离，盛唐一场戏拍下来，口腔都冻得麻木，不觉得冷了，水还没喝就大步进了休息室。刚刚过来。想到盛哥这2天晚上都是和袁董住在一起的，田苗苗很有眼色的没有跟进去。袁泽家一见盛唐披着羽绒服，拿着保温杯，就知道他刚刚又穿着单薄的衣服在拍戏。冷不冷？袁泽家帮他把羽绒服裹好，虽然盛唐说立马贴着暖宝宝没事，但袁泽家还是觉得心疼，这么冷的天穿这么少，怎么可能会没事？冷。盛唐把手里的保温杯放到身旁的桌上，你帮我暖暖。盛唐恶作剧似的把自己冰凉的嘴唇往袁泽家嘴上贴了一下，然后撤开，拿起保温杯喝了一口温热的水，含在嘴里暖暖口腔。怎么这么凉？袁泽家皱眉。盛唐把水咽下去，向袁泽家抱怨，因为不能有哈气，所以要含着冰块。其实他以前也遇到冬天含着冰块拍夏天的戏的情况，那时候自己一个人咬咬牙忍忍就过去了。现在盛唐也没有觉得多委屈，却忍不住想向袁泽家抱怨诉苦，想让他多心疼自己。盛唐话音刚落，袁泽家就将盛唐拉到怀里，吻上了盛唐虽然喝了热水，但还是有些凉意的嘴唇。袁泽家的舌头探入盛唐口中，和盛唐微凉的舌头交缠，然后在他的口腔里扫过，慢慢的把热度传递过去，将盛唐的唇舌暖化。盛唐的口腔因为寒冷，感知能力下降，感觉袁泽家的舌头热热的，软软的，像是会自己移动的布丁。等到2人口中的温度一样，袁泽家才将人放开。盛唐的脸红红的发烫，一方面是因为在外面冻了好久，突然到了暖和的地方，一方面是被袁泽家吻的。袁泽家叹了口气道：真想把你打包带回家，你说这样我怎么放心的下你？我以前也都是这么过来的，真的没什么的。盛唐真看到袁泽家心疼他了，反倒劝起袁泽家来。盛唐又问：你是要回去了吗？袁泽家道：公司那边出了点麻烦，我要回去出面处理。严重吗？盛唐问了后发现，不管严重与否，他好像都帮不上什么忙。不是什么大事，就是有点麻烦，我得赶回去，不能陪你了。盛唐道：那你快走吧，我又不是小孩了，还要每天让人陪着。袁泽家笑道：
你非得让我承认是我想陪着你，看着你吗？盛唐抱着袁泽家嘿嘿笑，你怎么这么会说情话啊？我是比不过你了。都是情之所至的实话，没遇到你之前，我也从未想过自己有一天会这么喜欢一个人。袁泽家叹了一口气，认栽道，你在我面前都不用说情话，就让我对你无法自拔了。前段时间的慈善拍卖会上，袁泽家看到袁立辉和于彤在一起时，虽然不耐，但却小心讨好的样子，就猜到袁立辉和于彤在一起肯定有什么目的。于是袁泽家就查了于彤的身份，发现她是于江集团董事长于光淼唯一的孙女。不确定袁立辉是单纯的想钓个有钱的女人，还是有别的心思。为了防止袁立辉在集团改革的关键时刻整什么幺蛾子，袁泽家一直派人盯着于光淼的动作。果然今天早上派去的人就告诉他，于光淼在收购袁氏集团的散股。袁氏集团原本最大的股东是袁老爷子，后来袁老爷子将手里20%的股份全部转到了袁泽家的名下。袁泽家的父亲袁庆良和袁母冯凌霜两人年轻的时候是自由恋爱，那个时候袁庆良年轻气盛，意气风发，袁母则大胆热情，两人快速走到一起。冯凌霜更是不顾家人反对，甚至和家人断绝关系，执意嫁给了袁庆良。为了向家人证明自己的决定是正确的，夫妻两人在袁家的公司很是拼命努力工作。10几年下来，两人手中各持有袁氏15%的股份。冯凌霜本来就是女强人的性格，又因为了和袁庆良在一起，和家人断绝了关系，心里一直憋着一口气，因此工作起来比袁庆良还要强势许多。见冯凌霜一心想做出成绩，心思都扑在工作上，袁庆良对他的不顾家开始不满起来，又因为在公司处处被他压一头，袁庆良越来越对冯凌霜喜欢不起来，也开始沉湎酒色，不思进取。后来袁庆良出轨，并把情妇带回袁家，袁母出国后就把手里的股份全部卖掉了。因此袁氏集团的股东除了袁泽家和袁富占的大头，其他的就是各位和袁老爷子一起的打拼的兄弟们七七八八的股份和一些散股。虽然知道袁立辉和于光淼凭借着一些散股也做不了什么，但既然他们这样做，就一定有这么做的目的，袁泽家没有放松警惕。董事长，这是详细的统计名单。秘书韩瑞把手中的文件放到袁泽家办公桌上，讲解道，目前正式表态支持公司转型的股东共持股 12%， 有持股共 9% 的小股东保持观望状态。自从发现了于光淼收购集团散股，袁兴国、袁杰、袁松等原本有些松动的人反对的态度好像更强硬了。袁泽家一边听心腹秘书汇报情况，一边看统计名单。目前支持转型的股东加上他自己一共有 32% 的股份，而袁兴国几个保守顽固的老头一共有 22% 的股份，袁庆良手中还有 15% 的股份，一直没有表态。袁立辉一个一点股份都没有的人，就算有于光淼帮着他买一些散股，顶多也就能买到 5% 的股份，根本不可能得到袁兴国等人的支持。那他为什么要这么做？袁泽家手中的钢笔落到袁庆良的名字上，突然想到了什么，不甚在意的哼笑了一声。董事长，要采取什么措施吗？韩瑞问道。不用，静观其变就好。这时袁泽家的手机铃声响起来，袁泽家对韩瑞道，让人继续关注着于光淼的动作，其他的不用做，你先出去吧。好的。袁泽家接起电话，喂，哥，大嫂在你身边吗？我跟大嫂打个招呼。手机里传来袁泽瑞带笑的爽朗声音。袁泽家道，我现在在公司呢。袁泽瑞道，怎么在公司？你没去给大嫂过生日吗？公司有点事情，提前回来了。袁泽瑞遗憾道，昨天是大嫂的生日，我怕打扰你们的二人世界，都没给你打电话。早知道你这么早回公司，我就早点打电话让大嫂认识认识我了。袁泽瑞又问道，公司出什么事情了？袁立辉恐怕要搞出点什么事情，左右不是什么大事，你不用操心。袁泽家道，妈的身体最近怎么样？一直挺好的，刚刚被皮尔斯叔叔约去看歌剧了。袁泽瑞笑道，咱妈估计要开第二春了。
怎么连妈的玩笑都开？袁泽家摆出大哥的身份训斥弟弟，又道：我让你给妈看的电影，你给她看了吗？这可是关乎你终身大事的事，我怎么敢怠慢？袁泽瑞道：放心吧，妈现在对大嫂的印象很不错。我只给她看了2部大嫂演的电影，后来还是妈自己问我，那天我给她看的电影的男主角有没有其他的作品，要我找来给她看。听袁泽瑞这么说，袁泽家放下心里。袁庆良出轨的对象杜依林当初就是个小明星，怕冯凌霜因为杜依林而不喜欢身为演员的盛唐，袁泽家早就未雨绸缪，让盛唐提前在未来婆婆面前刷了好感度。袁泽瑞也因此知道了袁泽家喜欢上盛唐的事。袁泽瑞10几岁就在国外上学，思想开放程度很高，毫不惊讶地接受了自己大哥喜欢上一个男人的事，还帮着袁泽家出谋划策，商量着这么搞定他们妈。袁泽家道：那你再在妈面前多夸夸堂堂，也别说的太夸张了。妈说什么时候回国了吗？他回国的时候把那边的公司交到了弟弟袁泽瑞手中，本来想和冯凌霜一起回来，可冯凌霜一生要强，要回国时却近乡情怯，说让他先回来，他过阵子再回去。袁泽家知道他是不知道该如何面对多年不见的冯家人，便没有和他一起回来，也不知道他现在做好心理准备了没有。袁泽瑞道：我知道，我这段时间可没少见缝插针的夸大嫂呢，妈应该下月回国，到时候她肯定会提前告诉你的。你忙吧，下回见到大嫂一定给我打电话啊。袁泽瑞挂断前还不忘提了这么一句。没过2天，袁兴国联合了一部分集团高层要召开股东大会。会议室里，袁泽家气定神闲地坐在主位上，一位年过半百、身形壮硕的男人中气十足道：当初是我们信任袁老哥，才同意他把董事长的位置传给泽家你，可你现在不顾我们这些为袁氏集团立下汗马功劳的老臣的意见，说转型就转型，既然你不为我们这些老家伙以后的日子考虑，我们也不用顾及这份情谊。我就直说了吧，今天我们这些老家伙执意要召开股东大会的目的，就是要重新选举董事长。袁泽家脸色未变，淡然道：重新选举董事长。好，不过股东大会上来的应该都是集团的股东吧？袁泽家看向坐在袁兴国身边的袁立辉，意思不言而喻。袁立辉一脸得意的把一份股权转让书扔到袁泽家面前，看清楚了，我爸把他10%的股份给我了。袁立辉说这句话时，刻意的加重了我爸2个字，期待着看到袁泽家的脸色大变。然而袁泽家还是脸上挂着淡淡的笑意，看了一眼那份文件，然后按着推回到袁立辉面前，招过韩瑞，在他耳边轻声说了什么。韩瑞点头，很快转身出来会议室。袁泽家朗声道：好，可以开始了。袁立辉心里恨恨道：笑吧，看你还能坚持多久。他这回对董事长的位置10拿9稳，并不认为袁泽家能让韩瑞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做出什么来。最先发言的男人也就是袁兴国首先道：我推选立辉为董事长。说完用眼神示意了对面的袁松赶紧说话。袁松接着道：我也推选袁立辉为董事长。紧接着袁杰也道：我推选袁立辉。袁兴国等人扶持袁立辉当董事长，就是看中他能力不强，这样以后才容易被他们控制。袁博道：公司转型是迟早的事，我支持泽家。又有些人纷纷表态支持袁泽家，还有一些股东弃权。半个小时后，等所有人都表完态，袁立辉得意的站起来对袁泽家道：支持你的人股份加起来32%，而我有34%，大哥，你输了。本来袁立辉从袁庆良那里拿到的股份，再加上他拉拢的袁兴国等人的股份，加起来刚好能和袁泽家的持平，还好他让余光淼帮他买了散股，险胜一筹。砰！会议室的门被人大力推开，众人纷纷朝门口看去。匆忙赶过来的冯文斌道：召开股东大会，你们怎么也不通知我呀？表哥，我没来晚吧？袁立辉心里一慌，没等袁泽家开口，就急忙道：你是公司的股东吗？会议前不来视为弃权，你就算是公司的股东也没用。冯文斌嚷嚷道：
我怎么不来啊？你们都不通知我，我怎么过来？这还是我今天凑巧过来这里找我表哥，秘书才跟我说你们召开股东大会的，要不然等你们开完会我都被蒙在鼓里呢。是不是那天袁氏集团被你们搞破产了，才会给我个通知？袁家和冯家人还是有些走动的。袁兴国认识冯文彬，道：我们怎么从来不知道你是袁氏集团的股东？以前我们召开股东大会的时候也没见你来过。冯文彬道：我买个股份还要挨个通知你们吗？以前股东大会你们也没通知过我啦。冯文彬说着，让秘书把自己的股权证明书复印件分发给众股东。袁兴国不相信这个冯家的二世祖真的能有集团的股份，果然他看了一眼就怒喝道：这股权所有人是埃文斯，你是糊弄着我们玩吗？为了有十足的把握，他们特地调查过袁氏集团的股份所有权，他们确定了袁泽家没有翻身的余地，才公然和他叫板的。只除了冯林双6年前将股份卖给了一个叫埃文斯的查不到具体身份的德国人。冯文彬嘴角一挑笑道：袁四爷这么忙，自然关注不到我们这些小辈，不知道埃文斯是我在德国留学期间的名字也正常。冯文彬问道：现在我这个拥有袁氏集团15%股份的大股东能有话语权了吗？冯文彬又像是刚刚明白过来，气死人不偿命道：哎，对了，你们召开股东大会是要干什么的？袁泽家也似认真的告知，为了选举董事长。选董事长啊，那我投你一票。冯文彬很是随意的对袁泽家道。两人一唱一和，只把袁立辉等人气的鼻孔冒烟，愤愤的离开会议室。而支持袁泽家的人抹了一把头上的虚汗，放松的笑了起来。这就像一场古时候的夺嫡之争，输的那一方的臣子注定不会有什么好下场，还好他们赢了。袁泽家今天也向在座的股东们证明了他的实力，让一些本来还犹疑不定的股东有了决断。当初袁庆良把情妇和私生子领回家，冯林双这样心气高的人哪能受得了这样的折辱？本就因长期劳心劳力，身体底子变差的冯林双一时气急，竟中风晕厥。抢救过来后，冯林双意识清醒了，但却半身瘫痪。用和家人断绝关系换来的婚姻，最后落得这个下场。冯林双实在没有脸面再待在帝都，就让袁泽家把他手里的股份买了，然后带他出国了。冯林双要袁泽家把袁氏集团的股份卖掉，袁泽家并没有真的卖给外人。那时候冯林双心灰意懒，一时想不开，袁泽家却是清醒的知道他始终姓袁，终究还是要回袁家的。所以袁泽家让冯文彬隐瞒身份买下了这笔股份，而冯文彬本人是没有这个财力买下这么大一笔股份的。袁泽家知道是他舅舅冯林涵暗中出手了。那时袁泽家就知道了舅舅其实早就原谅了母亲，不过他一直没有告诉冯林双这件事。那时的冯林双情绪不稳，很是懊悔，为了袁庆良和家里闹掰，说了只会让他更自我怨恨。袁泽家整理了一下有些褶皱的西装，起身信步回自己的办公室。冯文彬紧跟其后，满是嫌恶道：袁立辉还真是有出息，和他妈靠女人的东西算个什么男人？冯文彬本来想说袁立辉和他妈一样，他妈靠男人，他靠女人，转念一想，袁立辉他妈靠的男人不就是他表哥的亲爸吗？虽然袁庆良做的事让人一言难尽，但毕竟是长辈，他们还是不好说什么的。冯文彬又问道：你让韩瑞临时通知我过来，我过来得急，没听清怎么回事？袁立辉哪来那么多股份？就算靠着余家，也不能这么快拿到这么多啊！袁泽家拿起桌上的被子，走到饮水机前，边接水边道：我爸把他10%的股份给了袁立辉。袁泽家不喜欢喝咖啡或者茶叶，专门让人在办公室放了一台自动饮水机。如果说冯文彬原本对袁庆良还有那么点对长辈的尊重，一听袁泽家的话，冯文彬直接破口道：他傻吧他？不是，他怎么想的？居然把这么多股份给一个私生子！袁泽家走到办公桌后坐下，他怕是没把袁立辉当私生子，毕竟都是领回家去的了。袁泽家本来就不对袁庆良这个父亲抱有什么希望了，但没想到袁庆良还能让他更心寒。冯文彬看他表哥一副什么都没放在心上，
神色淡淡喝水的模样，有心想劝慰一下，他又不知道怎么开口。他一个外人对这种事都气愤不已，他不信他表哥能真的无动于衷。他从小和袁泽家一起长大，对袁泽家的性子也算了解了，知道袁泽家就是有什么事也不会显露出来，都是放在心里，自己默默承担着。冯文斌灵光一现，想到了一个人，问道：对了，表哥，你和盛唐进展怎么样了？听到冯文斌提盛唐，袁泽家的神色缓和了很多，脸上的笑意也真切了。在交往中，我看你是真闲得慌，什么都打听。冯文斌一看袁泽家的脸色，还有什么不明白的？他还真没料到他表哥能这么快就把人追到手呢，笑道：我这还不是关心你，再说现在我一点都不闲，我爸现在正逼着我接手家业呢，他也不知道怎么突然想开了，说是要趁着还有精神，要享享清福，要把挑子撂给我。我今天跑到你这救急，都是忙里偷闲了。袁泽家非但不同情他，反道：舅舅早该这么做了，既然你这么忙，那就赶快回去吧。冯文斌道：你这是卸磨杀驴，用完就扔啊！你说我这个冯家未来的大当家，帮了袁董这么大的忙，怎么都能捞到袁董亲手做顿饭，以示感谢了吧？他可是在上回吃袁泽家做的饭时，就想好了下回的菜谱的。袁泽家道：下回吧，这次是真没空，我一会儿得回去看看老爷子，他听说了今天这事，还不知道气成什么样呢。袁老爷子虽然放权给袁泽家了，但公司里该知道的事儿还是一点不差。下回一定啊。冯文斌见袁泽家是真的有事，遗憾道：我什么时候说话不算数过？袁泽家和冯文斌一起下了楼，先往袁振国现在休养的住处打了个电话。袁老爷子一向不喜欢用电子产品，是负责照顾他的阿姨接的电话。大少爷啊，袁老先生去家里了。袁泽家知道这个家里指的是袁庆良的住处，问道：什么时候走的？阿姨道：刚刚动身。袁泽家挂了电话，直接让司机开往袁家。他回国后，这还是第一次再回那个地方。因为老爷子身体不好，司机不敢开太快。袁老爷子和袁泽家一前一后到了袁家。袁泽家的车被门卫拦在袁家大门口。你是谁啊？这是私人住宅，不能随便进。袁泽家只觉得好笑，他这个正经的袁家少爷，如今倒成了外人。看来是时候要让这些人知道，到底谁才是真正的主人了。先生，后面好像是大少爷的车。扶着袁振国的张博听到身后的动静，回身看了看，对刚下车的袁振国道：快，快让他进来。袁振国见袁泽家竟然被拦在外面，也是气急，指着那边让张博过去处理。袁振国自从公司退下了之后，头发没再为了显得年轻有精神气而染过，如今满头花白的头发，拄着手杖，人显老得很。张博把袁振国交给司机搀扶，快步过去，大声对门卫道：干什么呢？这是袁家的大少爷啊！这门卫是前年才来的，不知道袁家的事，还以为袁家就袁立辉一个儿子。反应过来的门卫忙道歉：袁少爷对不起，我没见过您，不知道您的身份，真是对不起。落后一步过来的袁振国冷哼一声，虽然知道门卫什么都不知道，但正是不知道才更让人心寒。好好一个袁家就被自己儿子弄成这个模样。爷爷，您何必过来？公司的事我能处理，您就放下心来，好好养身体就行。袁泽家上前让司机让开，自己扶着袁老爷子，不打算让他进去了。袁振国道：泽家你别拦着我，我今天倒要看看我到底养出来个什么孽子。嗨，袁振国今天执意要见袁庆良，袁泽家无法，只能陪他进去。迎着门的正前方就是一座小型喷泉，往里是一栋仿欧式建筑，并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变，毕竟是从小长大的地方，袁泽家心里有一丝触动。然而进去屋后，已经完全改变了的装修装饰，让他再无半点回忆和怀念。袁庆良呢？让他给我滚出来！袁振国心中怒气翻涌，进去站在客厅就喊道。王妈急急忙忙在围裙上擦了把手，就从厨房里出来了，看到袁振国忙道：袁老先生您怎么过来了？我这就上去喊袁先生下来。
王妈看老爷子正在火头上，不敢上前触眉头，快步上楼去叫袁庆良。刚到2楼，就遇上了听到动静出来看看的杜依林。杜依林小心的探头往下看了一眼，小声问王妈：“怎么回事？”老爷子过来了。是，还怒气冲冲的。王妈道：“喊着要见先生呢。”杜依林声音轻快道：“我去叫他吧。”袁立辉到现在还没回家。杜依林见袁振国这么生气，还以为袁立辉今天是成功拿到董事长的位置，在袁家这么多年，他终于能扬眉吐气了。这么一想，杜依林就有了底气，也不再惧怕已经没有什么实权的袁振国了，扭着腰哼着曲儿去喊袁庆良起床。昨天袁庆良不知道又和谁喝酒去了，昨晚半夜回来睡到现在还没醒。几分钟后，杜依林跟在袁庆良身后下来。袁庆良这么多年来生活优渥，面貌看起来和几年前并没什么差别，就是眼底有些青黑，显得很没精神气。袁庆良不知道袁泽家也过来了，看到袁泽家后一愣：“爸！”袁泽家恭敬但不带任何感情的叫了袁庆良一声。几年不见，袁庆良心里本来对袁泽家积攒了一些歉疚和亏欠，可如今见到他对自己如此冷漠疏离，再想到他回国这么长时间也没回来看他一眼，袁庆良脸上挂不住，对袁泽家点了点头就过了。袁老爷子坐在袁家客厅沙发上，手中撑着手杖，看着形同陌路的父子俩，心里一盆冷水泼下，跟掉到了冰窖似的，连满腔的怒火都熄了，只觉得苍凉无比。他上辈子造了什么孽啊？这辈子老了，落得个家宅不宁。袁老爷子痛心道：“庆良啊，你到底要把袁家毁成什么样才甘心啊？”袁庆良坐下揉揉胀痛的太阳穴，皱着眉道：“爸，我干什么了？我怎么就毁了袁家了？那你倒是说说，你为什么要把公司的股份给袁立辉？”袁庆良叫屈道：“爸，立辉也是我的儿子，他要结婚了，我给他公司的股份怎么了？您不是还把您手里的股份都给泽家了？可你知不知道你的好儿子都干了什么好事？他拿着你给他的股份，联合公司里的一些老东西，要把泽家从董事长的位置上拉下来。他好取而代之。”袁振国说起来这事，原本平息的怒火又燃起来，气得直拿手杖敲地板。袁庆良不可置信地看向身后站着的杜依林，质问道：“这事你知不知道？”前2天杜依林给他吹枕头风，说袁立辉要结婚了，娶的还是余家那么有身份的人家的女孩，不能什么都没有，让亲家瞧不起。袁庆良一听是余家，也觉得脸上有光，老爷子给了大儿子20%的股份，他也理应给小儿子一些家产，于是袁庆良被杜依林哄着，就把10%的股份给了袁立辉。袁庆良虽然疼爱袁立辉，但也知道袁立辉确实没有自己那个从小就对他不怎么亲近的大儿子有能力，所以他纵然更喜爱会崇拜亲近他的袁立辉，可也从没想过要让袁立辉当集团的董事长。杜依林忙掩去脸上的喜色，一副不明白的样子：“公司的事我什么时候插手过？会不会是什么误会？立辉从小就敬重泽家这个哥哥，怎么会做这样的事？”杜依林说着朝袁泽家看了一眼，结果被袁泽家眼底的寒意震慑，忙移开眼。袁庆良道：“爸，这事我真不知道，公司怎么样了？”袁振国见袁庆良确实不知情，口气才缓和了一些，哼，多亏了泽家有本事，才没让袁立辉翻了天去。杜依林一听这话，脸顿时垮了下来，怎么会没成功？袁振国叹道：“你都这么大年纪了，做事怎么还这么不稳妥呀？”袁庆良道：“爸，您放心，等立辉回来，我一定好好教训他。不管发生了什么，说到底他们都还是一家人，在商场叱咤风云的袁老爷子终究无法对自己的亲儿子做些什么。而袁立辉虽然他不愿意承认，可那就是自己儿子造的孽。”袁振国最后只能对杜依林警告道：“我能让你们进袁家，也耐把你们赶出去，最好知道什么是你们该做的，什么是不该做的。”袁泽家坐袁老爷子的车送他回去，路上袁振国拉着袁泽家的手道：“你别怪爷爷不给你出气，庆良他再不是东西，也是我的儿啊，手心手背都是肉啊，嗨嗨。”袁泽家看着日渐苍老的袁老爷子道：“爷爷您情绪别激动，我没怪过您。”
袁立辉母子如果从此老实本分，他可以不管他们，但要是还不死心，他也绝不是心慈手软的人。袁振国拍拍他的手叹道：你是好孩子，是我们袁家对不起你妈。从袁泽家那离开后，冯文斌就给盛堂打了个电话，他不能在旁边安慰，可有人能啊，他表哥如今也是有人疼的了。袁泽家不是轻易动感情的人，这么多年来也就认准了一个盛堂，一而冯文斌知道不出意外的话，盛堂以后肯定就是他表嫂了。而且自从拍卖会上和盛堂聊了一次后，冯文斌觉得盛堂性格很不错，一而一直和盛堂有保持着联系。盛堂则是就认识冯文斌这一个和袁泽家相熟的人，对冯文斌印象又很好，因而也乐得和冯文斌交朋友，两个人的关系倒是意外的很不错。冯文斌在电话里把今天发生的事添油加醋，掺杂着当年袁父袁母的恩怨情仇讲给盛堂听，简直描述成了一部家庭伦理大戏，而他表哥就是那最无辜可怜的人儿。果然盛堂听完就心疼了，没想到他家袁先生还经历过这样一出豪门狗血恩怨路。冯文斌挂了电话，靠坐在自己的老板椅上，满意的喝了口水。没想到自己还有讲故事的天赋呢，哪天要是他们家破产了，说不定他还能在天桥底下支个摊儿说书养活自己呢。袁泽家晚上给盛堂打每天例行的睡前电话没打通，还以为盛堂今天又要拍戏到很晚，前天就是拍到半夜，袁泽家人不在那边，心疼也无法。袁泽家没想到他晚上还挂念着的人，半夜就见到了。袁泽家是被手机铃声吵醒的，一看是盛堂的来电，袁泽家心里一突，堂堂这么晚了给他打电话，别是出什么事了。接起来道：堂堂，怎么了？那边盛堂道：你快来开门。开门？袁泽家有些不解，但还是穿上拖鞋下床，不确定道：你回来了。盛堂只道：你快开门。从猫眼里果真看到盛堂站在门外，袁泽家快速把门打开，一开门盛堂就扑进他怀里，抱着他道：想不想我？虽然两人分开没几天，但对于两个刚刚谈恋爱恨不得整天黏在一块的人来说，即使每天都能视频通话，也缓解不了那汹涌的思念。袁泽家一手关门，一手将人结实的抱在怀里，想。盛堂搂着袁泽家的脖子就跟他接吻，两人都算是慢热型的人，从没想过自己有一天会因为对方变得这么冲动热情。两人的唇舌激烈的纠缠在一起，感受着那鲜明的温热触感，盛堂觉得周围的空气都炎热起来，热得他整个人像是被放到火堆上炙烤一般，可袁泽家的吻又让他欲罢不能。盛堂晕晕乎乎的想，接吻的时候肾上腺素增高，血液流速加快，真的会很热啊。可以前怎么没有这么强烈的感觉呢？难道是他前两次和袁泽家接吻的时候太紧张了？袁泽家察觉到盛堂分心，放开人捏了一下他的脸，问道：想什么呢？盛堂还有些晕乎道：感觉好热。袁泽家笑道：家里暖气开这么足，你穿着羽绒服能不热吗？快脱下来。袁泽家说着把盛堂羽绒服的拉链给他拉开。盛堂这才想起来他的羽绒服还没脱呢，所以说刚刚觉得热根本不是因为什么肾上腺素，小说里都是骗人的。盛堂看自己穿这么厚，而袁泽家就穿着一身单薄的深灰色宽松睡衣，知道袁泽家这是刚从床上起来就来给他开门了，忙道：你穿这么少别感冒了，快去睡觉，我回我那边拿件睡衣再过来。他赶的最近的一班飞机，回来的匆忙，都没带行李。盛堂亲了袁泽家一口，推他让他去卧室，还道：宝贝儿，床上等阵。盛堂要走，却被袁泽家拉住道：别跑一趟了，穿我的睡衣就行。盛堂听了眼睛一亮，要穿男朋友睡衣了？也行吧。盛堂嘴上这么说，其实万分期待，眼巴巴的盯着袁泽家给他找衣服的背影。袁泽家从衣柜里给盛堂拿出他收藏的那件和盛堂同款的 Q 萌小皇帝睡衣给他，这个没有穿过，但洗过了，很干净。期待着穿男朋友睡衣的盛堂，盛堂，你为什么也会有这件睡衣？袁泽家看着盛堂笑意温柔，因为我是你的真爱粉。
盛唐心里由最初的意外变成了惊喜，是知道了袁泽家比自己以为的更喜欢自己的惊喜。盛唐眼睛亮晶晶的看着袁泽家问道：“你还有什么惊喜是朕所不知道的？”袁泽家道：“说了就不是惊喜了。”虽然没能穿到袁泽家的贴身睡衣，但知道袁先生原来对自己这么痴汉的盛唐心里还是美滋滋的。穿好睡衣，盛唐张开手臂对袁泽家道：“朕的龙袍好不好看？”看着盛唐露在外面的白皙脖颈和因为他向上举着手意料下滑而露出的白皙手臂，袁泽家脑海里还浮现着刚刚盛唐背对他换衣服时的画面。袁泽家快速将人拉过来，用被子捂上，快盖好被子。盛唐找了个舒服的姿势的躺好，并把薄被拉好，又凑近了袁泽家一些问道：“你今天有没有不开心？”袁泽家一问：“盛唐道：“你家里的事冯文斌都给我说了，你要是难过的话可以跟我说。”袁泽家道：“其实也没有什么太大感觉，因为早就对那个家失望了。”盛唐抽出被袁泽家揽着的手臂，抱住袁泽家强行安慰：“宝贝不伤心。”袁泽家被盛唐的称呼弄得哭笑不得：“宝贝，叫老公。”老公。盛唐很是听话，软软的喊了一声，还附赠了一口亲亲，特别不矜持，喊得袁泽家心里熨帖无比。盛唐正经的解释道：“我喊你宝贝是因为你就是我的宝贝啊，是我这辈子最珍贵的大宝贝。”袁泽家被盛唐暖的心都要化了：“你是我的小宝贝。”盛唐佯装不高兴道：“怎么是小宝贝啊？我也要当大宝贝，最大最大的宝贝。”盛唐快30的人了，但一张毫不暴露年龄的俊颜，装起嫩来一点违和感也没有，对袁泽家来说简直是可爱暴击。袁泽家知道盛唐在娱乐圈多年，心智肯定不是如此幼稚天真的，但正因如此，盛唐在他面前毫无保留的可爱和单纯才尤为可贵。盛唐愿意把他自己的每一面都展现给袁泽家看，而袁泽家也愿意去守护他，让他一直保留着最纯质的一面。袁泽家亲亲他的额头，宠溺道：“你也是我的大宝贝，最大最大的宝贝。”盛唐这才正色道：“今天发生那样的事，你真的没有不高兴吗？就像你不放心我一样，我喜欢你也会担心你，想和你一起分担你不好的情绪。”袁泽家明白盛唐要表达的意思，坦诚道：“虽然早就对我父亲失望了，以为我今天就算再见他也能保持心态平静，但是没有，还是有些伤心的。那种伤感的情绪不是我所能控制的。”袁泽家的手揉捏着盛唐柔软的耳垂，继续道：“还是血浓于水，有着割舍不断的羁绊吧。我现在很高兴，因为你回来了，不用担心我。”听袁泽家语气淡淡的说出自己的感受，盛唐心里还是心疼。虽然现在袁泽家已经不是很在意自己父亲的态度了，但可以想象以前还是受到过伤害的。袁泽家问道：“你是听了文斌的话才专门回来看我的？”盛唐哼道：“没有，你想得美，我是回来工作的。”盛唐确实是有工作，翡翠就要上映了，他要回来宣传，但他本来是打算后天回来的，一听袁泽家这边的事，就马上给导演提前请了假回来。袁泽家并不相信会是这妖巧，也不拆穿他，道：“睡觉吧。”听袁泽家这么说，盛唐以为袁泽家真的信了，并且还失望了。盛唐又伸出一根手指头戳了戳袁泽家的胸口，轻声道：“其实是为了你回来的。”明明扑上去就亲都不害羞的盛唐，说出这句话却不好意思的翻了个身，背对着袁泽家。袁泽家在盛唐耳边轻笑出声，含住盛唐圆润的耳垂，轻咬了一下道：“我知道。”刚刚被袁泽家的手指揉捏耳垂倒没什么感觉，但耳垂被含进温热的口腔，盛唐却是被刺激的浑身一抖：“别咬，好痒！”盛唐声音发颤的挣脱。袁泽家刚刚也是一时情不自禁，盛唐一翻身，那揉捏起来手感极佳的耳垂蹭到自己嘴边，他就那么做了。袁泽家真没想到这是自己会做的事，想起来前几天研究的某些方面的资料，联系盛唐刚才激烈的反应，这就是所谓的敏感点吗？袁泽家心里默默记下。盛唐因为提前回来了一天，
昨晚又是半夜才到家，袁泽家早上起床时见他睡得正熟，没舍得将人叫醒。他接下来要忙公司上市的事，也没空陪盛堂，只能放轻动作，穿好衣服，然后给盛堂留好粥才去公司。盛堂一觉睡到11点，被郭曼的电话轰炸醒。喂，曼姐。听着盛堂含糊不清，一听就是刚醒的声音。这都几点了，还没起床？想起来昨晚善乐给他报备的盛堂的行踪，郭曼心里咯噔一声，试探着问道：你现在在家吗？盛堂道：在呢，不是，我在袁泽家家里呢。郭曼的心凉了半截，但还是没死心问道：你们没有做吧？做什么？盛堂刚睡醒，脑子还不清醒，反应了片刻才明白过来郭曼什么意思。我说我们盖着棉被纯睡觉，你信吗？郭曼的心不上不下的，复杂的情绪萦绕在心头，既觉得儿子长大了做那种事情也是应该的，可又有一种自家清白水灵的大好白菜被猪拱了的难过感。盛堂还不知道郭曼这种类似嫁闺女的复杂心情，见郭曼没说话，又道：我们真的就是盖着棉被纯睡觉。臭小子，白白伤感了一会儿的郭曼笑骂：下午你没事了吧？我给你接了一个综艺节目的录制，本来人家就邀请了你，你要拍戏没空我给你推了，现在你提前回来去录制这个节目给翡翠做宣传吧。以前真岛的电影为了保持神秘性，都是在网上发布一些新闻，加真岛自己一个人上阵宣传。这回的翡翠因为被贾静雯曝光了一部分，所以盛堂也被真岛拉了壮丁，跟着他去跑宣传。郭曼给盛堂接的节目叫星期天游戏，这个节目不需要固定的台本，就是明星做游戏，宣传一下新戏，主持人问的问题都不刁钻，所以临时加了盛堂进去也不会仓促。这个节目虽然没有太大爆点，但胜在看明星玩游戏很开心自然，观众图个放松乐呵，收视率也不错。正好现在录了，下周末播出，紧接着没几天就到了电影上映日期。盛堂跟郭曼商定好工作安排，穿着拖鞋往客厅去，都这个点了，袁泽家一定去公司了。盛堂洗漱完去厨房找吃的，看到冰箱上贴着的便利贴：大宝贝儿，锅里保温着粥呢，中午等我回来做饭。袁泽家料到盛堂会起得晚，如果给他留的饭多了，那盛堂中午肯定就吃不下饭了。写便签的时候，袁泽家一开始想写堂堂，但落笔的一刻想起昨晚盛堂让他喊他大宝贝，袁泽家微微一笑落了笔。便签上袁泽家的字很好看，字形端庄，圆融苍劲，和袁泽家本人给人的感觉很像。而这么工整的字体写出来的内容，却是对爱人的温柔叮咛。短短的一句话，盛堂看了好几遍，想象着袁泽家给他说这句话会是什么样子。很普通又饱含爱意的一句话，让盛堂有了家的感觉。盛堂把便利贴撕下来，跑到自己家，在书架上找了本不看的厚书，把便利贴平整的夹在了书里，然后在衣柜里找了身衣服，把睡衣换下来，又回到对面袁泽家那里。关掉保温的开关，盛堂把粥舀到碗里，打眼一看就能看到粥里有红枣、红豆和花生。精米熬得软烂，红豆和莲子吃起来糯糯的，红枣微甜，喝起来口感很棒。盛堂本来还想着袁泽家居然连粥都熬得这么细致讲究，突然想起来花生红枣莲子粥好像是养胃的，而他刚刚看到厨房悬空柜没有柜门的那一层放着一袋满满的，一看就是刚开封的红枣。袁泽家这是专门给他做的养胃粥，盛堂心里又被填满了一些，简直想给袁泽家颁发一个最佳男友奖。快中午的时候，秘书黄婉柔去问袁董要不要给他订饭。这一段时间公司上下都忙得不可开交，连一向按时上下班的袁董中午都是让他订的饭菜。出乎黄婉柔意料的是，袁泽家关上电脑起身道：不用了，我中午回去。黄婉柔一愣，然后猜到了什么，跟在袁泽家身后一起出了总裁办公室，刚好遇到外出办事回来的韩瑞。黄婉柔看着袁泽家大步走远的背影，对韩瑞道：袁董真是难得的好男人。韩瑞不明所以，顺着黄婉柔的视线扭头看去，还以为黄婉柔对袁泽家有好感了，毒舌道：别想那些不切实际的了，袁董就是再好
也不是你能想的。黄婉柔一听这话，朝韩瑞意味深长的一笑，不客气的回道：“你懂什么呀？”袁泽家路上给盛堂打电话，问他中午想吃什么。盛堂正用袁泽家家里超大的液晶显示屏看星期天游戏的往期节目，他从不打无准备之仗。虽然郭曼说这个节目很轻松，但他还是要熟悉一下节目风格，这样和主持人交流表现的会更自然，要不然容易有尴尬的感觉。观众能一眼看出你上节目就是来打广告的，对这个节目的观众一点诚意都没有。你做的菜都好好吃，很难选啊。盛堂舒服的靠坐在沙发上，懒懒道：“做点简单的吧，曼姐临时给我安排了一个节目的录制，下午2点钟就要过去。”行。因为中午时间短，袁泽家是让司机开车送自己回来的。司机听着袁泽家温柔的问电话里的人吃什么，从后视镜里偷偷向后看了一眼，暗暗猜测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人，能让他们袁董打电话都笑得这么温柔，还专门回家给做饭。袁泽家回来的时候，盛堂已经由靠坐着变成侧躺着看电视了。听到开门声，盛堂快速坐起来，跑去门口。“你回来了。”盛堂接过袁泽家手里的菜。“看到我给你留的便条了吗？”袁泽家换好拖鞋，和盛堂一起往里走。“粥喝了没？”“喝完了，很好喝。”盛堂熟门熟路的帮袁泽家摘菜，在这种柴米油盐中也能体会出幸福的感觉。等把菜处理完，盛堂拿过围裙要给袁泽家系上。“我最喜欢看你给我做饭时候的样子了，特别帅。”盛堂把围裙往袁泽家脖子上挂的时候，两人身子贴得极近。盛堂还说这种话撩他，袁泽家看着盛堂一张一合的红唇，没忍住亲了他一口。盛堂给他挂围裙的手一顿，随即借着这个姿势环住袁泽家的脖子，回亲过去。盛堂看到那张便签的时候，就想吻袁泽家了。如今袁泽家主动，盛堂直接抱着人不撒手了。自从两人心意相通后，做这些亲密的事情像是上瘾一样，总是会忍不住想更亲近对方一些。这回盛堂特别出戏的没有被吻得晕乎乎，还边接吻边放下环着袁泽家脖子的手，改由环住袁泽家的腰，摸索着把围裙在腰间的那2根绳给袁泽家系好，这才推开袁泽家，一脸骄傲道：“系好了，快做饭。”袁泽家低头看了看自己身上的围裙，笑道：“我的吻还没有我做的饭对你有吸引力吗？”“不是，就是因为袁先生魅力太大了，我要是再亲下可能会发生一些不可控的事情，那样我们中午可能就没法吃饭了。”盛堂特别坦诚的意有所指。袁泽家不得不承认，盛堂对他的诱惑力也是不可抵挡的。把视线从盛堂身上移开，袁泽家让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到做菜上。盛堂在一边看着袁泽家做饭，眼神由袁泽家的手腕落到他身上的围裙上，想着以后一定要来一发厨房 play。厨房的大理石料理台会不会很凉啊？但感觉可以摆很多姿势的样子。理论知识丰富的盛堂忍不住脑内发了辆车。吃完饭，丹乐还没过来，趁着这会功夫，盛堂继续看还没看多长时间的星期天游戏。袁泽家没急着回公司，也坐在旁边和他一起看。盛堂靠在袁泽家身上，边看边向袁泽家抱怨：“不是拍戏就是跑通告，好累啊！我现在完全不想动，就想在家躺着。”袁泽家伸臂将他搂在怀里，考虑了一下道：“要是累的话，咱们就不拍了。”“好啊，你养着我。”“反正你不挑食，很好养。”盛堂窝在袁泽家哈哈直笑：“不是我不挑，是你做饭好吃吗？”袁泽家道：“说真的，要是累的话就别拍了，我感觉你好像比我上次见你又瘦了。”见袁泽家刚刚不是开玩笑，是真有这个意思，盛堂从袁泽家怀里挣脱出来，做好解释道：“我刚刚就是随口抱怨一下，你别当真，其实我很喜欢演戏的。一开始的时候，我家里情况不是不好吗？那时候我演偶像剧，我还告诉自己多好啊，你看你还能体验富家少爷的生活。后来演一部悲剧电影，我就告诉自己，你看人家比你苦多了，还有什么不高兴的呢？这么想想，心里就会好受很多。渐渐的，我就喜欢上演戏了，喜欢上那种体验各色人生的感觉，这是其他工作所不能的。”
盛唐认真的和袁泽家讲自己这些年来的感受。袁泽家心疼道：怎么没能早点和你在一起呢？那样就不会让你受这么苦了。其实我比娱乐圈里好多人都要幸运太多了，一路上基本都是顺风顺水的，干什么不都得付出才有回报，真的没受多大委屈。盛唐又靠到袁泽家身上，我倒感觉我们现在认识刚刚好，在我最好的时候遇上你，刚刚好。现在的他有足够的能力，不需要袁泽家的帮助，他和袁泽家是站在对等的位置上，他们之间的感情是纯粹的，没有掺杂任何利益方面的纠葛。我不是反对你拍戏，只是演员这个行业太苦了，看你这么冷的天穿这么少的衣服拍戏我心疼，好像有时候演员还要冬天在水里拍戏，要是你的话，我肯定不会让你去。袁泽家道：咱们家不缺钱，你要是喜欢演戏就继续拍戏，但你得答应我，以后不能为了拍戏接一些会有损自己健康的戏，为了演戏把自己身子底子弄坏了，那样不值得。知道了，我有分寸的，我还要留着好身体和你过一辈子呢。盛唐讨好道：我以后接剧本都先给你过目好不好？你有分寸就好，不嫌我管得宽吧？袁泽家问道。盛唐挺身跪坐在沙发上，亲亲袁泽家道：怎么会，我知道你是为我好，我就喜欢你操心我。他以前拍戏确实是很拼命，身子也有一些小毛病，以后不会了，他要健健康康的和他家袁先生白头到老。反正他该拿的奖也拿过了，作为一个演员，该追求的荣誉和光辉他都经历过了，现在还在演戏，也是因着内心的那份热爱。现在就是要费心带工作室的新人，早知道会和袁泽家认识，他可能就不会开个人工作室了，大概会每年接一部感兴趣的戏过瘾，然后过着轻松的日子。不过现在既然做了，就要做好，他还是要再费心1-2年。没过多久，单乐和田喵喵就过来接盛唐了。田喵喵都没去敲盛唐的门，直接就奔着对面袁泽家去了。果然开门的是盛唐。盛哥，袁董好，我们要把盛哥带走了。田喵喵笑眯眯的和跟过来的袁泽家打招呼。你们好。袁泽家朝他们礼貌的笑笑，又对盛唐道：正好我也要去上班了，一起走吧。虽然是影视巨星，但盛唐从没耍过大牌，有什么活动他一向会提前几分钟到，这次录制星期天游戏也不例外。盛唐到达录制现场时，已经有4个嘉宾到了。大家好啊。盛唐进去后挥手和他们打招呼，在场的好像都是新人，盛唐只认识一个叫蒋思思的女演员，其他人除了主持人他一个人眼熟的都没有。盛唐不认识他们，但他们可都认识盛唐，纷纷站起来和盛唐打招呼，还有1-2个惊呼出声，没料到这期嘉宾会有盛影帝。盛哥您好，快坐快坐。主持人陶梦忙给盛唐安排好位置，让他坐下。人还没来齐，他们现在是在一间不大的会客厅里，屋里中间是一张玻璃茶几，两边和茶几一头都围着一圈沙发，这是方便他们录制之前进行一下台本沟通。虽然没有具体细节，但大体节目流程还是要熟悉的。金博把一张打印着节目流程的 A4 纸发给盛唐一份，盛哥，这是节目流程，您先看一下。偌大的一张纸上印的东西很少，扫一眼就能看个大概，真的就是很简洁的流程表。一会录制才开始，现在大家随意的聊聊天吧。主持人见大家见到盛唐后有些拘谨，开始想办法活络气氛，为节目录制预热。盛哥，你还记得我吗？蒋思思期待的问道。当然记得，蒋思思。盛唐笑道：啊呀，男神你居然还记得我名字。不行了，我太激动了。蒋思思2年前在盛唐主演的一部电影里演他妹妹，但镜头很少，就几句台词，没想到男神居然还记得他，还能说出他的名字，蒋思思激动不已。其实盛唐能记住他的名字，完全是因为蒋思思这个名字太有特点，蒋思姜思，盛唐想忘都难。没想到有一天会和男神同台。起初看到盛唐惊呼出声的女演员难掩惊喜道：是啊，真的太惊喜了。另一个演员也道。盛唐笑道：刚刚进来时看你们的表情，
我还以为你们被我吓到了呢。你把谁吓着了呀？甄红推门进来，就听见盛唐这句话，人随着声音一起露了面。真道。比见到盛唐更让在座的演员们惊喜的是见到甄红导演。甄红可是国内数一数二的大导，对他们这些初出茅庐的小演员来说，出演甄导拍的片子那就是人生目标啊。今天见到了最喜欢的男神和最钦佩的导演，死而无憾了。蒋思思捂住胸口，向后倒在沙发背上，一副承受不住这么多惊喜的样子。甄红笑着跟年轻一辈的演员道：这才哪到哪啊，你们的未来都是不可限量的，以后说不定我上赶着要找你拍戏，你都不答应呢。虽然知道是玩笑话，但作为演员，一想到自己有朝一日可能真的会走到那么高的位置，众人都开怀起来，哈哈笑着摆手，不，我们目标没那么高。没想到甄导您居然这么好说话，我以前都以为您是一个特别严肃的人呢。一个男演员也借机在甄导面前刷刷存在感。这么好的机会可是难得一遇的，他可得抓紧。都说甄导选演员任性，说不定他一个新人就能被相中，出演甄导的下一部戏呢。哈哈，大概是我长得吓人吧。甄导笑道。大伙说说笑笑，气氛渐渐热络起来，但主持人陶梦和金博脸上的笑意却越来越勉强。大家聊聊天，时间过得很快，现在已经距原定的录制时间过了20分钟了，而还有一个人没来。这期节目的嘉宾有2班人马，一班是盛唐主演的《翡翠》里的人，另一拨人是都市剧《时尚恋歌》里的演员。刚刚《翡翠》的另2个原定嘉宾已经过来了，《时尚恋歌》的男主曾毅迟迟不到。金博坐不住，和陶梦使了个眼色，悄悄出去。金博一出门就问节目组的工作人员，给他打电话了吗？怎么回事？这都几点了，还不到？打了2个电话了，都说在路上呢，一会儿就到，咱们也不能一直催啊。工作人员也是很无奈。金博急得团团转，他能不急吗？里面一个影帝一个大导，他哪个也得罪不起啊。虽然责任不在他，但怎么说都是他主持的节目啊。节目组的导演比他还急，正想再给曾毅那边打个电话，曾毅和他经纪人就来了。曾老师，您总算是来了。金博赶紧领着人进去。曾毅脸色不怎么好，中午被那个老女人喊去，非要他陪着吃顿饭，他好不容易才把那个老女人哄好赶过来，这边还一个劲的催。有什么好催的，不就是晚这么一小会吗？曾毅的黑脸只持续到进门看到里面的人之前。看到里面坐着的都有谁时，曾毅的脸顿时一变，脸上堆满了笑意，赔礼道歉道：实在不好意思，路上堵车来晚了，让大家久等了。紧接着曾毅就张开手臂拥抱着盛唐，盛唐好久不见了，兄弟真想你啊。看起来情真意切，真想和好久不见的好兄弟重逢一样。热情的盛唐都不好意思不回应他，盛唐跟着笑笑，拍拍曾毅的肩膀，突然就想起来前2天刷微博时看到的一句话，脸上笑嘻嘻，内心妈卖批。我跟你一点都不熟好吧？他和曾毅就10年前合作过看星星的灰姑娘这么一部戏，那个时候曾毅是鼻孔朝天，特别看不上八姐纪明俊的他那时候也是少年人心性，见曾毅整天很鄙视他的样子，他也没给过曾毅好脸。后来那部戏拍完，他们就没再合作过。他自己是越来越火，而曾毅好像得罪了什么人，被雪藏了一段时间，这几年又不知怎么火了起来。盛唐对曾毅也就了解这么一星半点，虽然他们这几年有共同参加过一些活动，但都没像今天这样正面碰上过，2人也没有打过招呼。今天曾毅上来就是一个热烈的拥抱，着实让盛唐意外不已，没想到曾毅现在已经变成了这个样子。那个曾经高傲的青年，最终被生活压倒，变得屈服圆滑，成了他曾经最不屑的那种人，和他们一样虚与委蛇，奉承谄媚。嘉宾全部到齐，录制终于能开始了。在伴着音乐的热舞中，嘉宾两一组，陆续登场做自我介绍，主持人高呼欢迎，盛唐和甄红最后压轴出场。金博喊道：
欢迎我们圣影帝和真岛。陛下！盛唐一出场，台下的呼声顿时高了好几度，大家都不知道有盛唐这个临时加入的大咖，简直太惊喜了，好不好？这票价太值了。陶梦走到盛唐和真红两人跟前道：“人家前面的一对对都是俊男美女，怎么到了你们俩这就画风突变，成了俊男语？”陶梦话说到一半停住，眼神揶揄的看向真岛：“鱼野兽吗？”真岛接道：“哈哈。”观众被陶梦和真红的对话逗得哈哈大笑。我可没说，这话可是您自己说的。陶梦忙撇清关系。盛唐也一脸嫌弃的看着真岛：“撂牌子刺花，打发回家吧，朕的后宫不要。”真红被两人联合起来挤兑，转身就走，还道：“你们都不欢迎我，那我走好了。”真岛。金伯在他身后伸手笑喊：“你是要挽留我吗？”真红停下脚步，回身一脸伤心道：“不是，我是想提醒您一下，您节目没录完就走属于违约，您能把违约金给结了吗？”金伯一边的桌上拿过节目广告赞助商给的手机晃了晃，借机打了波广告，还一脸无奈道：“哎，最近节目组有点穷，您看您是付现金还是扫码付款？”哈哈！台下观众一阵爆笑。真红一脸的看破红尘，转身继续走，走到一边墙角里蹲了下来。一个大老爷们蹲在角落里种蘑菇，留了一个壮硕的背影给观众，怎么看怎么反差萌。真岛戏好多呀，哈哈哈！真岛怕不是个被导演事业耽误了的演员，幸好真岛没转行当演员，要不然我们都要没饭吃了。嘉宾们也是笑到不能自已，一个个吐槽真红。陶雪道：“来来来，我们继续。真的就这样把真岛抛弃了吗？”噗！哈哈！金伯想要表情沉重一下，结果说到一半回头看了一眼真岛，没憋住笑了起来。大家刚刚好不容易止住了笑，结果被金伯带着一起看向真岛，又跟着哈哈笑起来。陶雪忍笑道：“不行了，真岛太魔性了，大家不要转身看他，要不然咱们这期节目可能会成为本节目开播以来第一次全程哈哈哈笑了1个半小时的节目。”因为盛唐和真岛是最后出场的，所以主持人先进行了翡翠剧组的问答活动。时尚恋歌的几人在休息位坐着。陶梦道：“趁着真岛不在，盛哥赶紧给我们透露一下，翡翠到底讲了什么故事？”陶梦还鬼鬼祟祟的回身偷看了真岛一眼，就看见真岛正蹲在墙角和摄像大哥聊天呢。真岛蹲的地方旁边正好有一个机位，摄像大哥正一脸无奈的陪着真岛聊天。“您去那边吧。”摄像大哥劝道。“没事没事，你1个月工资多少啊？”摄像大哥一边拍摄还要一边分心和真岛聊天，简直可怜。金伯道：“看来我们派出的伪装成摄像大哥的卧底已经成功拖住了真岛。盛哥快点透露一下。”“那我可说了。”盛唐清清嗓子：“翡翠讲述了什么故事呢？从前有一个英俊无双的小伙子，嗨嗨。”盛唐故意咳了2声，拿手指着自己，众人哄笑。“陛下最帅！”台下有人尖叫。那个小伙子捡到了一块价值连城的翡翠。盛唐一手拿话筒，一手做了一个弯腰捡东西的动作，然后手掌大张，虚抓着什么，看着空无一物的手，瞪大双眼。“哈，这架势不是捡了翡翠，是捡了块板砖吧？”翡翠剧组的一个男演员孙岩笑道。盛唐浮夸的演技瞬间破功，笑出来，朝孙岩做了个扔东西的动作，是板砖也先砸你。陶梦忙对金伯道：“伯哥你快拉住孙岩，别让他捣乱。”盛哥继续说。盛唐继续道：“帅小伙就拿着这块翡翠买车买房买地娶媳妇，走上人生巅峰。”盛唐最后手臂一挥，众人一脸幻灭加无语。金伯朝真岛喊道：“真岛您快回来吧，要不然您的电影就让圣影帝宣传的没人看了。”真岛回头看了一眼，又转回去，
朝背后挥了挥手，坚定的不走。金伯道：真导是打定主意来这儿偷懒来了。盛唐继续道：以上内容纯属虚构，不过有一点是真的。金伯：是什么？盛唐自恋道：那就是里面确实有个英俊无双的小伙子。小伙子很不错嘛。真导不知什么时候从后面冒出来，拍了拍盛唐的肩膀。过奖过，哎，真导您怎么过来了？腿蹲麻了，起来走走。真导老干部巡查班背着手，板着脸，还是很有气场的。不过说出这话，却让大家瞬间笑出来。真导一过来，笑点更多了。主持人又问了几个不难答，但能勾起观众好奇心的问题。等把观众的胃口吊足后，才道：要想知道咱们的帅气无比的盛影帝这回到底演了什么角色，12月6号就去影院观看《翡翠》吧。12月6号等你们。盛唐和另2个演员一起比心，真导看他们做同样的动作，也跟着加进去，胖乎乎的手指比心，意外的萌。盛唐一组人去休息位，换曾毅等人上台。等他们一组人问答过后，进入游戏环节，2个剧组的人分成2队进行游戏。因为盛唐他们组有4个人，而曾毅他们有5个人，为了人数均等，主持人陶梦加入到盛唐的翡翠队，金伯负责当裁判和主持。盛唐他们对几个年轻人玩起游戏来一个比一个卖力，而真导屡屡出差错。金伯道：感觉年轻人在负责玩游戏，真导负责拖后腿，真导怕不是对面派来的卧底吧。相比于翡翠队的豁得出去，时尚队就有点太放不开玩了。除了蒋思思不顾形象玩得像个女汉子一样，其他人多多少少都放不下偶像包袱。曾毅尤为严重，他这几年演的剧都是偶像剧，形象局限于高富帅人设，而他本人在对外场合也一向端着，所以玩起游戏来显得很不用心。最终结果是翡翠队获胜，最后2组人马又各自宣传了一遍自家的电影和电视剧。4个多小时的录制很快就结束了。冬天天黑的早，从演播大厦出来的时候快7点了，天已经黑透了。盛唐打电话给袁泽家，想问问他回没回家。袁泽家那边还在开会，调成静音放在会议桌上的手机突然震动起来，看到来电显示是大宝贝。袁泽家脸上的笑意不自觉的就真切了，叫停了一个经理的报告，接起电话。工作结束了。袁泽家声音温和。刚结束，你下班了吗？还没有，不过很快就能回去了。那你忙吧。这段时间袁泽家挺忙的，盛唐想着如果这个时候了袁泽家还没回去，那他回家的时候就买点吃的，不让袁泽家工作了一天再回家做饭了。挂了电话，袁泽家等那个项目经理汇报完后道：今天的会议就到这里，还有其他问题可以明天去我办公室找我。袁泽家说完，把跟前的资料收拢，起身离开。众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虽然董事长平时的声音都是挺温和的，但总觉得对他们说话和刚刚袁董打电话时的语气有什么不一样。董事长谈恋爱了吧？可能是，也不知道是哪家的小姐有这个福分。一点风声也没听到，董事长可是够低调的。袁泽家回到家就看到桌上摆着打包餐盒，饿了。袁泽家以为盛唐是饿了，等不及他回来做饭，才买了饭回来。不是很饿啊。盛唐看袁泽家的目光落在餐盒上，迟钝了一下，走过去趴在袁泽家背上解释道：你每天工作也挺累的，我想让你多休息会儿。爱妃，朕是不是很体贴，感不感动？盛唐探头在袁泽家侧脸亲了一口，一副我很骄傲，你快来夸夸我的语气。袁泽家笑道：体贴感动。回头也亲了盛唐一下。快去洗手吃饭，一会凉了。盛唐满意的放开袁泽家去拆餐盒盖子。袁泽家看着盛唐和餐盒盖奋战的样子，脸上挂着笑去洗手。2人吃完饭，袁泽家把盛唐打发到一边，自己把餐桌收拾干净。袁泽家一个人住，家里也不请阿姨，一个人生活习惯了，一些家务事做起来很顺手。两相对比，盛唐反倒更像一个大少爷。盛唐窝在沙发上刷微博，
就看到5分钟前曾毅发的一条微博：好久不见，甚是想念。今天和盛唐一起录节目，虽然游戏输了，但还是很开心。盛唐真不知道这人是什么意思，他们是好久不见了，甚是想念这种话，遇到了场面上说说，大家面子上好看也说得过去，可拿到微博上再提一遍就过了吧。而且说就说吧，非得说游戏输给他吗？听起来像是曾毅对久别重逢的老友手下留情，而他却不懂谦让一样。等节目播出了，看到节目效果，肯定有不少观众这么想。盛唐不知道该不该回复他，不会吧，人家专门圈了自己，不回显得他很没礼貌，回吧，他和曾毅真没这么熟。怎么了？袁泽家过来见盛唐，皱着眉头将他圈到怀里问。盛唐把曾毅的事都告诉袁泽家，袁泽家考虑了一下道，不用搭理他，就当没看到吧，不回应顶多他的粉丝闹腾一下，你的粉丝肯定会维护你。你要是回应怎么回？只能说也思念他，那不就是告诉你的粉丝你们关系很好吗？那样以后不知道他还会不会再做这种故作亲近的事，到时候你就真的撇不清了。确实如袁泽家分析的那样，这种人还是拉开距离的好。没过几分钟，郭曼就打过来电话，也是和盛唐说这件事，不要发微博，不要回应，你也别刷微博了，赶紧退出来，就当你忙着别的事情，没看到他的微博。我知道了，刚刚泽家也是这么跟我说的。郭曼心情复杂，大晚上的又孤男寡男的在一起，你说说，自家的大白菜主动送上门去让人家拱，他还不能拦着，真是。郭曼又道，曾毅是被一个女老板包养着，如今怕是红了，想摆脱对方了，想让你拉他一把。咱们虽然不怕他，但小人难缠，没必要给自己找麻烦。不会吧？曾毅居然被人，虽然曾毅变了很多，但盛唐真没想到他居然会让人包养。怎么不是？也就是你人心眼好，看谁都不往坏处想，哪天被人卖了都不知道。我觉得我还挺聪明的。盛唐说着看向袁泽家，征求他的认同。袁泽家揉揉他的头发，笑着做了个聪明的口型，盛唐也朝他笑。郭曼道，你聪明，聪明还往人袁董那跑那么勤快，一点都不知道矜持，你得吊着他点啊，你这么主动会让对方看不起的。曼姐，泽家不是那样的人。盛唐眼神柔柔的看着袁泽家，一副全身心信赖的样子。袁泽家虽然不知道那边郭曼给盛唐说了什么，但被盛唐的小眼神看得心都化了。那边郭曼又叮嘱了2句，盛唐挂了电话，转身就把曼姐卖了个干净，对袁泽家道，刚刚曼姐给我说我得吊着你，我现在太主动了，你会不珍惜我的。袁泽家问，你觉得我会吗？盛唐道，不会。袁泽家将盛唐抱紧，叹道，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做才能更珍惜你了。盛唐在他颈间蹭蹭，我真的好喜欢你啊，一点都不想矜持，就想告诉你我喜欢你，特别喜欢你。盛唐其实聪明着呢，郭曼是真心关心他，但郭曼并不如他了解袁泽家，只是拿最普遍适用的经验道理放到他和袁泽家身上，而他是知道袁泽家对他的心意是不会因为他的主动与否而改变的。袁泽家并不会因为知道曼姐这么说他而对曼姐有成见，相反，袁泽家也能看出郭曼是真心对盛唐好。袁泽家触动于盛唐的坦诚，被他蹭得从脖子痒到心里。偏偏盛唐还不老实，借着2人拥抱的姿势，小鸟啄食一般，一下下的亲袁泽家的脖子，袁泽家身子有点发僵。盛唐感受到袁泽家的肌肉僵硬后，嘴角勾着笑，继续使坏，对着袁泽家的脖子咬一下，再伸出舌尖轻轻的舔舐那浅浅的咬痕，制造出酥麻的痒意和快感。唐，袁泽家的声音发紧。疼吗？盛唐有些紧张的问，他第一次操作，也不知道咬的那一下力度是不是合适，有没有把袁泽家咬疼。不疼。袁泽家揽着盛唐的腰的手臂收紧。听袁泽家这么说，盛唐放下心来，细密的吻沿着袁泽家的脖子一路斜向上，直至咬住袁泽家的嘴唇，
视线猛地一个旋转，盛唐被袁泽嘉一手托着后脑压倒在沙发上。许是盛唐波聊的太过了，袁泽嘉的吻不同于以往的温和，而是疾风骤雨一般呼啸而来，碾压着盛唐的唇瓣，舔咬啃噬，舌头探入盛唐的口腔，扫过每一处，与盛唐的舌头交缠共舞。盛唐的眼神渐渐迷离，呜咽着回应袁泽嘉的吻，双手紧紧揪着袁泽嘉后背的衣服。盛唐感觉到有什么东西顶着自己的大腿根，触感越来也强烈。盛唐的思路又明晰起来，他自己也有了反应，接下来要发生什么不言而喻。想到这儿，盛唐突然很紧张，心跳加快了很多，扑通扑通的声音很清晰的传入耳中。袁泽嘉却忽然起身，见盛唐一脸无措的看着他，袁泽嘉道：“你明天还有工作？”“是啊，他明天还要跑通告，又跑又站的，如果今天晚上真的发生了什么，明天他应该会爬不起吧。”而且他也不知道袁泽嘉会不会做，他很怕疼。理智告诉盛唐，袁泽嘉说的没错，可都到了这个份上，你还能提起这事来，也是很厉害。这么不上不下的，让盛唐很不爽。可看到袁泽嘉那处和他一样支起的小帐篷，盛唐又自责起来，是因为自己才让袁泽嘉也跟着忍着的。虽然不能做到底，可还是可以做一些坏事的。盛唐心思一转，委委屈屈的看着袁泽嘉，眼中还带着刚刚激吻所致的失意。袁泽嘉被盛唐看得呼吸一滞，盛唐也坐起来，一根手指挑着袁泽嘉的下巴，跟调戏良家妇女的小流氓似的。爱妃自己惹出的火，爱妃得负责，得正面。只是这小流氓声音轻软，嘴唇嫣红，一点气势也没有。也不知道是谁先惹的火，沙发已经足够大了，但对两个身高体长的大男人来说还是太拥挤了。良家妇女将颠倒黑带的小流氓拉起来，一把抱起。盛唐没料到袁泽嘉的突然动作，惊慌的抱紧袁泽嘉的脖子，双腿紧紧地盘在袁泽嘉腰间。袁泽嘉抱着盛唐朝卧室走去，继续刚才未完的事情。两人又抱着温存了片刻，袁泽嘉道：“你先去洗澡，我把床收拾一下。”床单已经被两人揉搓的不成样子了。盛唐在浴室里还想着袁泽嘉一会儿会不会进来和他一起洗，结果袁泽嘉为了避免再发生一些不可控的事，去了客房的浴室。盛唐背对着浴室门摆了好多个惑人的姿势，也没等到袁泽嘉过来。等他从浴室出来的时候，刚好看到袁泽嘉擦着湿漉漉的头发进卧室，盛唐瞬间明白过来了，自家老公太正经，怎么办？在线等，倒不是很急，毕竟已经呼噜过一遍了。盛唐在这边又待了2天，赶完通告就火速飞回了片场。建新计划着明年暑假上映，因为是修真剧，要想制作精良，后期制作要花费的时间比其他类型的剧多得多，所以拍戏的进度很赶。盛唐能请这3天的假已经是极限了。结果盛唐回片场的第1天晚上，网上就沸反应天了。盛唐工作了1天后，躺在酒店的床上刷着微博，刚一刷新，就看到满屏的盛唐同性恋。盛影帝不近女色，竟是因为盛唐被包养。盛唐和男友举止亲密，疑似出柜。据知情人士爆料，盛唐和一男子举止亲密，曾共同出入一个小区的同一栋楼，还激情相拥，对方为大老板。晚上9点，网上好多营销号纷纷发出这样的微博，配图第1张就是盛唐以为袁泽嘉飞机出事那天失控的被袁泽嘉抱在怀里，其他的都是盛唐和袁泽嘉并排走在一起，看起来举止有些亲密的照片。照片都是远距离拍摄的，一看就是有人专门偷拍的。而且各大营销号都选在这个流量最大的时间段发微博，显然是有人计划好的，故意要害他。评论很多都是黑他的，故意往同性恋恶心和包养上面带节奏。这么短的时间内这么多评论，聪明的一看就知道是水军。而他的粉丝还有好多没有看到这些微博，因而声援他的人不多。评论骂他的居多，袁泽嘉则像是被刻意忽视了一般。盛唐倒是有些庆幸背后的人是针对他的。盛唐快速给郭曼打了个电话，结果是正在通话中，盛唐等了2分钟，郭曼就给他打过来了。微博上的事你知道了吗？我们这边紧急商量了一下，
这个时间段流量太大，好多人已经看到了那些微博，如果强制对方删除的话，就显得我们是故意掩盖了，相当于变相承认了这件事。而且照片是一大堆营销号一起爆出来的，删也删不干净。郭曼没有质问，责怪盛唐为什么这么不注意，让人拍到这样的照片，而是商量解决的办法。最好的办法就是否认，就说你们是好朋友，坚决不承认你们在谈恋爱。照片里你和袁董最亲近的，也就是那张拥抱的照片，我们完全能处理好。郭曼说的盛唐都懂，可要是真的否认了，那他以后要公开和袁泽家的关系就更难了。盛唐沉默了片刻，还是道：行，就这么办吧。他自己倒是没关系，大不了没用事业了，可他不能连累了工作室的其他演员，他也怕连累袁泽家。曼姐，给你们添麻烦了。郭曼道：这是有人故意要害你，既然对方有心，你再怎么小心都没用。不过你和袁董以后一定要更注意了。郭曼知道盛唐心里肯定不好受，可现在当务之急是把这个危机解决。郭曼也没空劝盛唐，又忙着去联系一些媒体朋友帮忙。盛唐按工作团队的要求发了个微博。盛唐 V 本来不想说什么，可看关注的人太多，已经给我和袁先生带来了很大的困扰。在此声明，我和袁先生是邻居，所以会出现在一个小区，也因此成了很好的朋友，希望大家不要恶意揣测。距离营销号爆出照片已经过去了近1个小时，这时盛唐的粉丝们大都知道这件事，纷纷开始维护盛唐。本来不了解情况，不敢贸然评论的粉丝也开始为盛唐说话。背后的人不知道怎么想的，如果说是想用同性恋来黑他，可这种很容易就能翻盘的招数未免太小儿科了。而对方一直没有爆出来，恐怕就是为了等更大的料，可如今突然曝光，又是为什么？对方能买动这么多媒体和营销号，让他们不惜得罪他一个正当红的影帝，也要发这样小儿科的报道一起黑他，那就说明对方非富即贵，要么有钱，让那些人在足够多的利益驱使下这么做，要么就是有权，逼得他们不得不这么做。那些照片都是前段时间袁泽家去片场看他是偷拍的，盛唐自认为自己这段时间在片场拍戏没有得罪过什么人，而接触过的有钱有势的人除了袁泽家就是梁然了。梁然虽然不成熟，孩子气了些，但显然不会是这样卑劣的人。盛唐又想起曾毅，但很快又排除了。他记得那天曾毅推门进来时见到他和真岛，一开始表情是很意外的，显然是没料到会和他在录制节目时遇到，所以不可能那么早就让人偷拍了。而且如果按郭曼说的，曾毅想让自己拉他一把，那就更没必要害自己了。盛唐把这段时间接触过的人都想了一遍，也没想到是谁。也许他一开始的思路就错了，可能就是有人看不惯他想黑他呢，不一定是他认识的人。盛唐抱着傻黑田快速思考了一番，没能得出任何有用的信息。呜哼呜大脑袋趴在盛唐大腿的傻黑田不满地哼唧了2声，提醒盛唐继续给他顺毛毛。托运多少都会对宠物造成伤害，所以盛唐回去这几天没有把傻黑田带走，而是让田妙妙留着剧组这边照顾着。现在盛唐回来了，傻黑田黏得可紧了。盛唐继续给他摸毛毛，看着傻黑田一脸享受的闭着眼睛被他顺毛，咧着嘴笑的那个可爱，盛唐的心情也好了很多。盛唐的手机突然响起来，来电显示是袁泽家，盛唐脑子里有什么一闪而过，但他没有抓住。喂，盛唐接通了电话，摸不准袁泽家对他的否认，两人之间的关系会是什么态度。唐唐，我刚刚和你的经纪人联系过，事情我已经让人去处理了，别担心。袁泽家道。盛唐并不担心爆料的事，我都没和你商量就否认了我们的关系，你不生气吗？傻不傻？我怎么会因为这生你的气，对我这么没信心吗？不是，我没有不信任你。盛唐慌忙解释，只是我说我们没有关系时，我自己心里都不好受，我觉得你也会不高兴吗？我不生你的气倒不对了。袁泽家道，相爱本就是我们2个人的事，并没必要让外人知道。袁泽家停顿了一下又道，
看微博上好多人都向你表白，说喜欢你，虽然知道他们只是你的粉丝，但我还是会有些吃醋，妒忌于他们能正大光明的说喜欢你。其实我挺想告诉所有人你是属于我的，但如果隐瞒我们的关系能更好的保护你，我宁愿选择隐瞒。我也好想告诉全世界的人，我和你在一起了。盛唐道，我们以后出柜好不好？盛唐现在不想再考虑会不会影响袁泽家的公司，会不会影响自己的演员生涯。袁泽家道，你只要记得不管怎么样，我都会陪着你的。袁泽家，你真好。不对你好对谁好？你可是我的大宝贝。袁泽家笑道，傻瓜，别胡思乱想了，好好休息，你只要好好拍戏就行，别的事都不用担心。你也好好休息。等挂了电话，盛唐突然想起来刚刚没抓住的思绪是什么。做这件事的人不是他这边的，会不会是袁泽家那边的？他商场上的对手？不对，水军的火力都是朝他来的，并没有针对袁泽家。一开始他以为对方是想毁了他，并不在乎袁泽家这个圈外人，而他心底里也不愿意让袁泽家受到舆论的抨击，也选择性的忽视这一点。现在仔细一想，这并不合理，就算对方是要黑他，也不会刻意避开袁泽家。如果不是敌人，那是亲人。他虽然了解了袁泽家家里的情况，但从没见过袁泽家的家人，会不会是他们不想让袁泽家和他在一起才？好多狗血剧都是这么演的，艺术来源于生活，不是没道理的。袁泽家的家人肯定不能接受长子是同性恋，还和一个艺人在一起的。虽然他是影帝，可在一些人眼里还是上不了台面的戏子吧。盛唐越想越觉得有可能。果然豪门不是那么好嫁的，盛唐苦中作乐的自嘲。紧接着好几个和盛唐关系好的朋友都打电话来让他放宽心。几通电话下来，时间已经很晚了，被自己的猜测惹得心烦意乱。盛唐不想因为自己并没有实际根据的推测，这么晚再给袁泽家打电话打扰他休息。实在睡不着，又关心网上的状况，盛唐用以前的小号登录了微博。不知道袁泽家和郭曼那边怎么处理的，网上关于这件事，关于盛唐的热度降低了很多，风向开始向别的方向转变。好多大 V 发微博反对恶意营销号，提倡微博平台提高管理水平，减轻水军带节奏现象。还有一部分则由这件事开始讨论同性恋的问题，开始由这一点展开社会问题的探讨。当看到曾毅的微博时，盛唐简直要气笑了。曾毅 V， 不管怎么样都支持你，我们永远是朋友。盛唐这个时候最好的办法就是不要理会这些人，曾毅这样做不是故意让他的热度上升吗？而且这个微博发的也是有意思。不管怎么样，这话也就是说，就算你是同性恋或者被包养了，我也把你当朋友。要是被有心人一解释，这跟承认营销号说的是真的没什么区别了。这是见自己那天没回他的微博，摆明不想搭理他，见自己对他没用，就开始回踩了。前几天曾毅发微博圈盛唐的时候，盛唐没回复，就有好多曾毅的粉丝骂盛唐不懂礼貌，白影帝的架子，人红了就飘了，不重视以前的朋友了，这样的人活该一辈子没朋友。因为说的实在不好听，有一小部分盛唐的粉丝不由分说的回击了过去，但当时情况并不明朗，大多数粉丝都还是聪明的保持沉默。可这一回曾毅这么做，盛唐的粉丝可坐不住了。黑糖话梅，蹭我们陛下的热度还黑我们陛下，谁给你的脸？对，是我忘了，能做出这样的事来，应该早就不要脸了。彩虹糖，原来好朋友是这样用来陷害的，真是长见识了。水果糖，心机婊，说你是白莲花都侮辱了莲花。黑米饼，不管怎么样都支持。您的三观还真是正啊。玉米糖，为兄弟两肋插刀，真的太棒了。这刀插的够麻利啊，肋骨都能插断了吧。盛唐的粉丝比曾毅的多1000多万呢。盛唐的粉丝不光是冲着他的颜值，也是冲着他的作品和他的品性才喜欢盛唐这个演员的。
因而盛唐的粉丝平均年龄比一些小鲜肉们的粉丝年龄要高，多是成熟理智的人，他们一般很少和人在网上撕，但真怒起来，那也是势不可挡的。盛唐刷着评论，渐渐有了睡意。袁泽家那边刚和盛唐通完电话，冯文斌就给他打来了。冯文斌道：“表哥，怎么回事？用不用我帮忙？”袁泽家道：“不用，已经让人在处理了。”查出是谁做的了吗？冯文斌问道。问了一些营销号，都说是收了匿名的邮件，不知道是谁发的。不过已经让技术人员在破解了，今晚应该就能有结果。冯文斌道：“要是用的，上午就跟我说。”行，这么晚了还不睡？不是说舅舅把公司撂给你了吗？马上就睡了，明天还要去和那个死人脸谈合同。冯文斌叹了口气，也没细说就挂了。清晨5点钟，天还黑沉沉的，路上一个人也没有，连卖早餐的阿姨都还没出摊。一辆灰色面包车快速驶过，带起一阵冷风，卷起的枯黄落叶在空中打了几个旋儿，最后在汽车尾气中落地。面包车停在一栋老式的居民楼下，韩瑞身着黑色西装从车上下来，紧接着4个身着黑西装戴墨镜的彪形大汉也从车上下来。韩瑞整了整西装，抬步就要向楼里走去，突然想起什么，转身回车里，把扔在车上的墨镜拿过来戴上。韩瑞借着车里的灯光，对着车后视镜做了个凶恶的表情，这才满意的下车。几步走到训练有素，双腿分开站立，手背在身后的4个黑衣人前头。韩瑞跟黑社会大哥似的，一招手让他们跟上。居民楼楼栋的门早就坏了，使劲一拉就开，还哐哐当当的一阵铁皮响。韩瑞皱着眉要往里走，却发现在楼外面还有点月光照着，能看清路。这到了楼里面，还戴着墨镜，乌漆墨黑的，什么也看不见，他差点没让台阶磕倒。拍了2下手，楼道里的声控灯也没见亮，估计也坏了。装逼不成的韩瑞把墨镜推到头顶，从兜里掏出手机，打开照明功能，带着身后依旧戴着墨镜的4个壮汉一路来到6楼。咚咚咚咚咚咚，谁啊？娘的，大晚上的还让不让人睡觉了？骂骂咧咧的声音从隔音效果很差的门里传出。咚咚咚，昨晚拿了钱逍遥了一把，刚睡下2个小时就被催命似的敲门声吵醒的赵武很是不爽的爬起来，穿上鞋走了2步，赵武清醒了一些，什么人会这个时候来找他？想起昨晚拿到手的5万块钱，赵武脚步一顿，背上冒出冷汗。赵武蹑手蹑脚的走到门后，伸着脑袋，闭着一只眼，另一只眼往猫眼里看去。楼道里一点光没有，黑黢黢的，什么也看不清。赵武不敢开门，等了2、3分钟，见没人来开门，韩瑞退到后面对一个壮汉道：“踹门。”那人往后退了一步，猛地一脚踹出去。咚！地一声闷响，劣质的木门被一脚踹开。4个黑衣人大踏步走进去，然后排成2列，中间留出2人宽的距离。此刻韩瑞已经把墨镜戴好了，架势十足的从2排黑衣人中间走出。大哥，有什么事吗？赵武被这阵仗吓得腿都软了，别说跑了，说话都哆嗦。干了不该干的事，有人让我来取你一只手。韩瑞打量着这间脏乱的屋子，边往里走，轻描淡写道：“本来想大老实的坐在沙发上翘着2郎腿，嘴上再叼根烟，可看到黑乎乎发着油光，磨损的边缘还露着黄海绵的沙发，韩瑞打消了这个念头，站会儿也挺好的。”赵武吓得瘫坐在地上：“大哥，找错人了吧？”“对，您一定是找错人了。”赵武期盼着韩瑞能放过他。“是吗？”韩瑞一笑，下一秒就发狠道：“找没找错人，老子还不清楚。大哥，我错了，您饶了我这一回吧。”赵武跪爬要去抓韩瑞的西装裤腿，韩瑞抬腿躲开。靠！这套西装可是他新买的，花了他1个星期的工资呢。干一行有一行的规矩，
我接了人家的单就不能不守信用，你说是不是？韩瑞想着以前上学时期看过的警匪片，继续装逼。不，大哥，你饶了我吧！那是真不是我干的，不是我。赵武嚎叫着，就这么一句话。哦，那你倒是说说是谁干的？赵武想要说，话到嘴边又停住了。韩瑞微微笑着道：“这是承认是你干的了？”不。赵武被韩瑞的笑意吓得鸡皮疙瘩都出来了，忙道：“我说，是谢世清，谢世清让我做的。”袁董牌微笑，果然威力无穷。韩瑞心道。韩瑞道：“说清楚。前段时间我和哥们一起喝酒的时候，我一个哥们提到谢总，是谢世清找他偷拍盛唐，说给他10万，但是他没答应，说盛唐背后可能有新康那个大靠山，不是能轻易招惹的，就是再多钱他也不敢要。当时我十分缺钱，私下里就问我那个哥们能不能把这活介绍给我。等韩瑞几人走了，赵武才大舒了一口气，无比后悔当初没有听他哥们的话，盛唐果然惹不得。要不是他赌博欠了钱，也不会去冒险作干。看着自己还抖着的双手，赵武发誓以后一定不赌了。刚到公司正按指纹打卡的黄婉柔一脸震惊的看着进来的韩瑞，只见韩瑞一身黑西装，这倒寻常，不寻常的是他梳着铮亮的大背头。怎么样，帅吧？韩瑞边走边嘘嘘的做了个往后弄头发的动作，主要是太油了，要是摸了一会儿还得去洗手。这头抹的得用1桶花生油吧？黄婉柔笑着损道。你懂什么？韩瑞以牙还牙，把那天黄婉柔对他说的话原封奉还。没跟黄婉柔继续扯皮，韩瑞打了卡就去袁泽家的办公室复命。查出来了？见进来的是韩瑞，袁泽家问道。查出来了，说是谢世清。韩瑞道：早知道那家伙这么不惊吓，他就不顾这么多保镖了，别看他们什么也没干，价格可不便宜。袁泽家眉头微皱，这段时间太忙了，早就把谢世清忘了，没想到居然是他搞的鬼。如此一来，事情倒说得通了。韩瑞又和袁泽家说了一下具体情况，最后道：总裁，这次的项目经费给报销呗。袁泽家道：花了多少钱？把你账号留下，我转给你。这毕竟是他的私事，要不是韩瑞是他在国外就放在身边用的人，他也不会让韩瑞参与这件事。现在微博关于盛唐的热度已经降了下来，转移到其他的点上。郭曼一早打电话跟盛唐道，除了咱们和袁董，还有第三方力量帮忙，这件事才能这么快有了转机。第三方？盛唐一问，还有什么人插手进来？看人脉，好像是新康娱乐那边的公关，应该是纪晓总帮的忙吧。以前还是纪家大哥纪明德担任新康娱乐总裁的时候，郭曼就在新康了，郭曼喊他纪总，后来纪明俊进公司，郭曼喊纪明俊都是喊纪晓总。纪晓总对你可真够意思，你都离开新康了还这么帮着你。郭曼道：有这么个真心相待的兄弟不容易，你别忘了请他吃个。你也没时间，那跟他打个电话感谢一下。郭曼本想让盛唐抽空请纪明俊吃个饭表示感谢，一想盛唐这阵子在片场回不来。行，我知道了，我这就给他打电话。盛唐挂了郭曼的电话，就给纪明俊打电话。喂，还没起呢。听纪明俊声音含糊，盛唐问道：刚起。纪明俊道：给我打电话有什么事儿？盛唐道：你这话说的，没事就不能给你打电话叙叙旧了？纪明俊乐了，大早上打电话叙旧，你逗我呢？其实就是想谢谢你跟纪明俊插科打诨盛唐在行，可突然这么正儿八经的感谢煽情起来，盛唐还真不习惯。别说盛唐不习惯，纪明俊也不是那种酸兮兮的人。你说的是网上那事儿啊？谢什么？这么多年的兄弟，我还不能帮一把了？倒是你有事也不说一声。纪明俊又道：其实昨天晚上
还是我哥在家的时候提了一句，我才知道你被人黑了。不过你和那个袁董是不是真的在谈恋爱？纪明俊突然八卦道。纪明俊知道盛唐是弯的。几年前盛唐刚大火的时候，郭漫让盛唐跟和他一起拍电影的女主炒 CP， 提升电影热度。男女主在合作期间举止暧昧是很常见的，娱乐圈里单身的男女演员基本都是这么做的。但盛唐情况不同，盛唐考虑再三，把他的性向告诉了郭漫。那个时候他和郭漫的关系并不像现在这样亲密，但盛唐已经有足够的实力保证公司不会因为这一点放弃他。这么重要的事，郭漫自然要上报高层，但郭漫知道这件事还是知道的人越少越好。想到新上任的纪晓总和盛唐关系很好，郭漫对盛唐道，你和纪晓总关系不是很好吗？纪晓总知道你的性向吗？要是知道的话，那还用上报什么？他不知道。这件事盛唐任何人都没给说过。行，那我知道了。郭漫道。盛唐是个好苗子，按现在的势头，不出意外肯定是要红透半边天的，与其一层层上报上去，让那些高层讨论，给盛唐将来留下隐患，还不如他直接找纪晓总说明。说明之后，郭漫一直很注意对盛唐的工作安排，让他和男女明星保持合适的距离，免得到时候招来不好的传闻。纪明俊也是那时候知道了盛唐的性向。纪明俊刚知道时，第一反应不是厌恶或者吃惊，而是跑去找盛唐，不由分说的就揽着盛唐的肩一通安慰，让盛唐想开点，同性恋不是异类，别有心理压力，说什么他们永远都是好兄弟，他不会因为这儿疏远盛唐，说的盛唐是又无语又感动，顺带还替纪明俊这个脑回路清奇的小伙伴尴尬了一下。他真的没有自卑好不好？还有想开点说的跟他要亲生一样。听到纪明俊问他和袁泽家的事，盛唐觉得没必要瞒着他，就如实相告了，还调侃纪明俊道，你还记得你知道我性向时的反应吗？安慰你还有错了？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自己当时也是挺蠢的，劝了半天才发现盛唐正憋着笑呢。纪明俊想想脸上挂不住道。纪明俊又道，要是袁泽家敢欺负你，你就跟我说，娘家人好帮你出气。纪明俊故意臊他，找你有用吗？一看就打不过我老公。盛唐和纪明俊是可以互损揭短的兄弟，盛唐不仅不害臊，还直接喊上了袁泽家老公。都叫上老公了，盛同志脸呢？佩服佩服。纪明俊被扑面而来，还硬往嘴里塞的狗粮噎到窒息。嘿嘿，反正袁泽家对我特别好，你就用不着为我操心，还是赶快给自己找个女朋友吧。盛唐继续迫害单身狗纪明俊。纪明俊范儿挂掉电话。盛唐也收拾好要去片场。今天有一个场景要许多人手搭景，所以盛唐到片场的时候，一路走到化妆间都没碰上几个人，都被喊去帮忙了。正化着妆呢，盛唐就听见有谈话声伴着脚步声从虚掩着的化妆间门外传出。盛唐今天还没过来吗？没看到，不会是因为网上传的事不敢过来了吧？你们说盛唐到底是不是同性恋啊？给盛唐化妆的化妆师也听到这些话了，一时和盛唐面对面很是尴尬。田苗苗脾气暴，正要出去看看，就被盛唐拉住了。盛哥。田苗苗不解，听见外面几人继续道，盛影帝平日里从不耍大牌，对咱们都挺好的，人家的演技也是没话说，不管是不是同性恋，咱们都不能没良心的在背后说人家闲话。是，就是这个理。等盛影帝过来了，咱们就跟平常一样，不能瞎看瞎想，说话声和脚步声渐渐消失。盛唐对田苗苗道，人家说什么咱们管不了，做好自己该做的，问心无愧就行。继续。盛唐又对化妆师道。化妆师心里对盛唐多了一些佩服，继续给盛唐补未完成的妆。听声音，这几个应该就是剧组里的灯光师、道具师等人。
听几个和他并不相熟的人最后能这样说，盛唐心里舒服很多。这世上并不是所有人都会以最大的恶意去揣度别人，还是心地好的人居多。冯文斌给袁泽家打电话的时候说要和那个死人脸谈合同，说的还挺形象。饭局上和冯文斌坐在一起的正是面无表情的纪明德。纪明德平日里就一副不苟言笑的样子，今天周身气压尤为的低沉，黑沉着一张硬朗的俊颜，要走在大马路上估计都能吓哭小孩。不过冯文斌什么人没见多，一点也不惧纪明德的气势，继续劝酒道：纪总海量，来来来，再喝一杯。冯文斌正在争取纪明德公司旗下楼盘的装修项目，这要是合作就是长期的，是笔大生意。这几天他陪着纪明德考察了一些下面的工厂和正在装修中的楼盘，纪明德脸上一直没什么表情，也看不出来是不是满意。不过冯文斌却知道这笔生意有谱，因为要是不满意的话，纪明德一个总裁没必要花这么多闲工夫跟着他逛。这是冯文斌进公司打的第一仗，必须得处理得漂亮，这样才能在公司站得稳。他爹就他一个儿子，他早晚是要继承家业的，那就必须要让公司里的人看清他的能力，只有树立好威望，以后的工作才好展开。冯文斌是个活得明白的人，原先有他爸撑着公司的时候，他该玩的玩，现在该承担他应有的责任时，也他不会逃避。纪明德和冯文斌碰了一下杯，又要干了这一杯。冯文斌忙抬手按住纪明德端着酒杯的手，哎，纪总别喝这么急，对身体不好，咱们吃菜，这家的松鼠桂鱼做的不错，纪总尝尝。照这个喝法，一会儿要是喝醉了，他找谁谈合同去？纪总吃菜，吃菜。跟在冯文斌身边的项目经理也跟着道。饭快吃完了，也不见纪明德表态，到底是同意合作还是不同意？冯文斌知道纪明德是在等他再让一步，其实冯文斌还是能再让一些力的，但要是这么做了，这笔生意就做得没那么漂亮了。两个大王僵持着，下面的小鬼儿也打着太极，一顿饭吃到结束也没能签了合同。纪总，你看这都累了一天了，去放松放松吧。说话的是冯文斌公司的那个项目的经理，一个老油条。一看事情没成，赶紧要续摊儿。虽然看着纪明德不像是个爱玩的，但知人知面不知心，揣摩人心的事最难，谁知道纪总到底是什么样的人？他见过不少表面境遇刻板，实际上很是热衷此道的人。就算这位纪总真不喜欢那些乱七八糟的，那不去就行了，问一句总归吃不了亏。冯文斌暗道，这老油条也不看他什么人，就说这话，纪明德一看就是真正经的人啊，这不是添乱吗？好，纪明德沉声道。看，没答应，居然答应了。冯文斌一愣，随即勾起唇一副坏笑，没想到这位纪总是这么闷骚的一个人，这回是他看走眼了。叫进来几个衣着暴露的美女，冯文斌下巴一抬，暗示两个去纪明德那，可两个美女还没贴上纪明德，就被他推开了。拿过酒杯，自顾自的给自己倒了一杯，纪明德继续喝酒。冯文斌算是明白了，这人是心情不好，来这喝酒发泄来了。本来他也看出纪明德今天好像有些心情不好，但觉得纪明德不是公私不分的人，就算他心情不好，他们该谈的生意照样得好好谈。没想到纪明德居然这样，他在这陪笑了半天，合着人家根本没上心，这个认知让冯文斌心里不爽了。包间昏暗的灯光下，纪明德端着酒杯靠坐在沙发上，一缕原本向后梳起的头发垂下来，气质显得有些颓唐。这么一看，倒让冯文斌心里的火气消了不少。算了，谁没个心烦的时候呢？想必纪明德一开始也是想压着情绪谈生意的，结果喝了不少酒，又要拖着等他退让，拖到现在已经有些醉了吧。挥手让不相干的人出去，一转身的功夫，纪明德一杯红酒又喝尽了。冯文斌忙拉住他还要倒酒的手，纪总别喝了，纪总心情不好的话，今天就先别谈生意了，先回去休息。哎，纪总。冯文斌劝人回去的话还没说完，纪明德就身子往前一倒，磕在他手臂上，顺着往旁边歪去。冯文斌忙把人扶好，让纪明德靠坐在沙发上。
这个直接喝睡过去了。冯文斌烦躁的抓抓头，试着喊道：季总，醒醒，季总！喊了2声，纪明德也没反应。冯文斌不得不接受现实，生意没谈成，还要处理一个醉鬼。来这种声色场所，总不好下属一起会失了领导的威严，所以刚刚过来这边的时候，纪明德和冯文斌身边的人就和他们2人分开了，这个包间里只有他们2人。冯文斌想要把纪明德交给他的下属，可一想他们那边肯定没干好事，现在去打断有点不地道，也没个可以托付的人，这可怎么办？希望你手机没有设密码。冯文斌不抱什么希望的翻纪明德的衣兜，想掏出纪明德的手机给他家里人打个电话，让人来接他。嘿，果然有密码。冯文斌无奈的看着纪明德，仔细看看，这人还挺帅的。那锐利的眼神如今被眼皮遮盖，让纪明德给人的感觉不再冷硬，反倒显得乖顺许多。这强烈的反差让冯文斌不由得盯着纪明德多看了一会儿。睫毛真长。冯文斌自己嘟囔了一句。因为知道纪明德已经醉过去了，冯文斌卸下商场上的精英面具，小孩子悻悻的弯腰凑到纪明德脸前，伸手拨弄了2下纪明德闭上眼睛显得格外修长好看的睫毛。冯文斌突然想到一个好主意，打电话让司机过来。冯文斌直接把纪明德塞车里扛回了自己家，还挺沉。冯文斌把一路都没醒的纪明德扔到床上，闻着2人身上的酒味，冯文斌在鼻前挥了挥手，一脸嫌恶的帮纪明德把外套脱了，然后把被子随意的往他身上一扔，自己边脱衣服边往浴室走。冯文斌也喝了不少酒，刚刚在浴室里被热水一蒸，酒气上涌，浑身乏力。回到卧室，刚想往床上扑，就看到床上躺着个人呢。冯文斌又想起来，他把纪明德给弄家里来了。家里是有客房，可他以前要玩都是在外面玩，从不带朋友回家，客房要住的话，床都得现铺，而且长期不通风，味道肯定好不到哪去。冯文斌不是会委屈自己的人，睡沙发根本不在他的考虑范围内。把纪明德往边上挪了挪，冯文斌往他身边一趟，拉过半边被子给自己盖上，一沾枕头就睡了过去。第二天一早，还是冯文斌先醒的，一睁眼迷迷糊糊中看见了纪明德那张贴的极近的脸，冯文斌吓了一跳。视线下移，冯文斌发现他和纪明德正紧紧贴抱在一起，他的睡衣也被揉得衣襟大敞着，他还能感受到被子下面2人腿都是交缠在一起的。明明昨天晚上他们2个人是背对着睡的，怎么就变成这么急的姿势了？还没等冯文斌细想，纪明德就睁开了眼。你醒了？冯文斌尴尬的笑笑。2人之间的距离实在太近了，导致冯文斌一说话，气息都能打到纪明德的脸上。纪明德眉头紧皱，身子往后撤，冯文斌也急忙撤开，2人瞬间分开。纪明德掀开被子起来，冯文斌也要下床，却身子要一歪，没起来。纪明德一惊，忙低头看自己身上，裤子穿得好好的，连腰带都系着呢。纪明德这才放心。怎么？季总以为把我睡了？冯文斌见纪明德仓皇的反应，开玩笑道。纪明德有些尴尬，问道：你刚刚怎么了？腿麻了，让你压的。冯文斌道：昨天你喝醉了，我总不能你扔那儿不管吧？昨天是心情不好吗？冯文斌壮士无意道：别光忙着工作，偶尔也要给自己放假休息休息。纪明德知道昨天自己太情绪化了，喝醉更是不应该，对不起，给你添麻烦了，一会有空吗？我让秘书把项目合同送去你公司，我们签一下。冯文斌心里暗笑，果然让他赌对了。他就是掐准了纪明德会因为他自己的失误而自责愧疚，才费劲把人扛回来，让纪明德第2天一醒就能看见他。他越是够意思，纪明德肯定越愧疚。这部合同就搞定了。啊？签合同？冯文斌装得很是意外，没想到纪明德会突然提这一茬似的。行，我有空。纪明德要走，冯文斌道：季总等等，你衣服。
冯文斌指着纪明德衣服，穿着睡了一晚上，皱皱巴巴的，虽然有纪明德颜值和好身材撑着，但也很是难看。纪总在这坐会儿吧，我让助理给你买件衣服送过来。冯文斌说着给助理打电话。虽然看着纪明德和他身材差不多，可以让纪明德穿他的衣服，但他不嫌弃不代表人家纪总不嫌弃。纪明德本想拒绝，但见冯文斌已经手快的拨了号，也不好服了冯文斌的好意，点头应下。你穿多大号的？冯文斌问。纪明德报了码数。纪明德听了暗自撇撇嘴，居然比自己大1号。纪明德看着就比他高2-3厘米而已。冯文斌洗漱完，见助理还没过来，对纪明德道：干等着也是等，一起吃个早饭吧。我没刷牙。纪明德把手里的报纸一合，看着冯文斌道：你看我给忘了。冯文斌一拍脑袋道：我这里有新的牙刷，不过牙杯没有，我给你拿个杯子吧。牙刷是要经常换的，他这里倒是有备着。冯文斌到厨房柜子里给纪明德拿了个喝牛奶用的玻璃杯，将就一下吧。谢谢。纪明德接过来去洗漱。冯文斌跑到厨房去做早餐，他其实也不会做饭，但简单的煎鸡蛋和烤吐司片还是行的。是简单了点，纪总别嫌弃。冯文斌很快弄好后端到餐桌上，对纪明德道：不会，挺好的，我都不会做饭。吃人嘴短，纪明德脸上微微带了点笑意道：叮咚叮咚，门铃响了。冯文斌去开门，是助理小刘过来送衣服了。来了，放那边吧。冯文斌随手一指，揉揉腰朝餐桌走去。昨晚上睡觉不老实，长时间身子拧巴着，导致现在身上的肌肉酸痛。小刘高度近视，冯文斌家的餐桌又离门口有些远，他刚进来就只能看清一个男人看到在餐桌前吃着饭，联想到冯文斌让他买衣服过来，小刘心里暗惊，早就听闻他们冯总花名在外，现在连男人都完了。走近了仔细一看，这不是他们公司要合作的纪总吗？看看坐姿板正慢条斯理吃饭的纪总，再看看他们揉腰伸腿的冯总，小刘觉得自己知道了什么不得了的事情。冯总为了拿下这笔生意，居然……小刘深觉自己还是太单纯了，这些有钱人怎么能为了钱这么没底线呢？真是不能接受。三观很正的小刘默默鄙夷了一番，但为了自己的工资考虑，还是毕恭毕敬的把西装放到一边的桌上。看到盛唐微博上迅速放出的澄清他和袁泽家关系微博，谢世清哼笑一声：泽家，你好好看看，这就是你喜欢的人，这点事情就退缩了，就这样的人也能配得上你吗？前一阵子袁泽家突然到外地出差了1个多星期，要是寻常时候倒没什么，可袁氏集团正在准备转型的关键时候，袁泽家的离开自然引起了本就关注他的谢世清的注意。谢世清派人一查，发现袁泽家竟然和一个明星关系暧昧，这个明星还是个男人。曾经他被袁泽家毫不犹豫的拒绝，他还以为是袁泽家真的不能接受同性，在他真的想要放弃的时候，袁泽家又要再在他心上插一刀。凭什么盛唐一个不入流的明星行他就不行？这让谢世清妒火中烧。谢世清本来想让人拍到盛唐和袁泽家的亲密照再发出来，到时候逼得盛唐为了名利和袁泽家分手。可派去的人一直拍不到很亲密的照片，谢世清心里又是焦急又是欣喜，内心给自己找借口，是袁泽家对那个明星的感情并不深，才不会和他过多亲近。谢世清也并不想真的让公众看到袁泽家和除他之外的男人亲近，心思一转，直接把已经拍到的照片让人发了出去。与其拖着等到他们关系稳定了，不如现在出手，毕竟刚刚开始的感情最经不起风浪了。如果放尺度大到能确定盛唐和袁泽家关系的图片，让他们无法澄清，那个明星说不定会干脆借着机会退出娱乐圈，逼着泽家和他在一起，那他就追悔莫及了。而放出现在这种程度的照片，那个明星为了自己的名声都出来澄清的话，更能让袁泽家看清这个人心里根本不重视他了。谢世清选在这个时间爆出照片，还估算着袁氏正在转型的时候，以为袁泽家
也一定不会因为一个明星让自己名声受累，降低民众对袁氏集团的良好印象。这样一来，袁泽家也会掩盖他们的事，说不定还会直接为了公司形象和那个明星分手。谢时清打着如意算盘，却低估了盛唐和袁泽家之间的感情，也低估了两人的心胸和性情。初了事，盛唐和袁泽家都会为对方考虑，首先让对对方的伤害降到最低，又怎么会怨恨对方？这是谢时清狭隘阴暗的内心所不能想到的。虽然网上的热度渐渐降低，但谢时清并不在意，因为他执拗的认为这件事肯定会让他们两个人之间存下芥蒂，就像鞋里进了一粒小石子，早晚会磨得他们难以忍受。谢时清正期待着不久的将来看到袁泽家和盛唐分手的画面，这时他的手机铃声响起来。谢时清一看，居然是袁泽家。谢时清先是一激动，刚要接通，就想到袁泽家从没给他打过电话，现在袁泽家是知道什么了吗？谢时清一阵心惊，犹豫着要不要接这个电话。万一不是因为那件事呢？这可是袁泽家第一次主动给他打电话。谢时清赶在自动挂断之前接通了电话。喂，泽家，怎么想起给我打电话了？谢时清带着笑意道。中午有空吗？我有事找你谈谈。袁泽家语气淡淡道。谢时清心中打着鼓，什么事？见了面再说吧。那在我公司附近的餐厅吧，我下午还有个合同要签，中午没有多长时间。谢时清脸色的笑意渐渐支撑不住。好。袁泽家按照约定时间到那个餐厅，因为谢时清说那家餐厅中午人会比较多，要提前预定。袁泽家跟服务生说了谢时清给他说的预定的包间，服务生领着袁泽家过去。袁泽家推门，见谢时清已经到了。泽家你来了，我也刚到。谢时清起身道，服务员点菜。服务员把菜单拿给谢时清。谢时清翻翻菜单道，我记得你喜欢吃麻婆豆腐，来一份这个吧。以前家里大人在一起吃饭，他们有时候也会被带去，谢时清那时就特地注意过袁泽家的口味喜好，也因此特地选了中式餐厅。袁泽家道，不用管我，你点就行。语气冷淡道，让谢时清单方面刻意的热络更为尴尬。虽然袁泽家不领情，但谢时清还是凭着记忆点了几道他自认为袁泽家爱吃的菜。这家餐厅装修的很不错，墙上挂着2幅风景油画，角落里放着2盆长势很好的盆栽，郁郁葱葱的长了满盆，叶子都遮盖住了盆沿。不过袁泽家却无心欣赏，也并没打算和谢时清吃饭，他只是想和谢时清谈清楚。等服务员出去了，袁泽家之间道，我拒绝你是我们之间的问题，你要是有什么不满就冲我来，不要去找他的麻烦。谢时清脸色勉强的笑意渐渐消失。泽家，这话什么意思？你是可以来羞辱我的吗？你都已经拒绝我了，为什么还要说这样的话？我找谁的麻烦了？谢时清不相信袁泽家一晚上就查清了是他做的，依旧不承认道。袁泽家从口袋里掏出录音笔，按了一下播放。我说，是谢时清。谢时清让我做的。赵武惊恐的声音从录音笔中传出来，把谢时清说做的事情交代了个彻底。这是那天韩瑞多了个心眼，过去找赵武的时候拿着录音笔录的。袁泽家关掉录音，面无表情道，还不承认吗？谢时清的脸色已经变得煞白了，突然情绪激动的喊道，泽家，我哪里不如那个明星？论相貌论能力，我哪里比不过那个他？我和你家世相当，咱们从小就认识，你和我在一起对你生意上也会有好处，而他能带给你什么？他是明星，生活在聚光灯下，到时候社会舆论会毁了你。谢时清歇斯底里，一点风度也无。我不需要他带给我什么，我只要他也喜欢我就够了。袁泽家声音如同室外冷冽的空气，如果有人想对他不利，我拼尽全力也会保护他的。袁泽家直视着谢时清的眼睛，袁泽家的话字字如刀扎在谢时清心上。你这是在威胁我？你要为了那个卑贱的戏子跟我作对？
情绪激动的谢时清根本不顾会不会触到袁泽家的逆鳞，他只想狠狠贬低盛唐，不，他恨不得杀了那个跟他抢走袁泽家的那个贱人。谢时清！袁泽家猛喝一声，是真的动了怒气。你若死不悔改，别怪我不客气。袁泽家说完起身欲走，谢时清突然冲过来将他抱住，慌乱道：泽家，我错了，我以后再也不这样了，你原谅我，放开。袁泽家要推开他，但谢时清抱得死紧，袁泽家用了大力才将谢时清扯开，不知羞耻。袁泽家大踏步离开。谢时清眼神阴郁的盯着重新合上的门，狠厉道：为什么你喜欢的人不能是我？为什么？咚咚，两声敲门声响起，服务生推门进来，看着阴狠的谢时清，心惊胆战的问道：先生，要上菜吗？滚！都给我滚！谢时清怒吼道。服务生忙关门出去。谢时清自以为了解袁泽家，其实却从未真正走到袁泽家身边过，就像袁泽家其实并不喜欢麻婆豆腐。袁泽家是个很注重礼仪的人，在外吃饭的时候只会夹离自己很近的那一块的菜，从不伸着胳膊去够菜。或许麻婆豆腐只是在那次他面前的两三个菜里面较为符合袁泽家口味的，却让谢时清产生了误会。谢时清对袁泽家的喜欢更多的是喜欢自己想象出来的完美的让他心动男人，喜欢那个他自以为的袁泽家，所以这份喜欢从一开始就是一个错误。偏偏谢时清还是一个性格阴郁狠戾，喜欢什么都要拿到手的人。盛唐这2天一直定不下心来，因为怀疑在网上放出照片的人可能是袁泽家的家人。他也不敢问袁泽家到底是不是，如果真是这样，那岂不是让袁泽家为难了？这天一个人来剧组找盛唐，不怎么客气道：我们老板想见见你。盛唐皱眉，这什么人啊？就这么一句话，他是傻子才会跟着陌生人走吧？也不知道这人怎么混进剧组来的。盛唐问道：你们老板是什么人？那人道：你去了就知道了，盛先生要是有什么顾虑的话，见面的地方你可以自己定。这人可能是怕盛唐不去他完不成任务，语气稍微客气了一点。我要是不想去呢？是关于袁泽家的事情。那人说完丝毫不着急的等盛唐的答复。盛唐心里一突，关于袁泽家，那找他的人是知道他的袁泽家的关系的，难道是袁泽家的家人？好，中路咖啡店吧。盛唐看着那人道。那人得到答复就走了。盛唐娱乐圈多年，保护自己的意思还是很强的，他特地选了影视城里一家距离他们剧组很近的咖啡馆。那咖啡馆在街道中间，临街的一面有透明落地玻璃窗，光天化日之下肯定不会发生什么绑架之类的意外。盛唐选了一个靠窗的位置，单乐和田淼淼也都跟了过来，坐在盛唐的隔壁桌，装成一对来喝咖啡的小情侣。盛唐等了几分钟，就有人进来店里坐到了他对面，来人正是谢时清。盛唐估量着来人的年龄，看着挺年轻的，肯定不是袁泽家的爷爷，父亲也不可能，那一定不是袁泽家的家人了。盛唐反倒松了一口气，不用上演家庭伦理剧了，开心。盛唐打量谢时清的同时，谢时清也在看着盛唐，不过谢时清眼里却是冒着火的。盛唐明显的感受到了对方对自己的敌意，或者说是恨意。来谈袁泽家的事，还这么讨厌他，不会是袁泽家惹的烂桃花吧？聪明如盛唐，很快猜到了真相。果然谢时清接下来的话也验证了盛唐的猜测。谢时清道：你知道我是谁吗？不知道。呵呵，谁知道你谁啊？盛唐很是无语，想看看对方要说什么。谢时清冷笑：你不用知道我叫什么，你只要知道我和袁泽家是从小一起长大的就行，他喜欢的是我。谢时清把一张照片放到桌上。盛唐原本随意的一扫，却在看清照片的时候浑身一僵，照片里谢时清和袁泽家抱在一起。谢时清继续道：我们之间是有了一些误会，他为了气我才和你在一起的，我们的事情很快就会解决，他还会回到我身边，
我来找你说这些也是希望你不要因为我们两个受到伤害。盛唐的眼睛一直放在照片上，谢时清紧紧搂着袁泽嘉，而袁泽嘉的手抓着谢时清的上臂，这个动作不仔细看就是两个人在拥抱，但也有可能是袁泽嘉在推拒谢时清。作为演员的盛唐，这种看图说话的新闻见多了，别说是他相信袁泽嘉不会这么做，就算他不信任袁泽嘉，也不会轻易相信这个人的话。照片里袁泽嘉虽然没什么表情，不过盛唐能看出他很不高兴。虽然看出了这张照片不是如谢时清所说的那样，但盛唐还是很生气，生袁泽嘉的气。怎么就没一点防备呢？让人家占了便宜，回去一定要好好教育。这事其实也不能全怪袁泽嘉，那天谢时清猜到袁泽嘉可能是找他摊牌的，特意早早去了预定的包间，在绿植盆里放了微型摄像机，在袁泽嘉要在的时候故意冲上去抱住袁泽嘉。如今谢时清把这一张图片截了出来给盛唐看，要让盛唐误会袁泽嘉。见盛唐一直盯着照片，谢时清以为成功让盛唐受到了打击，继续说他多么了解袁泽嘉，他们两个多么相爱，希望盛唐能主动退出，不要阻碍他们的情感，也省得最后自己受伤。盛唐听得好笑，跟我这儿演挑拨离间来了。论演技，爸爸还没怕过谁。盛唐心里冷笑一声，面色却很是无辜和同情。对不起，我真不知道你和袁泽嘉的事，我也不愿意挡在你们之间，只是袁泽嘉一直缠着我，我也没办法。哼，对付这种人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他知道，他最想拥有的是你根本不屑要的。不过他家袁先生可是他的大宝贝，他才不舍得不要呢。他就是故意骗这个人。谢时清听了，果然脸色更不好了。朝谢时清扔完刀片，盛唐还假装同情的给他支招，要不还是去找他谈谈吧。感情的事要多沟通，才不会产生误会。简直是个超级大心机 boy。主要是盛唐看这个人眼神中带着一股偏执，盛唐不确定正面强硬的攻击他，会不会使这人做出一些过激的事情。不如假装自己是置身事外的，先稳住这人，袁泽嘉惹来的麻烦让他自己处理。晚上回了酒店，盛唐打电话给袁泽嘉问道：袁先生，你最近有没有做错事？袁泽嘉一时不知道怎么了，坦白从宽，快点交代清楚。盛唐气呼呼道。袁泽嘉想到了那天见谢时清的事，不确定盛唐要他说的是不是这个，万一盛唐不知道，说出来反倒糟心。就是袁泽嘉犹豫了这么一下，让本来有一点火气的盛唐突然跟浇了汽油一样，轰的火就窜了上来了。怎么？还真有这么回事？盛唐把那张照片摆出来给袁泽嘉，声音有些冷。袁泽嘉，坐享其人之福挺美的呀。唐唐，你冷静点，我怎么不冷静了？盛唐气哼哼。那边袁泽嘉却突然笑了，眼底满是爱意的笑。笑什么啊？盛唐被袁泽嘉这么笑看着，火气吸了不少。你做错事了，还好意思笑？袁泽嘉道：看你这么在意我，我很高兴。我是不是有点无理取闹了？盛唐的火气消得一干二净。对不起，我不该朝你发火的。我明知道那张照片肯定不是你自愿的，可我看到了，心里还是挺难受的。你要是不生气，我倒是会怀疑我在你心里的分量了。都怪你，你对我这么好，让我脾气都变大了。袁泽嘉把他宠的让他一点委屈也受不得了。正是知道这人会一直宠着他爱着他，才会在他面前肆无忌惮的发脾气。盛唐总算是理解了歌词里那句被偏爱的人有恃无恐是什么意思了。怪我。袁泽嘉依旧宠溺道，见盛唐不气了，把谢时清跟他之间的事和那天的事情给盛唐讲了一遍。应该是他在包间了放了摄像机，然后故意让我们之间产生误会，还好大宝贝儿聪明，没有上当。别以为夸夸我这事就算了，这件事你有很大的责任。要不是你没有防备，他怎么会有机会这么抱着你？确实怪我大意了，没想到他能做出这么下作的事来。袁泽嘉认真道，放心，我会处理好的。
袁泽家眼底闪过一丝寒意。两人又腻歪了一会，要挂电话的时候，盛唐突然道：“还有，他要是再去找你，你不许见他。”盛唐想起自己说的，让谢时清去找袁泽家谈谈。谁要跟他谈啊？不见。袁泽家笑道：“小醋包，怎么有意见？”没有，适当吃醋对身体好。那你倒是吃啊。盛唐小声嘟囔了一句。袁泽家没听清，问盛唐刚刚说了什么。盛唐道：“没什么。现在就算说了，你也吃不到。”袁泽家结束了和盛唐的通话，就拿出另一部手机，拨通了一个海外号码，用一口流利的外语道：“喂 T， 东西查的怎么样了？”被叫做 T 的男人因为长时间工作声音显得有些暴躁。袁，这才40个小时，怎么可能查清楚？袁泽家笑笑：“是吗？可刚刚 LK 跟我说他马上就要完成我交给的那部分了。”怎么可能？ LK 那个变态！再给我5个小时。T 被刺激的挂了电话，又开始在电脑上飞快的敲下一行行代码。袁泽家如法炮制的这么告诉 LK， 结果 LK 淡淡道：“你是不是也这么骗 T 的？也就 T 那个笨蛋会相信你这只狐狸的话，要是再这么欺负我老婆，别怪我拉着他跳槽。”袁泽家道：“你说我把我们通话的录音发给 T， 他听到你喊他老婆会是什么反应？应该很值得期待。”对不起，袁，我错了，我马上去干活。LK 立马投降，真敢想象那个粗神经的家伙知道了会发生什么。明明对外的名号起得这么明显了，那家伙还以为他用这2个字母是故意装神秘。袁泽家在海外的公司是搞科技为主，意外招进来一个曾经是黑客的代码天才 T， 又买一赠一引来一个 LK。 袁泽家在国内的袁家能放心用的人还不多，但国外的这2个家伙难得能给他们点儿有挑战性的任务。谢家这么多年生意上不干净的事干了不少，甚至和黑道都有一些牵扯。不知道谢世清还会做出什么疯狂的举动来。袁泽家那天见过谢世清后，就决定先下手为强，让 T 和 LK 侵入谢家的电脑，将谢家这些年做的违法的事情都揪出来。第二天一早，袁泽家就拿到了谢家偷税漏税和违规违法的证据。袁泽家整理好，发给了司法部门的一个朋友。没过2天，谢家就被立案调查，谢家上下人心惶惶，纷纷到处活动关系。谢世清敲开一家和他们家关系不错的官员的家门：“曹局在家吗？”“我是谢世清。”开门的中年妇女一听谢世清的名字，瞬间变了脸色：“我先生出国了，你改天再来吧。”谢世清话都没说完，对方就把门关上了。谢世清又吃了闭门羹。这一次证据太多，谢家要是光偷税漏税这一点还好说，最致命的是涉黑这一点。现在正是国家严厉打击的时候，和谢家关系好的官员也不敢随便插手，一个个都撇清关系，独善其身。一个个拿钱的时候怎么不说不在家？现在出事了，跑得比谁都快。谢世清低咒一声，焦头烂额的回去应付检查的人员。袁泽家虽然让手下的人侵入谢家的电脑，查到了不少东西，但有一些交易信息并没有被记录在电脑里。虽然遗憾不能将谢家打压得更彻底，但这些已经足够定罪了。没成想，谢家出事的第2天，袁泽家就收到了一封匿名邮件，邮件里是谢家走私一批古董和为黑社会洗钱的证据。虽然发邮件的人隐藏了用户地址，但对 LK 来说，查出对方是谁并不是什么难事。最后查出是傅亚硕。袁泽家有些意外，调查结果想想觉得又在情理之中。傅亚硕和谢世清的姐姐谢韵是大学同学，2人自由恋爱。谢家十分重男轻女，对待谢韵简直是把她当成联姻博取家族利益的工具。2人谈恋爱的时候，谢家还是支持的，因为那时傅谢2家家世相当。但傅亚硕大学毕业那年，家里却突生变故，傅家一时岌岌可危，谢家不光不拉一把，反而让谢韵断了和傅亚硕的关系，不许2人再见面。中间又经历了不少波折，傅家最后保住了，
傅亚硕和谢运两人有情人终成眷属，但傅谢两家的关系却变得很差。虽然一直没有撕破脸，但很是僵硬。傅亚硕更是多次拒绝了谢家生意合作的要求，甚至暗中收集谢家违法犯罪的证据。谢运从小在谢家受到的不公平待遇太多了，对谢家没什么感情，但他也是个最情义的人。谢家人虽然对他不好，但毕竟是养大他的人，谢运做不出离开谢家后反过来报复的事来。傅亚硕正是知道爱妻的性格，才虽然恨透了谢家，但一直没有出手。傅亚硕虽然看起来斯文儒雅，却是个很记仇的人。这回终于忍不住，在看到袁泽家收拾谢家后，借着袁泽家的手在后面推一把了。确认了证据来源，袁泽家把傅亚硕发给他的东西也交到了上面。因为证据确凿，在调查人员证实后，谢家涉案人员很快被警方逮捕，数罪并罚，谢家就此败落。盛唐还是一切尘埃落定后，在微博推送上看到的帝都谢家涉黑案，今日庭审宣判。盛唐看标题倒不知道说的是哪个谢家，只是配的一张大图是谢时清被带走时拍的，盛唐才知道说的是他。盛唐忙给袁泽家打了电话，问他是不是他做的。盛唐就是怕袁泽家为了整谢家会做一些违法的事，跟小说里吊诈天的霸道总裁一言不合就把人杀了似的。想什么呢？知道盛唐的想法后，袁泽家哭笑不得，那些事真是他们犯下的，不是我给他们捏造的罪名，我只是个举报不法分子的热心群众。那就好，咱们要做守法的好公民。盛唐放下心道，这些都是后话，现在盛唐正焦躁的在酒店房间走来走去。你说什么？你妈明天回来？袁泽家道，怎么办？怎么办？盛唐一听冯凌霜要回来，突然就紧张到要爆炸。宝贝儿，坐下，淡定点。袁泽家看着屏幕上因为盛唐的走动晃来晃去的模糊身影，笑道：反正你又不回来，你们暂时见不到的。不行，我紧张。他知不知道你和我在一起了？盛唐继续走来走去。我还没告诉他，不过他挺喜欢你的。啊？盛唐不解，那你怎么跟他说的我？我先让我弟弟给他推荐了你演过的电影，他很喜欢，然后告诉他你和我是朋友。袁泽家道：糖糖，我准备一点点的让我妈知道咱们的关系，你不要着急。不急不急，我一点都不急。盛唐忙道：你千万不能快了，一定要循序渐进的。盛唐唯恐冯凌霜会不喜欢他。别担心，我妈她是个思想开明的人，而且她还很喜欢你的。袁泽家安抚盛唐焦虑的情绪道：这喜欢演员的喜欢和喜欢儿媳妇的喜欢能一样吗？盛唐道：要是你妈知道我把她儿子拐跑去搞基，还不知道怎么样呢。确实不一样。袁泽家点头道。看盛唐被弄得更紧张了，袁泽家笑道：毕竟演员是人家的，儿媳妇是自家的，待遇自然会不一样。盛唐生气道：你又逗我，你这还见不到我妈呢，就这样了，要是到时候见了面，是不是得腿软？袁泽家道：真有可能。盛唐可怜兮兮道：乖，别紧张，好好坐下，让我看看你，你晃的我都看不清你了，好几天没看到你，很想你。袁泽家道：这几天盛唐要拍几场夜戏，两人作息时间都是相反的，一直没时间通个视频电话。我也好想你。盛唐道：可是我好像过年都不能回去了，这边要一直赶进度。建新要抢暑期档，因为需要特效的地方太多，后期要留出足够多的时间，所以只能在拍摄上紧张起来。又瘦了。袁泽家心疼道：拍戏肯定会瘦一点的，也没瘦多少，我称过，就少了几斤，回家养养就长回来了，你别担心。盛唐道：是不是又没好好吃饭？袁泽家还是去看盛唐的时候听田喵喵说过，盛唐有时候工作累了，吃饭就敷衍两口。盛唐不愿意搞特殊，吃饭都是剧组统一发放的盒饭，
味道和营养肯定不够好，盛唐没胃口也正常。袁泽家喂养了盛唐那些天，能看得出来盛唐的嘴还是挺刁的。觉得这样下去不行，袁泽家语气强硬道：“以后让你助理给你订你爱吃的菜，省得你不好好吃饭。”不要，会被人说耍大牌的。盛唐从最开始进娱乐圈时就处处小心，现在成了巨星，有些习惯也一直保留着。盛唐委曲求全的让袁泽家心疼：“你本来就是大牌，只是吃个饭而已，谁敢说你？”哈哈，没必要的，让人说闲话总归不好。盛唐嬉笑着准备蒙混过去，袁泽家却认真道：“唐唐，你要明白，人和人是不同的，你付出的努力让你能比他们享受更好的生活，你没必要为了别人的看法而委屈自己，这些都是你应得的。”盛唐点点头：“乖，听话，好好吃饭，本来就够瘦了，要是再这么下去，等你回来抱着你都要硌得慌了。你可是跟我保证过要好好照顾自己的。”知道了，袁爸爸，你好唠叨啊。见袁泽家絮絮叨叨跟老父亲似的教育他，盛唐扑到床上笑道。吓得趴在床上打瞌睡的傻黑田一跳，真的是跳，弓着背跟个受惊的猫一样在床上蹦跶了2下，又把盛唐逗乐了，惹得盛唐想养个猫了。袁泽家一愣，笑道：“我这是为谁操心啊，小没良心的。”“为我，为我，袁爸爸最好了。”盛唐一手抠着枕巾上的条纹，嘿嘿笑道。因为盛唐对傻黑田一直自从爸爸，所以听到盛唐说爸爸，傻黑田还以为盛唐是喊他，抬头看盛唐，结果见盛唐打着电话，根本没看他。失宠的傻黑田不满的拿嘴拱盛唐拿手机的手。盛唐翻坐起来，一手拿手机，一手给傻黑田摸毛毛安抚他。盛唐跟袁泽家说，刚刚傻黑田吓得像个猫似的，我都想养个猫了，看网友们一个个都晒猫，我也想撸猫了。被盛唐撸得舒服的傻黑田傻傻的伸着舌头，还不知道他主人一边摸着他，一边精神出轨猫猫。袁泽家道：“要不咱们也养个？”“不了吧，我都没时间照顾，都说猫认家，狗认人。”傻黑田撵我拍戏还能带着它，猫可能不好养。我小时候家里养过一只狸花猫，整天吃饱了就不着家，可野了。盛唐道：“哎，我想起来一个俗语，就是称呼整天不着家的人叫白脚狸花猫，哈哈，感觉好形象。”盛唐和袁泽家想起什么聊什么，很快时间就不早了。盛唐又明白了为什么会有煲电话粥这个词了，明明一些很没营养的话，但对着喜欢的人说起来都是幸福的。要挂电话的时候，袁泽家道：“宝贝儿，以后你想做什么就去做，不管出什么事都有我在呢。”温润低沉的声音打到盛唐心底，因为袁泽家的这一句话，盛唐突然就感动得一塌糊涂，快速说了一句：“知道了。”就飞快挂了电话。盛唐看着黑掉的手机屏幕，有点想哭又想笑。他听多了别人告诉他你应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从没有人告诉他你可以毫无顾忌的去做自己想做的事，天塌了有他给顶着。袁泽家坐在机场大厅的休息座椅上，目光一直落在安检出口。几分钟后，一位身着酒红色长款风衣，脚蹬黑色长筒皮靴，带着股优雅利落气质的中年女子从安检口出来，身边还跟着一个留着性感短络腮胡、穿休闲服装的高壮外国男人。妈，皮尔斯叔叔。袁泽家在机场接到冯凌霜，一点不意外皮尔斯会跟着过来。皮尔斯是他们在国外的邻居，刚巧也是和袁泽家合作的一家公司的老总，是个很有人格魅力的中年男人。皮尔斯的妻子难产早逝，留下一个可爱的女儿。皮尔斯一直没有再婚，自己一人把女儿带大，如今女儿也成家了。皮尔斯在和冯凌霜的相处中渐渐对他产生了好感，现在正在追求中。泽家，好久不见。皮尔斯的华国话说得很好，热情的给了袁泽家一个短暂的拥抱。袁泽家又拥抱了一下冯凌霜，把皮尔斯手中拿的他和冯凌霜两人的行李
交给跟来的助理，问道：“你们路上还顺利吗？”“挺顺利的。”冯凌霜道：“泽家，你先让人把皮尔斯送到酒店吧。”“好。”“皮尔斯叔叔，你有订酒店吗？”皮尔斯捂着胸口夸张道：“霜，虽然是我自己订好了酒店，可你这样赶我走，还是让我有点难受。”冯凌霜笑道：“行了，别装了。”他和皮尔斯认识了好几年，关系不错，最近皮尔斯好像要追求他。冯凌霜一时还不能接受朋友的转变，但觉得未尝不可试试。皮尔斯回答袁泽家道：“有，订了家苑国际，你们家的酒店。”“那谢谢您光顾。”袁泽家笑道。把皮尔斯送到酒店，袁泽家对冯凌霜道：“妈，皮尔斯叔叔人挺好的，您可以和他交往看看。还用你操心我这事啊？人家都是当妈的管着儿子，到咱们家倒反过来了。”冯凌霜道：“你从小性子就稳重，都不用我操心。”冯凌霜说着说着，有些愧疚的想摸摸袁泽家的脸，但最终手还在搭在了袁泽家的肩膀上拍了2下。儿子小的时候，他忙着工作，儿子的懂事不是他没尽到一个母亲应有的责任的理由。现在儿子长大了，再想补偿也早就晚了。因为和袁庆良的那段失败的婚姻，虽然袁泽家早就到了可以成家的年龄，冯凌霜也没有催过他谈恋爱结婚。冯凌霜也不敢和袁泽家提这方面的话题，他有些怕儿子是因为自己父母的原因，对爱情和婚姻产生抵触，才至今没有谈过恋爱。袁泽家问道：“妈，你要去看看爷爷吗？”冯凌霜沉默了片刻，还是道：“去看看吧，他身体还好吗？”冯凌霜虽然对袁庆良恨得咬牙切齿，但嫁进袁家的这些年，袁老爷子待他一直不错。毕竟是泽家的爷爷，就算为了子，他也要去看望袁老爷子的。袁泽家道：“不太好，爷爷年纪大了，身体越来越差了。人一旦到了年龄，再好的医术也回天乏力。”跟袁泽家回家放了行李，休息了一会儿，冯凌霜和袁泽家再次上车，买了一些补品去探望袁振国。两人到的时候，老爷子正在院子里躺椅上躺着晒太阳，身上搭着个薄毯子。袁泽家和冯凌霜走近了都不知道，原来是睡着了。“爷爷，爷爷！”袁泽家俯身在他耳边喊了2声，才将人叫醒。“哦，泽家。”老爷子看清来人，含糊的喊道：“哎呦，真是老了，躺一会就睡着了，怎么也没人在身边？”袁泽家有些不满道：“我刚刚让老张给我泡茶去。”袁振国说着，让袁泽家扶着他坐起来，这才看清几步远站着的冯凌霜。“凌霜，嗨嗨！”袁老爷子见到冯凌霜，情绪有些激动：“凌霜，你回来了。”“嗯，爸，我回来了。”冯凌霜犹豫了片刻，还是上前喊了袁振国一声爸。“凌霜，你还肯喊我一声爸，我都没脸应啊。”袁老爷子摇头叹道：“是我们袁家对不起你，对不起你啊。以前的那些事都过去了。”冯凌霜道。看着袁老爷子头发花白，脸上的老年斑也显现出来，冯凌霜实在没办法怨恨这个跟他道歉的老者。